第53集，就由他去吧。当培训期进行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曾经和我的发型师聊过心理治疗这个话题。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心理治疗师呢？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个心理医生，因为我每天都在倾听别人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都是些不必要的信息，我只是替他们理个发，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么多事情呢？他们真的会告诉你很私密的事情吗？是的，有些客人会。我不知道你在治疗室是怎么做的，这个过程真是叫人精疲力竭。那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你是问我在听完他们的问题之后会说些什么吗？对啊，你会试着给他们一些建议，为他们出出主意吗？不，我不会。那你会说什么？顺其自然。什么？我会跟他们说，就由他去吧。你就这么跟他们说？你该试试对客户用这招，这或许能帮到他们。这对你的客人有帮助吗？这就好比我给他们剪了个发型，下次他们来的时候会想要一个新的发型，我就会问他们为什么要换新发型呢？之前那个发型不好吗？他们会说不是的，上次那个发型棒极了，但是他们就想试试新的风格。然后我会给他们剪一个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发型，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新发型，而且也会非常喜欢这个新发型。我等着他再说下去，但他似乎非常专注地在处理我发尾的分叉。我看到自己的头发被剪落在地上。好吧，那这跟他们遇到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许他们抱怨的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又或许一切都很好，就像他们的发型一样。或许如果他们不那么努力去想改变一些事儿，他们反而会更快乐。哎呀，就由他去吧。我思考了一下他说的话，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一些真理。有些时候人们确实需要接受他们自己以及别人本来的样子，但有时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你也需要有人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好好看看自己，但不能像发廊里那种把人照得更好看的镜子。你试过心理治疗吗？当然没有，那不适合我。尽管科里对顾客和他分享太多秘密这件事颇有微词，但在他为我理发的这几年里，他也跟我说了不少他自己的事儿，包括他是如何饱受爱情的煎熬，他已经做了好几次的整容手术，但还是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所以正准备再次接受手术。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在不停地照镜子，审视自己脸上的不足。科里，当你觉得孤独或者是难过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刷交友软件。然后跟陌生人约会？那不然呢？约过一次之后，你还会跟那个人见面吗？通常都不会。但这样能让你感觉好一些？对啊。你的意思是，等你下一次又感到孤独或者是难过的时候，你就去交友软件上再找一个新的人？没错呀。哎呀，这和每星期去心理治疗寻找慰藉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从各个层面上讲都有区别。不说别的，心理治疗师为来访者提供的绝不是每周简单的慰藉。我曾经听一个记者说过，做一个正式的采访有点像给人理发，看着简单，可真的拿起剪子就是两码事了。随着不断的学习，我发现心理治疗也是一样，但我不想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心理治疗。你说的有道理，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事情顺其自然。你有你的疗法，我有我的疗法。朱莉正在对她身体的各个器官进行分类，从而决定要保留哪些部位。
是留着结肠好，还是留着子宫好呢？哦，还有这个阴道，是不是难以置信？所以基本上我的选项可以归结为，我是想要能够自己拉屎呢，还是想要能生小孩呢，还是想要能做爱？我感觉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朱莉现在看上去和几个月前在乔氏超市的时候很不一样，甚至和她几周前的样子都差很远。那时医生刚告诉她，为了保命要再多舍弃一些器官。她挨过了第一次癌症，挨过了复发和医生的死缓宣判，甚至还怀上了带给她希望的新生命。但生命真的跟她开了太多玩笑，她已经受够了宇宙中的小概率事件，现在已经被击垮了。她的皮肤看上去脆弱而布满皱纹，她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最近我们有时会在治疗时一起哭泣，她会在离开的时候拥抱我。乔氏超市的人都不知道她病了，她也想尽可能地保持现状。她希望同事们能先了解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她当作癌症病人。我们心理治疗师在尝试了解来访者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先了解来访者本身，再去了解他们的问题。这就像小时候在睡衣派对上玩的2选1的游戏，你宁愿死于飞机失事还是死于火灾？你会选择失明还是失聪？你会选择这辈子身上都会发出恶臭，还是这辈子都会闻到恶臭？有一次轮到我选了，我说我2个都不选，然后大家就说哦不，你必须得选一个。然后我说对啊，我选择2个都不选。这种想法似乎让人大吃一惊，但我的理念就是，如果2个选项都很糟糕，那我就2个都不选。高中毕业纪念册里，同学们在朱莉的名字下写道：我2个都不选。朱莉长大成人之后依然贯彻着这个理念。她当时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去一家声望很高但没什么经费的研究生院，要么选择一个研究经费充足但无趣的职位。关于如何在2者之间做选择，她身边的每个人都给出了建议。但朱莉不顾大家的劝告，2个都没选。但这个选择带来了好的结果。不久之后，她在一家更好的研究生院拿到了一个更好的职位，学校就在她妹妹所在的城市，而且后来她还在那里遇到了她的丈夫。但当朱莉生病之后，2个都不选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了。你是想切除乳房保命，还是想留着乳房等死？她选择了活命。还有许多这样的抉择，答案似乎总是很难，却又不言自明。但朱莉每次都从容面对这些选择。但这一次的2选1，这个身体器官轮盘大赌博，她不知道该怎么选。毕竟她还在消化最近一次流产带来的冲击。之前她的孕期持续了8周，期间她妹妹妮奇也怀上了2胎，她俩都不想过早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于是这对姐妹保守着彼此的秘密，并悄悄地在共享的线上日历上标注了自己怀孕前期12周的进程。朱莉把自己的进程标记为蓝色，因为她猜到自己怀的应该是个男宝宝。她给宝宝起了个昵称叫美男。妮奇的标注是奶黄色的，她打算把婴儿房漆成奶黄色，宝宝的昵称则是奶宝。她这一胎也和上一胎一样，想等孩子出生才揭晓性别。
怀孕第8周快结束的时候，朱莉开始出现出血的状况。那时她妹妹刚刚进入怀孕第6周。正当朱莉去往急诊室的时候，她收到了一条来自妮奇的简讯，简讯里有一张 B 超图片，下面写道：嗨，看呀，我有心跳了，我的表哥美男还好吗？爱你的奶宝。奶宝的表哥并不好，奶宝的表哥已经活不下去了。但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朱莉在离开医院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因为当时她对自己的状况已经很有信心了。她这一次入院只是因为遭遇了一个同龄女生都可能面对的普通问题。她的产科医生向她解释说，很多人会在怀孕前几周里发生流产，更何况朱莉的身体之前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这种事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他的医生这样说。一辈子都活在理性的国度里的我，第一次觉得这种答案十分令人信服。毕竟每当医生真的找到一个确切的原因时，那这个原因往往是毁灭性的。而天意、运气、概率这些词则能让人在听到坏消息的时候感觉还有喘息的机会。所以现在当我遇到电脑死机、厨房水管爆裂时，我都会想，这种事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后来朱莉第2次尝试怀孕，她又成功的受孕了。这次奶宝要从表弟或表妹变成表哥或表姐了。这种事儿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这次谨慎起见，朱莉没有给宝宝起名字，她会给胎儿唱歌和讲故事。她到哪儿都怀揣着这个秘密，就像是一颗没有人能看到的宝石。只有她丈夫、她妹妹和我替她一起保守着这个秘密，甚至连朱莉的妈妈也不知道，因为她的嘴可守不住好消息。所以朱莉会对我报告孕期的进度。她还告诉我，麦特在去给胎儿做第1次心跳超声波检查的时候，买了一个新型的气球。而就在那1周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又流产了。检查显示，朱莉的子宫不太适宜胎儿居住，因为里面长了一个纤维瘤，需要切除。但无论如何，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个常见的可以被解决的问题。但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朱莉这样说。这都成了她和麦特的口头禅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那些人们日常爱抱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朱莉没得癌症，世界就一切安好。现在朱莉只需要动个小手术，切除了纤维瘤，就可以继续尝试备孕了。而麦特担心朱莉的身体已经经受了太多折磨，他建议说，或许他们可以考虑领养一个孩子，或者用他们冷冻的胚胎找人代孕。麦特和朱莉一样讨厌冒险，这也是他们相遇时促使彼此惺惺相惜的一个共同点。都已经流产不止1次了，难道不该想个更安全的办法吗？再说了，如果选择代孕，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最佳人选。在最近一次流产去急诊室的路上，朱莉给同事艾玛打了个电话，看她能不能替自己顶班。朱莉并不知道艾玛最近刚和一家代孕机构签约，这样她就能有钱供自己上大学。艾玛29岁，是个已婚已育的妈妈，但她梦想着获得大学的学位，能通过让一个家庭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来帮助自己实现读大学的梦想，她觉得很开心。当朱莉向艾玛倾诉自己子宫的问题时，艾玛毫不犹豫地提出可以为她服务，因为在之前朱莉也曾鼓励过艾玛回到学校学习，甚至还帮助她填写大学的申请表。
朱莉和艾玛并肩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朱莉从未想过，或者有一天艾玛会成为她小孩的代孕妈妈。如果说朱莉一辈子总是在问为什么，那这一次她选择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于是朱莉和麦特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从他们结婚到现在，这种把计划推倒重来的事情已经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新计划是，朱莉先要切除纤维瘤，然后他们会再尝试一次受孕，如果不成功，就请艾玛代孕，如果代孕也不成，就去领养一个孩子。情况就是，在我准备切除纤维瘤的时候，医生发现问题不止一个纤维瘤那么简单，我的癌症又复发了，而且还在扩散。医生们已经束手无策，对我来说，再也没有能呼唤奇迹的神药了。如果我愿意，医生会尽可能延长我的生命，但我也必须舍弃一些东西。所以他们让我选嘛，子宫、结肠什么的。朱莉必须想清楚，为了活命，她愿意留下什么，愿意舍弃什么，舍弃了又能换回多少时间？第54集，2选1。当医生第一次对他们宣布这个噩耗的时候，朱莉和麦特并排坐在医生办公室的塑料椅上，两人同时笑出声来，对着那个忧心忡忡的妇科医生大笑。第二天，他们又在一脸严肃的肿瘤专家面前大笑。到那一周结束时，一位胃肠科医生、一位泌尿科医生和2位会诊的外科开刀医生都听过了他俩的笑声。甚至当他们在等着看医生的时候，他们也在不停地傻笑。每当护士带他们去做检查时，总会寒暄一句，您2位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而朱莉的回答是，我快死了，你过得怎么样？护士不知如何作答，但朱莉和麦特觉得这很搞笑。当医生给他们分析应当考虑切除哪些癌细胞最可能凶猛扩散的部位时，他们也笑个不停。报告医生，我来说2句。现在子宫对我们来说没用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给阴道投保留票，放弃结肠，但最终决定权还是要留给他自己。最终决定权还是要留给他自己。他真的很贴心，对不对？的确，只要你的幽默感不被割掉就好。我也不知道，医生。如果我切除了结肠，挂个粪带，那我留着阴道还有什么用呢？粪带很性感吗？我们手术的时候可以用其他组织做一个假阴道，给你们定制一个。一个定制的阴道，你觉得怎么样？那最好可以收紧一点。他们笑啊笑啊，笑个没完，但最终还是笑出了眼泪。他们笑得有多疯，哭得就有多伤心。当朱莉跟我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我想到当男友对我说他今后10年都不能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还想起了一个来访者在他深爱的母亲过世时笑得歇斯底里，还有一个来访者得知自己的妻子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的时候也忍不住大笑。然后我又想起自己在温德尔医生的办公室全程哭泣的那次治疗，
想起了我的那些来访者大哭的样子，想起了朱莉在过去这几周里痛哭的样子。这就是悲伤，你会大笑，你会大哭，并且不断重复。Lolly， 我的想法是，我比较倾向于保留阴道，舍弃结肠。你看，我的胸已经是假的了，如果再来个假的阴道，我感觉自己和一只芭比娃娃也没什么两样了。我一直在思考，从身上拿掉多少东西，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即使你能活着，但生命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想到人们很少和自己年迈的父母探讨那些二选一的话题，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再说，除非你真的要面对抉择，否则都只是纸上谈兵。什么是你的底线？是失去肢体的行动力吗？那要失去多少行动力呢？是失去认知能力吗？那又要失去多少认知能力呢？当情况触及底线的时候，你的底线还会变得更低吗？朱莉的底线原先是这样设定的：如果我不能再吃正常的食物，或是癌症扩散到我的脑子里，使我不再能有清晰的思维，那我宁愿选择死亡。我过去也曾坚信，要我在肚子上打个洞，方便排泄物流出体外，还不如让我去死。但现在，我关心的只有结肠造口袋，这个一定会让 Matt 对我避之不及的，你说是吧？我第一次在医学院里见到结肠造口的时候，惊讶于它居然不怎么显眼，而且连造口袋都有一系列设计时尚的套子，上面装饰着各种花纹，有鲜花、蝴蝶、和平标志、心形图案，还有珠宝。有一位内衣设计师把它们称为维多利亚的另一个秘密。那你问过他吗？问了，他一定不想伤害我的感受，但我还是想知道，你觉得他会感到恶心吗？我不认为他会感到恶心，但或许他得有一个适应期。他有很多需要适应的东西。接着，朱莉跟我说了在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一次争吵。当时麦特在看电视，但朱莉想和他说说话。麦特一边看电视，一边呀呀地敷衍着朱莉，假装在听他讲话，这让朱莉很生气。你看我在网上找到了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拿这个去问问医生。今晚不行，我明天再看吧。但这很重要，而且时间对我们来说本来就很紧迫。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晚不提癌症吗？一直以来，麦特总是善解人意，尽全力支持朱莉。这是他第一次一反常态，让朱莉大吃一惊。但我没有一个晚上可以松懈。如果能给我一个远离癌症的夜晚，你知道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吗？说完，朱莉冲出卧室，关上了门。1分钟后，麦特跟着他回到了卧室，为自己的崩溃道歉。我压力太大了，这对我来说真的压力太大了。但我知道，这远远比不上你承受的压力。我很抱歉，我刚才太口不择言了。给我看看你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吧。他的话警醒了朱莉。朱莉知道病魔不只影响了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麦特也受到了牵连，但她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并没有跟他讨论我在网上找到的信息。我觉得自己很自私。他完全有权利享受一个不被癌症打扰的夜晚，更何况他娶我也不是为了要经历这些。好吧，虽然结婚誓词上是写着
无论疾病或健康，无论顺境或逆境，等等等等。但这就像你在下载一个软件或申请一张信用卡的时候要签的用户协议一样，你只是按下了同意键，但你并不认为有朝一日其中的条款会适用在你身上。即使真的有什么意外，你也不会料到刚度完蜜月，还没过上新婚生活，意外就找上门了。朱莉在思考她的病会对麦特产生什么影响，这让我很欣慰。因为以前每当我提到麦特要经历这些一定也很不容易的时候，朱莉就会转移话题，避免聊这些。那时朱莉会摇着头说，是啊，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一直都是我坚实的后盾。不说这些了。即使朱莉意识到麦特的痛苦有多深，她也还没有准备好要去面对他。但麦特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一些事情，迫使他要正视一些紧张的关系。这不仅是他们在这段不幸旅程中携手同行的部分，更是有关他俩将要面对的分离的部分。麦特坚持要收回他说的话，但话已经说出口了，就摆在我俩面前。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想要一个不受癌症打扰的晚上。我敢打赌，他肯定希望我现在就已经死了。有一秒钟，我在心里想，我打赌他有时一定会这么想。即使在一段普通的婚姻里，单是要平衡付出和得到就已经够难了，其中总免不了为了迁就对方而把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放到一边。但麦特和朱莉之间的天平是往一边倾斜的，而这种倾斜的状态是固定且长期的。我还知道现实情况比这还要复杂得多，我猜麦特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他才刚结婚，他还年轻，想过一种平凡的生活，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却突然被告知他和朱莉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他能预见自己未来是一名欢夫，他可能要到40几岁才能当上父亲，所以他大概不会希望现状再维持个5年，把生命中最好的5年扑在医院里，照顾他年轻的妻子，看着他的身体被切割摘除。但同时，我也敢打赌，这个经历会撼动他内心的最深处，让他感觉被彻底改变了，但又活在矛盾中。因为曾经就有一个来访者，在他30岁的妻子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的时候，和我分享了这样的感受。而我确信，麦特也会像那个来访者一样，不会想要回到过去，选择和另一个人结婚。然而，麦特现在30多岁，正处于为将来打造根基的人生阶段，身边的其他人都在勇往直前，但麦特无法跟他的同龄人齐头并进了，所以形单影只的他，沉浸在悲伤中的他，感受到的只是彻底的孤独。虽然我认为朱莉没必要了解其中所有的细节，但我也相信，如果能给麦特更多的空间表现出他的感受和情绪，那将会使他们的相处变得充实。如果他们能在俩人仅剩的时间里更深地感受彼此的存在，那么即使朱莉离开了，他也能生动地活在麦特的心里。第55集，对生命的嫉妒。朱莉，你认为麦特说他想要一个不受癌症打扰的晚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历的所有这些事，到处看医生，接连几次流产，我也想有一个晚上能不去想这些事。他还想跟我说说他的研究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附近开了一家新的塔可饼店，你懂的，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会谈论的一些正常话题。但因为我经历的一切，这段时间
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想办法让我活下来。麦特甚至无法和我计划1年后的事，也不能去和别人约会。要想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先死掉。我能理解朱莉所说的意思。其实在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虽然现在麦特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了，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正轨的。但我怀疑这一点对朱莉来说很难接受。你会对麦特感到生气吗？就是那种出于妒忌的生气。会。他小声回答着，就像是在分享一个丢脸的秘密。我告诉他这没关系，麦特可以好好的活下来，朱莉却要撒手人寰，他怎么能不嫉妒呢？他因为我而经历了这一切，我感到内疚，但他还有将来，我又觉得嫉妒，然后我又对自己的嫉妒心感到内疚。我觉得这种情况实在太常见了，就算是在夫妻间的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人艳羡另一个人，却又不能和对方讨论自己的想法。作为伴侣，难道我们不该为另一半的好运而感到高兴吗？这不才是爱的真谛吗？我曾经见过一对夫妻，在妻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同一天，丈夫被公司解雇了。这使得之后的每一天的晚餐时间都过得异常尴尬。她应该分享多少工作中的事，才不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丈夫的感受呢？丈夫又该如何克制自己的嫉妒心，才不至于给妻子泼冷水？当另一半得到了自己求之不得的东西，人们要有多么高尚，才能理性的去接受这一现实呢？昨天麦特从健身房回来时，告诉我今天锻炼得很尽兴。然后我说，那真是太好了。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以前总是一起去健身房，他总会对别人说，我才是身体更健硕的那个，是一个马拉松选手。他会说，他是大明星，我是后进生。然后健身房里认识我们的人就开始这样称呼我俩。我们以前去完健身房之后，总会尽情的做爱。昨天他健身回来之后，也凑过来亲吻我，我也开始吻他，然后我们就做爱了。但中途，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没有让麦特知道。当他起身去洗澡的时候，我看着他走向浴室，看着他身上的肌肉，我想到，以前我才是更健硕的那一个。然后我意识到，不仅仅是麦特在目睹我死去的过程，我也在看着自己死去。每一个能活下去的人都让我感到生气。我的父母会活得比我久，甚至我的祖父母都可能活得比我久。我的妹妹怀着她的第2个孩子，但我呢？朱莉伸手去拿水壶。自从她第1次从癌症治疗中心康复之后，医生告诉她喝水有助于将毒素排出体外，所以朱莉到哪儿都带着一个2升装的水壶。虽然现在这已经不管用了，但她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或者说算是个心理安慰。想到这些确实令人伤心，尤其是当你在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悲伤的时候。我有个主意，你听完得告诉我，这是不是太诡异了？我在想，与其不停地羡慕别人，或许我现在还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帮助我爱的人们迈向新的生活。就说麦特和我们无法一起白头偕老了，我们甚至都不能一起迈入中年。我一直都在琢磨，
对于麦特来说，我的死会不会更像是一场分手，而不是一次婚姻的终结？抗癌小组里的其他女人也会说起与丈夫的别离，但她们大多已经60、70岁了，唯一一个40多岁的，结婚也已经15年了，和丈夫还有2个孩子。我希望麦特记起我的时候，是把我当做他的妻子，而不只是前女友。我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一个妻子，而不是前女友。所以我想，作为妻子，我会怎么做呢？你知道组里那些太太在说起和丈夫的别离时都是怎么说的吗？什么？她们谈论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丈夫会过得好好的。虽然我羡慕麦特的将来，但我也希望他能好好的。如何才能让你放心他会好好的呢？虽然这个想法也让我想吐，但是我想帮他找一个新妻子。你想让他知道他可以再爱一次，这听上去并不诡异。即将离世的人通常都会希望给自己还在世的伴侣留下这样的祝福，告诉对方可以去牵起另一个人的手，再次坠入爱河，告诉对方我们的爱足以包容新的爱情。哦，不，我不是只想给他祝福，我是真的想给他找个老婆。我希望这个礼物成为我留给他的遗产的一部分。当朱莉第一次跟我提起要去乔氏超市打工的主意时，我已经受到了冲击，而现在这个主意听上去更自虐，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我想象着朱莉应该不想看到自己的这个心愿成真，她不可能承受这一切。麦特未来的妻子会给他生下孩子，他会和他一起去远足，一起去爬山，他会抱着麦特和他分享喜悦，像从前的朱莉和麦特一样激情愉悦。当然，世上有爱也有无私，但朱莉是有七情六欲的人，麦特也是。你凭什么认为他就想要这份礼物呢？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抗癌小组中有一位女士的朋友就是这么做的。当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而她的好朋友的丈夫也正步入死亡，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和好朋友各自孤独一生，而且她知道他们俩一定会合得来，因为他们也是几十年的朋友了。所以她的遗愿是，他俩在她的葬礼结束后能去约会一次，就尝试一次。他们遵从了死者的遗愿，现在他们已经订婚了。不好意思。来我这儿的每一位女性都会为自己表达的情感而道歉，尤其是在她们哭泣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也在温德尔的办公室里做过同样的事情。或许男性会预先道歉，把眼泪憋回去。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感到抱歉，只是很难过。你会非常想念麦特的。是的，我会的。我会想念他的一切。他总是容易为一些小事激动，像是一杯拿铁，或是书里的一句话。我会想念他吻我的方式，想念他如果起得太早，就得花10分钟才能睁开眼睛。他会在床上替我暖脚，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会看着我的眼睛，就像是他的眼睛和他的耳朵一起在吸收我讲的所有的东西。你知道我最想念的会是什么吗？是他的脸。我多想再凝视他那张俊朗的脸，
那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一场面课。朱莉已经哭到失声。我多么希望麦特能看到这一幕。你跟麦特说过这些吗？无时无刻不在说。每当他牵起我的手，我会说，我会想念你的手。或是当他在家里吹口哨的时候，他的口哨吹得非常的好听，我会跟他说，我将多么想念他的口哨声。他以前总会说，朱莉，你现在还在我身边呀，你可以牵着我的手，可以听到我的口哨声。现在他会说，我也会非常想念你的。我想他开始接受现实了。我这次真的要死了。你还想再听我说点别的吗？我也会怀念我自己的。我一辈子都在尝试克服自己的各种不安全感，但我现在才开始刚刚真正的喜欢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我会怀念麦特，怀念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但我也会怀念我自己。朱莉又列举了许多她但愿自己在生病之前就能更珍惜的东西。她的胸，她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的胸不够挺，直到她不得不放弃它们。她强健的双腿，她以前总觉得自己的腿太粗了，尽管是这双剑肢支撑她完成了每次的马拉松比赛。还有她沉默的聆听方式，她以前总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太无趣。他会怀念自己与众不同的笑声。5年级时，有个男孩子形容他是嘎嘎的笑，这件事曾像刺一样的留在他心上许多年，直到他嘎嘎的笑声在一间拥挤的房间里吸引了麦特的注意，把他带到他身旁，并向他介绍自己。我还会怀念我那该死的结肠，我以前对他不够珍惜。我会怀念坐在马桶上，怀念拉屎。谁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怀念拉屎呢？朱莉的笑容又变成了眼泪，决堤式的眼泪。每天她都要失去一些她以前不以为意的东西，这和许多我见过的夫妻遇到的情况一样。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当婚姻似乎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才知道缅怀对方的好。许多女性也曾经告诉我，她们总是极其讨厌生理期，但当她们即将进入更年期时，却又会为停经而感到悲伤。她们怀念流血的日子，就像朱莉怀念拉屎一样。然后朱莉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小声说道：我会怀念我的生命。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没关系，我同意，这确实很操蛋。我的心理治疗师都被我逼得说脏话了，我从没有试过像这样大骂粗话。我不希望我的悼词上会写着他满口脏话。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希望悼词上会写些什么，但这次治疗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我只能在心里暗暗记下这件事，
下次有机会再问他。管他呢，喊出来真痛快。让我们再来一次吧，你跟我一起好吗？我们还有1分钟，对吧？一开始我没弄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但当他露出小恶魔的表情，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你是想让我们俩一起？朱莉点点头。这个乖乖女竟然邀请我和她一起骂脏话。安德烈亚最近在我们的督导小组里说过，虽然我们应当对来访者寄予期望，但我们必须保证把自己的期望放在正确的地方。安德烈亚说，如果我无法再期望朱莉能长命百岁，你就得在一些别的事情上抱有希望。我没法以他想要的方式去帮他，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此刻，坐在这里，我忽然发现，或许我可以，至少今天可以。朱莉，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同时大声喊道：操吧，操吧，操吧！喊完了之后，我们几乎喘不上气，心里却异常兴奋。我陪他走出诊室门口，然后和平时一样拥抱他，跟他道别。走廊上，其他来访者也正从医生的房间里走出来。整点差10分的时候，每一道门都会准时打开。当朱莉走出我的房门时，我的同事满脸狐疑地看着我，我猜刚才我们的吼声一定是传到了走廊里。我对同事耸了耸肩，回到房间里，关上门，然后大笑起来，心想，这还真是头一遭。接着，我觉得眼泪在眼眶里涌动，笑到流泪，这就是悲伤。我会怀念朱莉的，为此我也觉得不好受。有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大喊一声操。第56集，渴求的速度。培训期结束后，我在一家非营利性诊所开始了实习期。这家诊所位于一栋时髦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楼上办公室光照充足，一边能看到洛杉矶的山脉，另一边可以望到海滩。但地下室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空间局促像洞穴一样没有窗户的诊室里，摆放着用了几十年的旧椅子、破台灯、破沙发。我们这些实习生就在这里努力积累自己接待的个案数量。每进来一个新个案，我们总会争着接待，因为看的个案越多，学到的就越多，也会更接近实习需要完成的小时数。我们忙于应付实习的各个环节，连轴转的治疗、临床督导，还有成堆的案头工作，却很少注意到我们生活在地下室这件事。我们会坐在充满着爆米花香味混合杀虫喷雾气味的休息室里，囫囵吞下一些食物。我们的午餐永远都是外卖简餐。我们总是边狼吞虎咽边抱怨时间不够用。尽管如此，踏上治疗室这条路还是让我们感到兴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而督导们都充满了智慧，总会抛出一些至理名言，例如，如果你说了那么多，那你一定没有在聆听。又或者是，你有2个耳朵1张嘴，这一构造的比例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阶段只是暂时性的。
我们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迎来取得行医执照的那一天。我们想象着，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帮助人们活得更好，而且我们工作的时间会更合理，工作节奏也不会那么疯狂。当我们蜷缩在地下室里，一边写着病历，一边在手机上查看来访者的预约，我们并不知道地面之上正酝酿着一场变革，一场关于速度、便利和及时满足的革命。而我们所学习的那种要帮助来访者在付出努力后才能取得的渐进但效果持久的心理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过时。其实当时我也在诊所的来访者身上看到了这些发展趋势的苗头，但我更专注于熬过困苦的实习期，而没能放眼看到大局。我当时想，那些人当然没办法慢下来集中精神关注当下，而这就是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的原因啊。我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至少在那个阶段是这样。如果我能早点完成工作，那我就能多陪陪儿子；如果我能快一点哄儿子入睡，那我自己就能早一点上床睡觉，第二天才有力气起床，继续飞速重复这一切。我行动得越快，看到的就越少，因为在飞速移动中，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但我提醒我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只要完成了实习期，我就能开始真正的生活了。有一天，我又在休息室里和其他实习生一起数着我们还需要完成多少小时的治疗，计算着自己最终拿到行医执照时都得是多大年纪了。数字越大，我们心里就越不好受。这时，一个60多岁的督导经过休息室，刚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不管你们能不能完成那些治疗时间，反正你们总有一天要变成30岁、40岁、50岁。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是多少岁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今天过了就是过了，你没法再把它找回来。我们都安静了，今日一去不复返。这是个多么冰冷而可怕的想法。我们知道那位督导是想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还顾不上思考它。速度与时间有关，但也与忍耐力和努力密切相关。思维的速度越快，所需的忍耐力和努力就越少。但要想有耐心，就恰恰需要付出忍耐力和努力。耐心的定义是可以承受刺激、烦恼、不幸或痛苦，而不表现出抱怨、愤怒、急躁或诸如此类的反应。很明显，生活的大部分就是由刺激、烦恼、不幸和痛苦组成的。在心理学上，耐心可以被认为是能够长期承受这些困境，直到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受到悲伤或焦虑，也可以让你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本质上的了解。但当我窝在地下室里努力地为行医执照埋头奋进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协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心理治疗都去向何处了》的学术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接受心理干预的人数比10年前减少了 30%。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控型医疗保险正在不断限制来访者接受谈话性治疗的次数和对此类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对于药物治疗却不加任何限制。报告还说到，仅在2005年，制药公司就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上花费了42亿美元，在面向医生的药物推广上更是花费了72亿美元，这几乎是研发支出的2倍。吞下一颗药片，当然比担起重负去窥探自己的内心要简单和速效得多。而且我也不反对来访者用药物让自己好过一些，
事实上，我曾经非常坚信药物在适当的情况下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这个国家真的有26%的人口需要服用精神类的药物吗？说到底，不是心理治疗没有效果，而是它对如今的人们来说起效不够快。而且现在的病人都已然成了消费者。这里还隐含了一层不言而喻的讽刺。人们想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但殊不知，一开始导致他们情绪问题的就是生活中太过匆忙的节奏。他们以为现在的忙碌是为了以后能够有机会享受生活，但往往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50多年前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现代人总是觉得如果做事不够迅速，就会损失一些时间，但面对省下来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打发了事。弗洛姆是对的，人们不会有多出来的时间去休息或是联系朋友和家人，相反，他们总是试着往时间的缝隙里塞进更多的事情。有一天，尽管我们这些实习医生手头都已经排满了个案，但我们还是央求督导给我们更多新的个案。督导摇了摇头，拒绝了。光速已经过时了，如今人们都是在以渴求的速度行动。确实，我飞速穿越了这段时光。不久，我便完成了实习期，通过了资格考试，搬到了楼上既通风又有风景可看的办公室里。在经历了好莱坞和医学院的2次起跑失误之后，我终于站在了新征程的起点上。我对这个职业充满了热情，年龄的增长也让我更有紧迫感。我走了不少弯路，起步也有点晚，所以即使现在终于可以放慢速度，享受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我也觉得自己还得像实习时一样着急，只不过这一次是急着要去享受我的工作。我发出了一封邮件，向大家宣告我正式开始行医，又做了一些联络工作。6个月之后，我积累了一些个案，但后来来访者的人数似乎就不见增加了。我和其他新医生聊起这个事，似乎大家的情况也都差不多。我加入了一个面向新手治疗师的督导小组。有一天晚上，在我们讨论完各自的病例之后，话题转为讨论我们的职业前景。是我们杞人忧天吗？还是我们这一代心理治疗师注定要没落？有人说，他听说有专门为心理治疗师打造品牌形象的专家，那些专业人士能够帮助弥合大众文化对速度及便利的需求，以及我们所学习与从事的职业之间的鸿沟。我们都笑了，专为心理治疗师服务的品牌顾问，哼，多么可笑！我们敬重的那些祖师爷级别的心理治疗师都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了。但暗地里，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1周之后，我和一个专为心理治疗师服务的品牌顾问通了电话。第57集，今日一去不复返。现在没有人愿意花钱进行心理治疗了。那个顾问说的好像理所当然的样子，他们只想花钱解决问题。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应该如何定位自己以适应新的市场。他甚至建议我提供短信治疗。但他所说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不过，他是对的。在圣诞节之前的那一周，我接到一个30出头的男人打来的电话，
说要来接受治疗。我想搞清楚，该不该和女朋友结婚。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情人节就要到了，到时我必须准备好戒指，要不然他一定会和我分手。我解释说，我可以帮助他厘清思路，但不能保证配合他的时间表。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而我此时对他还一无所知。我们约好了出诊的时间，但就在出诊的前一天，他却又打来电话。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人帮助我，而且那位治疗师向我保证，通过4次治疗解决问题，这样我就能赶上情人节这个大限了。还有一个一心想要找到人生伴侣的来访者跟我说，我总是在交友网站上飞速的筛选对象，结果有几次当我联系对方时，对方对我说之前已经见过面了。当时还在咖啡馆坐了1个小时，但因为我筛选候选人的速度实在太快，我自己都记不住见过什么人了。这2个例子都恰恰反映了督导所说的渴求的速度。渴求当然是一种欲望，但我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渴求，或许它也代表了一种缺少或不足。如果你问我，在我一开始行医的时候，来我这儿看病的人都是为了什么而来，我会说他们都是来希望减轻焦虑或抑郁，或是解决感情问题。但无论个人的情况有何不同，孤独这个元素似乎是共通的。每个人都渴望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情感交流，却又缺少这种交流，这就是一种渴求。虽然人们不会这样表达，但我越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就越能感受到这种渴求，而且我也能在自身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这种渴求。有一天，当我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在网上发现了一个视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雪莉·特克尔在探讨孤独问题。他说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去过一家养老院，在那儿看到一个机器人在安慰一个丧子的老妇人。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海豹，有皮毛和忽闪的睫毛，它能很好地处理和运用语言进行适当的对话。那位老妇人跟那个机器人说着掏心窝的话，而机器人似乎也能注视到她的眼睛，倾听她的诉说。特克尔说，他的同事认为这个海豹机器人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他本人对此感到很惆怅。我惊叹这与我的想法竟然不谋而合。就在几天前，我还在跟一个同事开玩笑说，为什么你不在你的智能手机里安装一个心理治疗师呢？我那时还不知道，很快就会出现许多心理治疗的应用软件，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即刻与心理治疗师连线，让你马上感觉好一些。我对这些应用的态度就和特克尔对海豹机器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将最具人性的工作外包出去呢？特克尔在那段视频中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他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人到底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独处呢，还是无法忍受和别人相处呢？纵观这个国家，不论你是和朋友坐着喝咖啡，还是在公司开会，或是在学校吃午餐，在超市收银台前，又或是在家里的餐桌上，大家不是在发短信，浏览各种社交平台，就是在网上购物，有时还会装着和别人有眼神交流，有时甚至连装都懒得去装。就算是在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里，人们花了钱来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手机震动时想看看是谁发来的信息。这些人往往在做爱或上厕所的时候，听到手机铃声也会想瞥一眼。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我买了一瓶免洗消毒液，放在了我的办公室里。
为了避免干扰，我会建议来访者在治疗期间关掉手机，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但我注意到，治疗结束后，来访者还没走到门口，就已经掏出手机开始查看信息了。难道他们就不能多花1分钟来想想刚刚说的话，让自己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更好地投入诊室以外的世界吗？我发现只要人们一感到孤独，就会拿起一个设备来逃避这种感受。这通常发生在2件事中间的空档里，比如在结束一次心理治疗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在收银台等待结账的时候，坐电梯的时候。人们长期处于受干扰的状态下，似乎丧失了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也丧失了和自己相处的能力。心理治疗的诊室似乎是唯一能让2个人坐下来，不受打扰的相处50分钟的场合了。尽管戴着专业的面具，但对于来访者来说，这每周重复的只属于2个人的仪式，通常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与人交流的极限了。我确实希望诊所生意兴隆，但我也不想为此而牺牲这种人与人交流的仪式。这种想法或许听上去很落伍，做起来还费时费力，但我知道，这能为来访者带来巨大的回报。如果我们创造出一个空间，并投入时间不断积累，我们才有机会偶然发现一些值得等待的故事，而正是那些故事定义了我们的人生。那我自己的故事呢？这么说吧，我倒是没有为自己腾出时间和空间来。渐渐的，我变得忙于倾听他人的故事，埋头于治疗工作，送儿子上学放学，为自己看病，还要谈恋爱。在这些忙忙碌碌的背后，有一个被长期掩埋的真相正在渐渐浮出水面，直到我踏进温德尔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才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一半了。在我的第一次治疗中，这句话似乎莫名其妙的就从我口中蹦了出来，而温德尔马上抓住了这个重点，就像几年前在我实习时那位督导留下的那句话：今日一去不复返。然而日子还是一样飞驰而过。第58集，终极问题。今天早上，我走进温德尔医生办公室时，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了。就在我从对面停车场走到他办公室大楼的途中，今年冬天的第1场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我没打雨伞，也没有风衣，只能将棉质的西装外套举过头顶，一路小跑。此刻我的外套都能挤出水了，头发也湿得卷了起来，妆也花了，湿衣服像水蛭一样的粘在我的身上。我全身都太湿了，完全坐不下来，只能站在候诊室的椅子旁边，琢磨着再过一会儿我该如何体面地出现在自己的诊所里。当温德尔里面办公室的门打开的时候，一位我从未见过的漂亮女士从里面走了出来。和很多来访者一样，她也在抹眼泪。她低着头，迅速经过那道纸质屏风，我听到她咔咔的脚步声回荡在大楼的走道里。她会是 Marga 吗？不 Marga 和我都是温德尔医生的来访者，这已经够巧的了。我们的治疗不可能还挨着吧？一定是我想太多了。但转念一想，或许就像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说过的，人们的胡思乱想总会奇妙地与现实相连。我站在候诊室里，像一只淋湿的小狗一样，直到温德尔的门再次打开。这次轮到我进去了。
我拖着湿漉漉的身子来到沙发旁，选择了位置 B 坐好，调整了一下我熟悉的各种靠垫，让自己的背找到那份熟悉的舒适感。温德尔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房间另一端，猫下身子坐到了他的位子，然后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在我们开始对话之前，还有一个既定的仪式，两人相对无言，在沉默中交流。但今天我把沙发都弄湿了。要不要拿条毛巾给你？你这儿有毛巾？温德尔笑了笑，走到他的百宝箱那儿，扔了几条毛巾给我。我用一条擦干了自己的头发，又将另一条垫在了身子下面。谢谢。不客气。你办公室里怎么还会有毛巾呢？人总是难免会把自己弄湿嘛。温德尔耸着肩回答道，就好像毛巾是办公室的必备用品一样。这多奇怪啊，我心想，但又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周到，就像他之前把纸巾扔给我的时候一样。我在心中默默地记了一笔，我也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备上一些毛巾。于是我们又望着对方，开始无声的交流。我不知该从何讲起。最近我几乎对什么事都很焦虑，即使是很小的事，像是很小的承诺，也会让我不知所措。我变得很谨慎，害怕冒险和犯错，因为我已经犯了太多的错，我害怕自己不再有时间去收拾那些烂摊子了。前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想要放松一下。书中有一个角色将自己持续的担忧形容为一种不间断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永无止境的当下逃离出来。我想，这不就是我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充满了一秒接一秒的担忧。我知道自己的焦虑之所以如此明显而严重，是因为温德尔在我们上一次治疗结束的时候所说的话。但在那之后，我因为要出席儿子学校的活动而取消了一次预约。之后那个星期温德尔又不在，因此他上次说的话已经在我脑子里萦绕了3个星期了。当时我问什么斗争，他说你和死亡的搏斗。今天来这儿的路上，天降甘露于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个合适的时机，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将我徘徊的子宫的事告诉了温德尔。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的跟人说过。如果是在以前，我可能觉得很难堪，但现在我大声地说出了这件事，才意识到自己心里有多害怕。之前温德尔提到过我的悲伤，因为生命已经走过一半而感到悲伤，但在这悲伤之上，还有一层恐惧。我害怕自己像朱莉一样，比预期中更早要面对死亡。对于一个单身母亲来说，留下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生活，简直是最可怕的事了。或许我的病能及时确诊的话，还是可以得到医治的，但如果医生就是查不出病因呢？又如果他们找到了病因却又治不好呢？又或许这一切真的是我臆想出来的，或许可以解决我所有症状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温德尔医生呢？这真是个不错的故事。你觉得这是个故事？是的。这个故事与你这几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令你害怕的事情有关，但同时也和一些别的东西有关。我猜测温德尔会说这是关于回避的故事。自我来他这儿接受治疗起，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和回避有关，而且我俩都知道，回避几乎总是和恐惧有关。
回避看到种种能说明我和男友之间有不可调和之分歧的蛛丝马迹，回避动笔去写那本幸福之书，回避任何与这本书有关的话题，回避正是我儿子在一天天长大这个事实，回避那些说不清的病。我想起了在实习时学到的一句话，回避就是以不面对的方式来面对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回避的故事，对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但我想说的是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关于不确定性的故事。可不是吗？我想，不确定性。我也总会从来访者的角度去考虑他们要面对的不确定性，例如约翰和 Margaret 就不能继续走下去，夏洛特会不会戒酒？但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似乎也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我还能恢复健康吗？我还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吗？我的写作生涯会一帆风顺吗？我的下半生将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真的能活那么久的话。我曾经告诉过温德尔，要绕过那些囚牢里的栏杆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去哪儿。我可以获得自由，但出去之后该往哪儿去呢？第59集，所谓不确定性。记得有一个来访者跟我说过，有一天他下班回家，正要把车停进自家车库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一名持枪闯入者。他很快意识到这名歹徒的同伙正在他家里，跟他的孩子们和保姆在一起。在经历了可怕的折磨之后，幸好邻居报警解救了他们。来访者告诉我，最可怕的不是这个经历本身，而是这事摧毁了他原本的安全感。现在看来，原本自以为是的安全感是多么虚幻。然而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得到，他依旧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在你把车开进新车库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到担心吗？我这样问他。那件事给他们全家造成了太大的创伤，令他们无法继续在犯罪现场居住下去，于是只好搬了新家。他给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会啊，发生2次，这种概率多么微乎其微。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仿佛我问的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我跟温德尔说了这事儿。你怎么理解他的回答？温德尔和我很少谈论我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很紧张。有时我会想，如果是温德尔来治疗我的来访者，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对瑞塔或约翰说些什么呢？如果换一个治疗师，那整个心理治疗的体验都会不一样，因为没有2个医生的处理方法会是完全一样的。再加上温德尔在这一行要比我资深很多，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的老师，就像《星球大战》里天行者和尤达一样。我认为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是理性的，但这也是他在生活中掌控不确定性的方法。一旦你知道了一个真相，你就无法退回到未知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这个真相的影响，他说服自己相信不会再次遇到这样的袭击。所以，你也这么想吗？你如何理解他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确定的态度？温德尔和我回顾了一遍我跟他说过的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分手、写书、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我父亲的健康问题、我儿子很快就会长成大孩子的问题。我会在谈话中提及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日常观察和发现，例如，
我听电台节目说，如今美国总人口的一半都是70年代之后出生的。我说到的每一件事都带着不确定性的影子。我还能活多久？在我死之前又会发生些什么？我对这些事有多少掌控权？你也像你的来访者一样，已经找到了自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你就可以给自己找一条死路，而不是等着厄运来找你。虽然最终结果不是你想要的，但至少是你自己选的。这就像削掉自己的鼻子毁容一样，是在以自损的方式跟现实叫板，仿佛在说，命运，你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我尝试理解了一下这个悖论，将自毁前程作为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如果我自己把生活搞砸了，我就可以给自己找一条死路，而不是等着厄运来找我。如果我死守着一段注定失败的关系，如果我亲手葬送自己的事业，如果我因为害怕就不去正视自己身体上的问题，那我就能让自己虽生有死，但至少这都是我自己选的。著名学者和精神医学大师欧文·亚龙经常说，心理治疗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存在性体验。正因如此，治疗师总是根据每个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去调整治疗方式，而不是只关注来访者心理问题的类别。两个来访者可能会遇到同样的心理问题，好比说，他们都不敢在感情关系中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但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治疗方法可能会不一样。心理治疗的过程是极其特殊的，没有一种一刀切的方式能帮助所有人面对他们最深层的存在性恐惧，也就是亚龙提出的终极问题。这4个终极问题是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死亡当然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经常压抑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就会逐渐增加。我们害怕的不仅是死亡本身，而是那种消亡，那种身份认同的丧失，失去年轻的有活力的自己。我们要如何对抗这种恐惧呢？有时我们拒绝成长，有时我们自我摧毁，有时我们断然无视即将到来的死亡。但亚龙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这本书里写道，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活得更充实，而且可以减少而不是增加我们的焦虑。朱莉和她那些诡异的冒险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个道理。直到我开始医学探秘之旅之前，我从未想过死这件事。即使在生病之后，还有男友的出现让我可以分散注意力，逃避对失去职业生涯和失去生命的恐惧。同时，他的出现也消除了我对孤独的恐惧，这也是4大终极问题之一。单独监禁会让囚犯精神崩溃是有其原因的。孤立会让他们产生幻觉，引发恐慌、偏执、绝望、注意力无法集中、强迫行为以及自杀的念头。当这些囚徒被释放之后，往往会出现社交能力的萎缩，使他们无法与他人互动。其实，正常人也要面对快速生活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渴求和欲望，还有内心的孤独感。当出狱的囚犯面对社会，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形，只不过情况更极端一些。第3个终极问题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自由带给我们的所有存在性困境。从表面上看，自由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个笑话，因为如果像温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愿意绕过那些囚牢里的栏杆，我想要多少自由都唾手可得。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限制。转换职业会变得更难，
移居到另一个城市会变得更难，要另找一个结婚对象也会更难。年纪越大，生活就越固化，有时人们会渴望年轻时的自由。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自己的行为被父母定下的规矩约束着，他们唯一能自由支配的就是自己的情绪。至少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大笑一场，或是耍个小孩子脾气。他们也有权利拥有远大的梦想，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渴望。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已经失去了情绪上的自由。这就是我接受心理治疗的原因，试图再次解放自己的情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这次中年危机更多的是要让自己开放，而不是自闭，是要让自己拓展新的领域，而不是给自己设限，是一次重生，而不是消亡。我记得温德尔说过，我渴望被拯救，但温德尔不是来拯救我，也不是来为我解决问题的，他的存在是要引导我正视自己的人生，继而走好生活中的每一步，在不摧毁自我的前提下，应对生活的无常。我开始意识到，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着丧失希望，而是意味着还存在可能性。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怎能不叫人兴奋呢？我要做的是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不管有没有生病，不管有没有另一半，也不管时间如何无情地流过。所以接下来我将不得不仔细审视第4个终极问题：无意义。第60集，乐高乐园。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迟到吗？我刚打开候诊室的门，就听到约翰跟我讲话。他已经迟到15分钟了，我本以为他不会来了。自从上次爽约之后，他有1个月都没有回复我的留言，后来却又突然跟我说要来治疗。我刚刚还以为今天他又要临阵退缩了呢。此刻，当我们沿着走廊向我办公室走去时，约翰向我解释说，当他刚驶进大厦停车场的时候，还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纠结究竟要不要上楼来。停车场的管理员向他索取车钥匙，但约翰说让他等一下。于是管理员让他把车往出口的车道边上停一停。但等到约翰想清楚要上楼接受治疗时，管理员却告诉他车位都满了。于是约翰不得不去路边找了一个停车位，再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过2个街区，回到了这里。一个人就不能在自己的车里坐上1分钟，整理一下思绪吗？在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猜想他最近可能正深陷困境，感到四面楚歌。他今天看上去不修边幅，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看来安眠药的效果不怎么样。约翰俯下身子坐到沙发上，脱掉鞋，伸展了一下身子，完全躺倒在沙发上，头枕在靠枕上。通常他都会盘腿坐在沙发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摆出这样的姿势。我还留意到今天也没有外卖的食物出现。好吧，你赢了。我赢了什么？你赢得了我的到场。我要来向你解释那个谜团，我要跟你说说我的故事，所以你很走运，这次你赢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输赢之争，不过你来了，我很高兴。饶了我吧，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件事都拿来分析啊？我们切入正题吧，不然一眨眼功夫我又得走了。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正打算去乐高乐园玩。那天我和 Marg 带着孩子们沿着加州的海岸线开车前往位于卡尔斯巴德的乐高乐园过周末，结果路上发生了争执。我和 Marg 曾经约定过永远不要在孩子们的面前吵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还是遵守了彼此的约定。那时我正在拍摄我的第1部电视剧，无论白天晚上都要随时待命，确保每周的剧集能顺利播出。Marg 要独自照顾2个年幼的小孩，还要兼顾平面设计工作的客户。当我一整天都能和成年人打交道时， Marg 不是被困在育儿世界里，就是在家对着电脑工作，我感觉自己快要被压垮了。Marg 每天晚上都期待能见到我，但晚餐时我还要应付工作电话，于是 Marg 就会向我投来死神的凝视。如果因为工作太忙没法回家吃饭，那睡觉之前 Marg 就会要求约翰关掉手机，这样他俩才能不受干扰地聊聊天，一起享受片刻的放松。但约翰坚持说不能让同事联系不到他。我对 Marg 解释，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我不能让我的电视剧以失败收场。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很艰难的开端。那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令人失望，不过评论家们倒是对他赞不绝口，所以电视台答应再给这部剧一些时间，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不过缓刑期很短，如果短期内收视率没有提高，这个剧就要被腰斩了。约翰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并做出了一些改变，其中包括开除了一些蠢货。紧接着，这个剧的收视率就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电视台得到了一部热卖的作品，而约翰要面对的是一位愤怒的妻子。因为新剧的成功，约翰变得更为忙碌了。Marg 问他，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们？当 Marg 对孩子们说，看，爸爸来了，孩子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跑去电脑前，而不是去门口迎接爸爸，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跟屏幕里的爸爸讲话了。最小的小孩甚至都开始管电脑叫爸爸了。尽管 Marg 也看得到，约翰会在周末花时间照顾孩子们，陪他们在公园里玩上好几个小时，带他们去郊游，和他们一起在家里打打闹闹。但即使在这些时候，他的手机也是响个不停。我不理解 Marg 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当我刚成为父亲的时候，就立刻感觉到了我和孩子们之间的亲情纽带。这种情感建立的速度和强度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父子连心的感觉非常强烈，甚至可以说有些过了。这也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母亲去世前对我的爱，这种爱是我之后从未再体验过的。即使是和 Marg 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当然是深爱着 Marg 的，这不用怀疑。我给你讲过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当时是在一个派对上， Marg 站在房间的另一端，笑着听一些傻瓜在聊天。即使是从远处，我也能看得出 Marg 的笑只是出于礼貌，他心中一定在想，这些讲话的人真是蠢货。约翰感觉自己被爱神的箭射中了，他走向 Marg， 用自己的风趣把他真正逗乐。1年之后，他俩就结婚了。但他对妻子的爱和他对孩子们的爱是不同的。如果说他对妻子的爱是浪漫而温暖的，那他对孩子们的爱就像一座火山。当他给孩子们读《野兽国》绘本时，孩子们问，为什么野兽们要吃小孩子呢？这个理由他再清楚不过了。他说，因为野兽们太喜欢小孩了。说着，他假装要吃掉孩子们，然后孩子们咯咯咯地笑到几乎喘不过气。他太理解那种如饥似渴的爱了，所以他在陪伴孩子们的时候，接几个电话又能怎么样呢？他花时间陪他们，宠爱他们，
而另一边关系到他的职业成就，而且说到底，这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经济保障。出身教师家庭的他，从小梦想着自己家能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约翰确实在工作上要承受很多的压力，但他也热爱写剧本，可以创造不同的角色，甚至创造整个世界。这也是他父亲一直向往的事业。不管是凭借运气，还是依靠天赋，或是兼而有之，反正约翰完成了自己和父亲共同的梦想。他无法让自己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所以他跟 Margaret 说，他觉得手机就是天赐的礼物。Margaret 惊讶地说，礼物？约翰回答说，是的，它就是一份礼物，手机可以让他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但 Margaret 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Margaret 不希望当约翰在家时，还要被剧组同事 David、Jack 或 Tommy 打来的电话打扰。有时候聊天聊到一半，有时候接吻接到一半，似乎任何事都有可能中途被电话打断。Margaret 说，我可没有邀请他们在晚上9点参与我们的家庭生活。在出发去乐高乐园的前一天晚上，Margaret 问我，在假期中能不能不打电话？这是一次举家出游，而且只有3天时间，请不要在旅途中接听任何工作电话。Margaret 重申，除非是有人要死了。那个时候，我将最后这半句理解为，除非有紧急情况。对，为了避免更多的争吵，我当时答应了 Margaret 的恳求。孩子们都等不及要去乐高乐园了，这件事儿他们已经谈论了好几个星期。驱车前往乐园的途中，孩子们根本坐不住，每隔几分钟就要问，还有多久啊？我们快到了吗？最后我们决定不走高速公路，而是沿着风景优美的海岸线开车。我和 Margaret 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一会儿让孩子们数海里的船只，一会儿又和他们做游戏，一起编一些傻乎乎的歌曲，每个人都要为歌曲添加一些搞笑的歌词，最后整车人都笑得前仰后合。一路上，约翰的电话都很安静，因为前一天晚上，约翰已经关照了全剧组的人，千万不要给他打电话。除非是有人要死了，他引用 Margaret 的话，如是向剧组转达。有事情自己想办法解决。他安慰自己说，剧组的人也不都是蠢货。这个剧进行得很顺利，剧组的人会处理好所有情况的，一共也就是3天时间而已。当全家人在车里创作搞笑歌曲时，约翰瞥了 Margaret 一眼。他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和第一次见面时我在派对上把他逗乐的时候一样，但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看到他这样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会这样啊，对，就是把手掌贴到我的脖子上，这样我一侧头就能把头搭在他手上。像这样的互动我也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发生过了。孩子们在后座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车里的情景让我的内心感到平静。那个时候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画面里我妈妈正从天堂俯瞰着我，当我妈妈看到我一切都好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就是现在的约翰，一名成功的电视剧编剧，跟亲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块儿，在一车欢声笑语中前往乐高乐园。约翰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坐在后座上，挤在2个哥哥中间，他的父母坐在前面，父亲负责开车，母亲作为副驾驶，总是时刻警觉，还要负责导航。他们也会一起编一些歌词，然后笑得前仰后合。他记得轮到自己的时候，他总是很努力地想赶上2个哥哥，而母亲总是为他创作的歌词叫好。每次妈妈都会这样惊呼，你真是个天才。
那时候约翰还不知道天才是什么意思，他才想那是宝贝儿的一种比较厉害的说法，因为他知道对母亲来说，他就是最宝贝的那个儿子。尽管他的2个哥哥总说他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比哥哥们要小好多岁，但母亲总会说他是一个特别的惊喜。他还记得从后座上看到母亲把手放在父亲的脖子上，就像现在 Mark 和他一样。他感觉心中充满了希望，他和 Mark 一定能回到当初甜蜜的时光。然后约翰的电话响了。第61集，约翰的车祸。电话就放在约翰和 Mark 之间的仪表盘上。约翰瞟了一眼来电， Mark 向他投来死神的凝视。约翰很清楚自己给工作人员留的指示，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千万别给他打电话，除非是有人要死了。他知道今天剧组去外拍，难道是真的出状况了吗？别，我只是想看看是谁打来的。真该死！别他妈的骂我！我们这才离开了2个小时，你说好不接电话的。孩子们都不出声了，手机也不响了，来电被转去了留言信箱。约翰叹了口气，他请 Mark 帮他看一下来电显示，告诉他是谁打来的电话，但他摇了摇头，然后望向车外。于是约翰自己伸出右手去拿手机，这时一辆黑色越野车向他们径直撞来。5岁的格雷斯和6岁的盖比都被绑在他们的幼儿安全座椅上。这2个小孩相差不到1岁，整天形影不离，他们是约翰生命中的挚爱。格雷斯和约翰以及 Mark 都活了下来，但盖比坐在约翰的正后方，撞击点刚好就在这个位置，他当场就被夺去了生命。事后，警察尝试拼凑出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现场有2个证人，但也没能提供什么对案情有帮助的线索。一个证人说那辆越野车突然变线，转弯转得太快了。另一个证人说，当越野车转弯过来时，约翰的车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警察认定那辆越野车司机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法定限度，他被关进了看守所，最后以过失杀人定罪。但这并没有减轻约翰的负罪感，他很清楚，在越野车转弯驶向他们的时候，就在那1/1000秒，他没有正视前方。也可能他眼睛确实仍然盯着路面，但因为手正在仪表盘上找手机，所以分心了。Mark 也没有看见越野车冲过来的那一刻，当时他正望向副驾驶这边的窗外，看着远处的大海，生着约翰的气，不肯帮他查看手机上的来电。格雷斯完全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唯一看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刻的人，似乎只有盖比。约翰最后一次听见儿子的声音是一声刺耳的尖叫，只有一个字，拖着长音，爸。还有那通未接来电，原来是别人打错了。我听着约翰的讲述，内心充满了伤感，不只是为约翰，更为他整个家庭感到难过。我强忍着泪水，但当我看到约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的时候，我发现他丝毫没有流泪的痕迹，他似乎把自己从这件事中抽离出来了，
非常疏离，就像他跟我说起他母亲过世时的情形一样。哦，约翰，这真是太……是的，是的，真的是太让人伤心了。我知道，这真是太他妈叫人伤心了。遇到这种事儿，大家都会这么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真是太叫人伤心了。我孩子死了，这真是太叫人伤心了。这当然叫人伤心，但这么说又能改变什么呢？他们也不会起死回生。所以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这些，这也就是我没有跟你提这件事的原因。我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我这件事有多叫人伤心，我也不需要看到别人难过的表情，愚蠢的怜悯之情。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件事儿，只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心理医生就喜欢分析梦境，对吧？而自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没办法摆脱那个梦境。所以我想倒不如……马尔克昨晚听到我在梦中惊叫，我惊叫着醒来的时候是凌晨4点。我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很想告诉约翰，我的表情里并没有怜悯，那是共情，是同理心，甚至也是一种关爱。但约翰不允许任何人碰触他的感情，也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触动任何人，所以他在一个原本就与人隔绝的处境中更加孤立无援。失去所爱的人是一种极其孤独的体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我想象着约翰的内心是何等伤心和孤独，无论是在6岁失去母亲时，还是失去自己6岁大的儿子时。但我当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约翰，我看得出来，用心理治疗师的话来说，此刻约翰的情绪已经溃堤，他的神经系统正在处于超负荷的状态，最好让他缓一缓。这种情况在伴侣治疗中也会遇到，如果有一方过于愤怒或伤心，那就只能把情感宣泄出来，或暂时冷静一会儿。他需要几分钟来重启自己的神经系统，然后才能继续对话。约翰，跟我说说你的梦吧。盖比16岁了，我是说，他在梦里是16岁，他16岁了，要考驾照。他已经期待了很久了，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在加州车辆管理局的停车场里，他坐在车里，我们站在车外。他看上去充满了自信，他已经开始刮胡子了，我能看到他两颊还有些胡茬。我这才意识到他已经长大了。看到他长大，你有什么感想？我感到骄傲，为他感到骄傲，同时又觉得有点难过。我也不知道，感觉他很快就要离开家去读大学了。我陪伴他的时间足够多吗？我是一个好父亲了。我尽量忍住不哭。我是说我在梦里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骄傲的眼泪，还是遗憾的眼泪，还是天知道。先不说这些，我们在梦里讨论着他考完驾照之后要去干嘛。他说他要和朋友们出去，我跟他说，如果他或他朋友喝了酒，就千万别去开车。然后他说，爸，这我知道，我又不是蠢货。就像那种10几岁孩子的语气，你知道吧？然后我又告诫他，开车的时候千万别玩手机。这个梦是不是很准，沈奈小姐？你可以先讲完。好吧。考官走过来，盖比和我互竖了个拇指。以前我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总会在走进教室之前和我互竖拇指。
就像是在跟对方说你会表现得很棒的。但这位考官总让我觉得莫名的紧张。为什么呢？他就是给我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令人不安。我不信任他，就好像他对盖比不怀好意，他会故意不让盖比通过考试。但我还是站在那儿，看他们把车子开了出去。我看到盖比在车道尽头第一次右转，那个弯转得很顺利。我开始放下心来。但这时门儿哥打来了电话，他说我妈妈一直打来电话，但他不知道该不该接。在梦里我母亲也还活着，我不明白为什么 Mark 连这都要问我，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接起那个该死的电话呢？他有什么理由不能接起那个电话呢？于是他说，你记得吗？我们是说好的不能接电话，除非是有人要死了。然后我突然想到，如果 Mark 接了那个电话，可能我母亲就要死了，她会死掉的。但如果 Mark 没有接那个电话，那就没有人会死，我母亲就不会死。于是我说，你做得对，无论如何都不要接电话，就让电话铃一直响着吧。然后我们挂了电话。我还在车管所等着盖比。我看了看表，他们在哪儿呢？说好了20分钟之后回来的，但现在30分钟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考官回来了，盖比却不在。考官向我走过来，我知道大事不妙。考官对我说，我很抱歉，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个开车时用手机的人撞上了我们。这时我发现，那个考官竟然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向我宣告盖比的死讯，所以她才会不停地给 Mark 打电话。真的有人要死了，那个人正是盖比。有个开车时用手机的蠢货，在盖比考驾照时撞死了他。于是我问，肇事司机是谁？你打电话报警了没有？我要杀了那个人。然后我母亲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才意识到，那个肇事司机就是我，是我杀死了盖比。在盖比死后，我和 Mark 相互痛责对方。在抢救室里， Mark 对我咆哮道，礼物？你说手机是天赐的礼物，盖比才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你这个蠢货。后来当化验报告显示肇事司机醉酒驾驶后， Mark 向我道了歉。但我知道 Mark 还是会在内心深处责怪我，因为我的内心深处也在责怪 Mark， 觉得 Mark 也有责任。如果他不是那么固执，如果他能帮忙看一下来电显示，我就可以2只手都握着方向盘，也就可以更快地做出反应，避开那个醉酒急转弯的司机，让整车的人都脱离危险。而最糟糕的是，永远都没人能说清这事儿究竟是谁的责任。或许那个司机无论如何都会撞上我们，又或许如果我们没有因为争吵而分心，就能避开他的撞击。这个无从知晓的谜折磨着约翰。第62集，破茧重生。我在想，其实这种不确定性也在折磨着所有人。你无从知晓男友为何离你而去，无从知晓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无从知晓你是否能拯救你的孩子。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遇到过未知或不可知的情况，有时我们就是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约翰又继续说回他的梦境。不管怎么说，当我惊叫醒来的时候，你猜我大喊的是什么？我大声喊着爸，那是盖比说的最后一个字。马尔格听到我这样叫喊时被吓坏了，他跑去浴室哭了起来。那你呢？什么？你哭了吗？没。为什么没有？因为马尔格已经在浴室里崩溃了，那我要怎么办？和他一起崩溃吗？我不知道，如果我做了那样的梦，惊叫着醒来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震惊，我可能会有非常复杂的情绪，愤怒、自责、悲伤、绝望，我可能需要释放情绪，打开舒压阀，释放一些压力。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或许我也会和你一样选择麻木，尝试忽略自己的感受，让自己振作。在人们遇到无法接受的情况时，这是完全合理的反应。但我想，或许在某一刻，我还是会爆发的。你得知道，我有2个女儿，我要承担家长的职责，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不能做一个情感上不能自理的人，我不能毁了他们的童年，我不能让他们面对2个被自己儿子亡灵所困扰的父母。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童年，发生的不幸与他们无关，那是我和马尔格的问题。我们有责任振作起来，好好照顾他们。我思考了一下约翰所说的为了女儿们要振作起来，还有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盖比，所以不能再辜负女儿们，以及他认为把自己的痛苦深锁在心底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于是我决定告诉他有关我父亲的兄弟 Jack 的故事。我父亲直到6岁的时候，也就是约翰失去母亲时的年纪，也是盖比丧生时的年纪，仍一直以为自己和姐姐是父母仅有的2个孩子。直到有一天，他在阁楼上翻箱倒柜，偶然发现了一个装着照片的盒子。照片上是一个男孩子，从出生到差不多上学年纪的照片都有。那是谁呀？我父亲问他的父亲。结果，那是他的哥哥 Jack， 5岁的时候死于肺炎。我父亲是在 Jack 去世几年后才出生的。Jack 这个名字从未被提起过。我的祖父母认为不谈论 Jack 的事情才能让自己保持振作，能好好照顾孩子们。但他们6岁大的儿子却受到了打击，感到困惑。他想要聊聊关于 Jack 的事。为什么父母不告诉他 Jack 的衣服都去哪儿了？他的玩具呢？是不是在阁楼上和那些照片放在一起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到过 Jack？ 这个有朝一日会成为我父亲的小男孩想，如果他自己在小时候去世了，父母是不是也会像这样一样把他忘记？你很会讲故事。你努力成为一个好爸爸，但或许做一个好爸爸也包括允许自己拥有所有正常的情绪，过正常的生活，哪怕全身心投入生活，有时候比逃避生活更要艰难。你可以在私底下体会自己的情绪，或是和 Mark 分享，也可以来我这儿和我分享。总之，你可以在成年人的圈层里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或许就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更多的活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的一个新方法，使你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们。如果一直没有人提起盖比的话，孩子们也会觉得困惑。而且如果盖比就在你的家里，不是像 Jack 那样被藏在阁楼上的盒子里，而是可以被家人提及，那对你来说，就算有的时候需要释放心中的愤怒，需要痛哭一场，或者只是绝望地坐一会儿，
这些情绪也会变得更容易控制。我不想像 Mark 那样，他遇到再小的事也会流眼泪。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他一直都在哭，我可没办法过那样的日子。就好像他一直活在过去，而在某个时间点，我做出了抉择，放下过去，继续向前。我选择了向前，但 Mark 没有。我想象着 Mark 坐在温德尔医生的沙发上，就坐在温德尔旁边，手里抱着我最喜欢的靠枕，向温德尔医生诉说着她在痛苦中感到多么孤独，而她只能独自面对，因为她丈夫把自己隔绝在封闭的世界里。然后我又想到约翰自己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看着妻子经历痛苦的折磨，却不忍直视。约翰，我知道表面上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我在想，或许 Mark 这么容易哭，是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承担着双份的悲伤。他不仅为自己而哭，也把你的那份悲伤哭了出来。约翰紧锁着双眉，然后他垂下双目，看着自己的大腿，眼泪滴在了他的黑色设计师款的牛仔裤上，起初只是几滴，很快就成了一泻千里的瀑布。眼泪掉落的速度让约翰根本来不及擦拭，最后他终于放弃了努力，这些眼泪他已经强忍了6年，又或许是忍了超过30年了。约翰哭泣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在治疗中提到过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无论是他和 Mark 为了要不要给女儿买个新手机而争吵，还是他来来回回和我讨价还价能不能在治疗时用手机，虽然看似都和手机有关，但都有更深层的含义。我记起了当我和儿子手拉手出现在湖人队比赛现场时，约翰说过，这种好事可不会一直有。还有，他今天在治疗开始前说的，你赢了，赢得了我的道场。但或许其实是他赢了，让我此刻有幸在场。毕竟是他选择了今天来到这儿，告诉我这些。同时我还想到，当我们面对那些无法言说的痛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把自己唾弃的自我从心里剥离，再塑造一个带着自恋特质的假象，把不想要的那部分自我隐藏在假象的背后。你会对自己说，是的，悲剧确实发生了，但我没事儿，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因为我很特别，我是天降的惊喜。当约翰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是将母亲留给他的美好回忆当作盾牌，将自己保护起来，保护自己不受生活中不可预知的恐怖的威胁。或许他在成人之后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抚自己的。在盖比死后，他执着于塑造自己特殊的形象，因为支撑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他身边都是蠢货。约翰一边哭一边说，他来之前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不是想要来这里让自己情绪崩溃的。但我向他保证，他这不是情绪崩溃，而是正在破茧重生。第63集，人类如何做出改变？在心理学中，将心理过程阶段化的理论比比皆是。毫无疑问，阶段模型使过程显得规整、清晰且具有可预测性，自然就容易受到大家的欢迎。
任何学习过心理学入门课程的人都可能会接触过弗洛伊德、荣格、埃里克森、皮亚杰和马斯洛提出的发展阶段模型。不过有一个阶段性模型，我倒是几乎在每次治疗的每一分钟里都铭记于心，那就是完成一次改变所需经历的各个阶段。如果说心理治疗要引导人们从现状走向他们的理想状态，那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改变的呢？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詹姆士·普罗查斯卡的心理学家提出了行为转变阶段模式的理论。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不会像耐克广告语说的那样，或是像立下新年目标那样说干就干，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一个连续的阶段性的过程来达成改变。从未准备阶段到犹豫不决阶段，再到准备阶段、行动阶段、维持阶段。比如说，你想要做出一项改变，或是多锻炼身体，或是结束一段关系，又或者是第一次尝试心理治疗。在你切入正题之前，你处于第一阶段，未准备阶段，也就是说，你根本都没有想去改变。有些治疗师会把这个阶段和否认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你自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当夏洛特刚来找我的时候，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只有在应酬时才喝酒的人。当他在讲述他母亲如何靠酒精来自我麻痹的时候，完全未将此与自己喝酒的问题联系起来，于是我就意识到他正处于未准备阶段。当我就他自己的饮酒问题质问他时，他选择闭口不提，表现出不耐烦。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都会出去喝酒，或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通过提出另一个问题来摆脱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如先别管这个了，我们来聊聊那个吧。当然，治疗师不是说客，我们不能说服一个厌食症患者去吃东西，我们无法说服一个酒鬼不去喝酒，我们也不能说服有自毁行为的人停止伤害他们自己，因为此刻只有自毁才能满足他们。我们能做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向他们展示如何对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内在或外在总有能做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向他们展示如何对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内在或外在总有一天会发生改变，从而让他们自己能说服自己。对夏洛特来说，促使他改变的是那场车祸和他被控酒驾，这使他步入了第二个阶段，犹豫不决阶段。犹豫不决阶段充满了矛盾的情绪。如果说未准备阶段是否认，那么犹豫不决阶段就是抗拒。在这个阶段，当事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也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且理论上不反对采取行动，但又似乎就是无法让自己落实去做。正如夏洛特虽然为自己的酒驾行为感到不安，而且被强制参加一个戒酒互助小组，但他去的并不情愿。直到他因为没能在指定的时间参加课程，而不得不花费昂贵的费用聘请律师申请延期之后，他才真正准备好要对自己的饮酒问题采取切实的行动。人们通常会在犹豫不决阶段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一个异地恋的女士说，男友一直推迟计划，不肯搬到她的城市来。她也意识到他或许不会来了，但就是无法和他分手。一位男士知道他的妻子有外遇，但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他却为妻子找借口，说服自己妻子可能在哪里，为什么不回短信，这样他就不需要与他当面对质了。在这个阶段，人们会采取拖延的行为，
或是通过给自己捣乱来避免面对改变，其实那将是积极的改变。因为当人们不知道改变会带来什么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放弃现有的东西。这个阶段的痛点是改变意味着失去，而新情况又叫人不安。虽然在朋友或伴侣这些旁观者看来，这个像仓鼠跑轮一样的过程让人发疯，然而当事人就是需要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过程，重复的次数甚至会多到令人觉得荒谬。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最终准备好要去改变。我想好了，我要尝试减少喝酒的量，比如从每晚3杯红酒减少到2杯，或是如果晚餐时要喝酒的话，吃早午餐的时候就不喝鸡尾酒了。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酒精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有屏蔽焦虑的效果，但他还是无法找到一个替代品或替代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就连精神科的医生开的药物也没有用。为解决他焦虑的问题，我们决定每周多加1次治疗。那段时间里，他的饮酒量减少了。他一度以为这样就足以控制喝酒过量的问题了，但每周2次的心理治疗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夏洛特再次肯定他对我上瘾，于是又回到了1周1次的模式。自那之后，只要一有机会，比如当夏洛特说他去约会时又喝醉了，我就会向他建议参加门诊治疗项目，但他每次都摇头拒绝。别啊，不是，那些项目会完全禁止人喝酒的。我还是希望可以在吃晚饭的时候喝1杯吧。而且如果饭桌上大家都喝酒，只有我不喝，那多尴尬。在饭桌上喝醉也是很尴尬的哦。是啊，但我现在已经喝得少了。那时他确实喝得少了，而且还在网上查阅了有关喝酒上瘾的文章，这说明他已经处于第3个阶段，准备阶段了。对夏洛特来说，他很难在和自己父母的长期斗争中做出让步。爸爸妈妈，如果你们不以我想要的方式来对待我，我是不会改变的。他下意识地在心中绑定了一个协议，如果他的父母不改变他们的习惯，那他也不会改变他的习惯。这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协定。而事实上，只有当夏洛特能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他和父母的关系才会发生改变。2个月之后，夏洛特脚步轻快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放在他宝座的扶手上。我有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戒酒门诊项目？他终于进入了第4个阶段，行动阶段。在行动阶段，夏洛特尽职尽责地每周花3个晚上参加戒酒互助小组的活动，以此填充平时喝酒的时间。他完全戒酒了。最终目标当然是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维持阶段。这也意味着当事人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改变后的成果，但这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倒退的现象。当遇到压力或一些特别的诱因时，例如身处一家特定的餐厅，或是以前的酒友突然给你打电话，都会触发旧时的行为卷土重来。这个阶段将会困难重重，因为人们想要改变的行为实际已经深深嵌在了他们生活的肌理中。有成瘾问题的人，无论这种成瘾的对象是一种物质，是戏剧化，是消极的情绪，还是一种自我挫败的活法，都容易和其他有成瘾问题的人为伍。但当一个人处于维持阶段的时候，他通常可以在正向的支持下回到正轨。第64集，
不会改变还是不能改变？没有了红酒和伏特加的影响，夏洛特更容易集中精神了。她的记忆力变好，感到不那么累，也更有动力了。她申请了研究生院，加入了一个慈善机构，为她喜欢的动物出一份力。她也终于第一次和我谈起与母亲之间僵持不下的关系，并开始尝试以一种更平静温和的方式和母亲交流。那些朋友叫我出去，我都不去了。就那种什么难得过生日只喝一杯，27岁生日一辈子只有一次，但只要去了就会跟他们喝大的朋友。我现在宁愿和一群新朋友共度生日的夜晚，他们会为我准备我喜欢吃的菜，还会为我调制一系列不含酒精的饮料。我发现那样也挺快乐的啊。但夏洛特始终还有一个无法摆脱的瘾，那小哥。挑明了说吧，我不喜欢那小哥，不喜欢他的腔调，他的不诚实，还有他在对待夏洛特时轻佻的行为和态度。这一周和女友在一起，下一周又没有女友了。这个月和夏洛特在一起，下个月又不在一起了。当我打开候诊室的门，看到他坐在夏洛特旁边时，我真希望我的表情能告诉他，嘿，我已经盯上你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汽车广告里驾驶座上的狗妈妈一样，充满了保护欲，但我并没有正面投入战斗。夏洛特在给我讲述他俩的最新进展时，常常会在空中晃动着他的2只拇指，像在手机键盘上打字那样跟我说，然后他说，后来他又说，然后我说。你们是在短信中进行这段对话的吗？啊，对啊，怎么了？其实用短信来探讨2个人关系的进展是会有很多不便的。你不能看着对方的眼睛，即使你感到沮丧，你也无法握着对方的手给他安慰。啊，不会的，我们也会用表情包。我想到了男友要和我分手时的情形，当时那种轰然的死寂，还有他不断抖动的腿，都透露着他内心的意愿。如果那天晚上我们是在发短信商量买电影票的事，或许当时的他还要再等上几个月才会对我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我知道对夏洛特来说，我就是个老古板，他们这一代就是这样我行我素，倒是我必须让自己跟上时代。今天夏洛特来的时候眼睛都红了，他在社交网络上发现那小哥又和那个所谓的前女友在一起了。他一直都说他想要改变，但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觉得他有可能会改变吗？我想了一下夏洛特所处的转变的阶段，又想了一下那小哥可能所处的转变阶段，还想到了那小哥的所作所为，就像是重演了夏洛特父亲以前经常消失的行为。如果夏洛特再做出改变，而别人却不断重蹈覆辙，这对他来说可能会难以接受。他不会改变的，是不是？他或许是不想改变，你父亲可能也是一样。夏洛特紧抿着嘴唇，像是在思考一个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虽然他费尽力气想要让这些男人以他想要的方式来爱他，但如果他们不想改变的话，他也不可能改变他们。这在心理治疗中是一个常见的情况。有一个来访者的男友不想改变每个周末抽大麻看电竞比赛的习惯，有一个来访者的孩子不想为了努力备考而放弃搞音乐，还有一个来访者的配偶不想为了工作减少出游。有时候你希望另一个人改变，但这并不在那个人的计划之内，
即使他们嘴上跟你说会改，也未必真的会改。但是，我还是会不断努力让他们改变的。我点点头，但心里知道，他们不会改变，要改变的是夏洛特。每一段感情关系都像是一支双人舞，那小哥有他自己的舞步节奏，先接近，接着后撤，而夏洛特也有自己的步子，先接近，然后受伤。这就是他们这支舞蹈的跳法。不过，一旦夏洛特改变了自己的舞步，那就会发生以下这些情况。那小哥也必须改变他的舞步，不然他就会被绊倒，会摔跤。又或者，那小哥就得离场，另找别的舞伴去踩别人的脚。夏洛特彻底戒酒4个月后，第一次破戒是在父亲节。他父亲说好了要在这一天飞过来和他一起过节的，却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不过，这也是3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夏洛特不喜欢这支双人舞的跳法，所以他决定换个舞步。自那天以来，他一直滴酒未沾。我不能再见那小哥了。洛丽，你别笑，真的，是真的，我这次是认真的。在他处于准备阶段的这几个月里，这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了。我可以换个治疗时间吗？当然了。看来今天他准备好要采取行动了。我回想起我之前就建议过夏洛特换一个治疗时间，这样他就不用每周和那小哥在候诊室里共处。但当时的夏洛特还没有准备好考虑这个建议。我为夏洛特安排了一个新的治疗时间，他将预约时间存进了自己的手机里。在今天的治疗结束时，夏洛特照样收拾起他的各种随身物品，走到门边，像往常一样流连了一会儿。那我们周一见了，他轻声说道。他心里知道我们的这一招会叫那小哥摸不着头脑。下周4的时候，他大概会很奇怪夏洛特怎么不在。我心想，就让他去想破脑袋吧。当夏洛特向过道走去时，那小哥也刚好结束治疗走出来。麦克和我相互点头致意，但都面无表情。或许那小哥跟麦克讲过了他的女友的事，或许整个治疗中他们都在谈论他是如何对别人耍花招，误导别人，欺骗别人的。他已经这样对待夏洛特2次了，连夏洛特也说，对，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也可能是那小哥根本就没对麦克提起过这些事，或许他根本没准备好要改变，又或者他根本对改变不感兴趣。第2天，当我在督导小组里谈起那小哥的问题时，伊恩淡淡地说道：“罗莉，我送你3个字，由他去，他又不是你的来访者。”我这才意识到，我也应该和夏洛特一样，把那小哥从我的脑子里拿走。第65集，父亲们。在一次迟来的新年大扫除中，我找出了以前读研究生时的一些学习资料。那门课研究的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我翻看着自己当时做的笔记，想起了弗兰克尔的一些生平故事。弗兰克尔生于1905年，少年时代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和弗洛伊德有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后来他研读医学，并将心理学和哲学相结合，四处讲学，探讨精神医疗里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他将其称为意义疗法。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总是趋向于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也就是他最著名的快乐原则。而弗兰克尔则坚信，人们最主要的驱动力不是以快乐为导向的，而是趋向于寻找生命的意义。在他30多岁的时候，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身为一个犹太人，弗兰克尔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虽然得到了美国签发的移民签证，但弗兰克尔不想抛下自己的父母，于是放弃了移民。1年之后，纳粹强迫弗兰克尔的妻子进行了人工流产。几个月后，他和他家人们一起被送进了集中营。3年之后，当弗兰克尔终于重获自由，他才得知自己的妻子、哥哥和父母都已经被纳粹杀害了。在这种环境下，自由可能让人感到绝望。毕竟对弗兰克尔和那些和他一起获释的人来说，他们所抱的希望都在重获自由的那一刻幻灭了。他们在乎的人都死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消失了。但弗兰克尔重获自由之后，撰写了有关适应性和精神救赎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在书中，他不仅通过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阐述了他创建的意义疗法，还分享了意义疗法在更为平凡的生活中的应用。他写道：一个人可以被剥夺任何东西，除了这个人最后的自由，在既定的环境下选择自己抱持什么态度的自由。事实上，在经历了人生劫难后，弗兰克尔选择了再婚，还生了个女儿，在学术上辛勤笔耕，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在全球各地进行演讲，直到他92岁离世为止。在我的线圈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字：反应与回应。前者是条件反射，后者是有意识的选择。看着这些笔记，我想到了自己和温德尔的谈话。正如弗兰克尔所说，即使是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如何回应。也就是说，当约翰面对他母亲和孩子的去世，当朱莉面对绝症，当瑞塔面对遗憾的过往，当夏洛特面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们也都有自由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不管是面对极端的痛苦经历，还是要和某个难相处的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我想不出有哪个来访者的情况是不适用于弗兰克尔的观点的。意义疗法创立已经超过60年，在今天依然适用。正如温德尔对我说的，我也可以选择，那个囚禁我的牢笼，栏杆两边都是敞开着的。我尤其喜欢弗兰克尔书中这样一句话：在刺激和回应之间还留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回应的方式，我们所做出的回应包含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我从前从来没有为了预约治疗时间之外的事给温德尔写过邮件，但此刻我意外地发现，就像我的现实处境在平行世界中的镜像，我被震惊了，忍不住想要和温德尔分享。我找出了他的邮箱地址，写道：这不正是我们那天所聊到的吗？我想关键就在于要找到那个难以琢磨的空间。几个小时之后，温德尔回信了。我一直都很欣赏弗兰克尔，你引用的句子非常美妙。我们周3见。这个回答非常温德尔，热情诚恳，但又清楚地表明心理治疗仅限于面对面的前提下。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打电话时，他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却出乎意料的健谈。
但他的回复还是在我的脑中萦绕了一整个星期。我完全可以把我发现的这个句子摘抄给其他朋友，他们一定会对其大加赞赏，但效果一定和现在不一样。温德尔和我处在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他能看到一些我身边的人观察不到的东西。当然，同样的，我向家人和朋友们展现的那一面，温德尔也不可能看得到。但就那封邮件来说，没人能像温德尔那样准确理解其背后的潜台词。在这之后的那个星期三，温德尔在治疗时提起了那封邮件。我也跟我妻子分享了那段话，在刺激和回应之间还留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的回应方式。我们所做出的回应包含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事实上，我妻子还准备在之后的一个演讲中引用这段话。在此之前，他从未提及他的妻子。我当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从网络侦查中获知了有关他的一切。我假装从未在领英的网站上看过温德尔妻子的职业档案。哦，您的妻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她在一家非盈利机构工作。哦，有意思。但有意思3个字音调高得有些不自然。温德尔看着我，我很快换了个话题。有一个瞬间，我想了一下，如果此刻我是治疗师，那我该怎么做？有时候我很想说，我不想那么做。但这就像是你坐在汽车后排，方向盘并不在你的手里。我还是得安心当一名来访者，这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控制的欲望。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像是来访者在控制治疗的内容，决定说什么或不说什么，确立治疗的内容和主题，但事实上，治疗师会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大局，选择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是做出回应还是暂时搁置，注意哪些细节或不去注意哪些细节。在当天的治疗中，我还说起了我的父亲。我告诉温德尔，他又因为心脏的状况住进了医院。虽然他现在情况稳定了，但我还是害怕会失去他。我对他生命的脆弱有了新的认知，我开始真切地认识到他不会永远都在我身边。真的，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无法想象我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不能向他咨询建议，无法想象我俩再也不能一起为有趣的事情开怀大笑。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能比得上跟父亲一起开怀大笑了。我的父亲几乎在任何话题上都那么博学，他是那么爱我，又是那么慈祥，不仅是对我，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善良。尽管我父亲既睿智又风趣，但每当人们说起他，总会首先提到他真是一个可亲的人。我能想象到。当年在东海岸上学的时候，我非常想家，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留在那儿。父亲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我的苦楚，于是坐上了飞机，飞越3000英里，就为了和我在宿舍对面的公园里的长凳上坐坐，在寒冷的冬天里听我倾诉。他就这样陪我倾诉了2天，等我感觉好多了，他才飞回家。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件事儿了。还有，上个周末，我儿子打完篮球比赛之后，当男孩子们跑去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说，他前一天刚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在葬礼之后，他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身边，那个女儿现在30多岁。父亲走上前去对他说，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他每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说，我为 Christina 感到骄傲，然后他会向我们细数你所有的成就。事实确实如此，但 Christina 却大为吃惊。Christina 说，她从来没有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说着，瞬间泪流满面。我父亲也感到非常惊讶，但后来他意识到，其实他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跟我聊过类似的话题。他有表达过吗？或者他表达的足够多吗？所以我父亲在我儿子打球的体育馆外对我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想明确地让你知道。他害羞地说，显然这样的交流让他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总是习惯听别人讲，而把自己的情绪保留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告诉他，我知道，因为父亲已经用数不清的方式表达了他为我感到的骄傲，虽然我在倾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是那一天，我忍不住揣测父亲背后的潜台词，我已经时日不多了。我俩站在原地相拥而泣，尽管路过的人群禁不住都要打量我们，我们也不以为意，因为我俩都知道，这是我和父亲告别的开始。第66集，真相的包袱。当你正要睁开眼看世界，他的眼睛却即将闭上。温德尔说道，他觉得这句话苦中带着甜，却又千真万确。我的觉醒正发生在一个恰当的时刻。我很欣慰能和他拥有这样的瞬间，这非常有意义。但我不希望他有一天突然离世，我却发现一切都太迟了，发现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没能和他坦诚相待。温德尔点点头，我感到一丝不安。我突然想起温德尔的父亲在10年前就是突然离世的。当我在网上搜索温德尔的时候，我从他母亲的采访里读到了他父亲过世的故事，后来又看到了他父亲的布告。温德尔的父亲似乎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直到他突然倒在了餐桌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聊起关于父亲的话题会不会让他感到痛苦，我也担心如果我再多说些什么，就会暴露自己知道了哪些不该知道的信息。所以我立刻收住了话题，不去想治疗师最重要的职业技能，就是去听到来访者没说出口的那些事。几个星期后，温德尔对过去的几次治疗进行了评价。他说，我似乎一直在修饰自己的表现。他还说，他认为这是从我发给他维克多·弗兰克尔的那段话，且他在治疗中提到了他妻子的时候开始的。他想知道他提起妻子的事对我有怎样的影响。哦，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掩盖上网搜索自己的治疗师这件事儿上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又看看温德尔的脚。他今天穿了一双蓝色人字花纹的袜子。当我抬起头的时候，看到温德尔挑着右边的眉毛正看着我。然后我意识到了温德尔想说什么。他认为我在嫉妒他的妻子，他认为我想要独占我的心理治疗师。来访者对心理治疗师产生浪漫移情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要说我对温德尔产生了迷恋，真是让我觉得很搞笑。我看着温德尔，他穿着米色的针织外套，
卡其裤，时髦的袜子，他碧绿的眼睛正盯着我。有一瞬间，我想象了一下做温德尔的妻子会是什么情形。我曾看到过他和他妻子的合影，那是在一个慈善活动上，两人手挽着手，打扮得很隆重。温德尔微笑地望着镜头，他妻子则充满爱意地望着他。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心里确实腾起过一丝的嫉妒，但并不是嫉妒他的妻子，而是因为他俩拥有我想要却得不到的那种关系。但我越是否认自己有浪漫移情，温德尔越是不会相信我，他会觉得我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当那一次的治疗还剩下20分钟的时候，作为一名来访者，我也能感受到治疗中时间流逝的节奏。我知道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僵持下去，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好吧，我在网上搜索了你。我为了让自己不再上网搜索男友的消息，结果却变成了搜索你的信息。所以当你提起你太太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对她有所了解了，还有你的母亲。我读了你母亲的那篇采访文章。说完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的下场是什么，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儿吧。可能就像一股龙卷风席卷这个房间，以某种无形却又无法弥补的方式改变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等待着我们之间的一切变得疏远，变得不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暴风雨来了又走了，留下的不是废墟，而是一阵清新。我感觉轻松了，仿佛放下了一个包袱。如果你要分享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意味着你需要面对这个真相，但同时你也将获得一项回报，那就是自由。真相能把我们从羞愧中解放出来。这样我就懂了。我很抱歉，我不该那么做的。我的行为侵入了你的私生活。没关系，我能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我为你高兴，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谢谢你，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也会得到这样的幸福。接着我们又用有声的对话重复了类似的内容。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我的好奇心，为什么我对此避而不提？我明明了解了很多有关温德尔的事，却又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想象着当我坦白了之后，我俩之间会发生什么？我现在又是怎么想的？事实上，我也问了他，得知我上网搜索他之后，他是怎么想的。我问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我也是个治疗师，但或许也是因为我现在是个来访者，我就是很想知道，在我找到的这些信息中，有没有什么是他不想让我知道的？我这么做会不会改变他对我的看法？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相处？他的回答中只有一点令我非常震惊，他从没读过那篇采访他母亲的报道，他根本不知道还能在网上找到那篇采访。他知道他母亲曾经为那个组织做过这样的一次采访，但他以为那是内部存档用的。我问他会不会担心别的来访者也看到过这篇采访，他靠在沙发上，深吸了一口气。我第一次看到他眉头皱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得好好想一想。弗兰克尔所说的那段话又浮现在我脑海里。他在外部刺激和回应之间创造空隙，让自己能选择自由。治疗时间结束了，温德尔像往常一样拍了拍大腿，然后站起来。
我们向出口走去，但我在门口停下了脚步。我对你父亲的事感到难过。谢谢你。你想他吗？每天都想，我没有一天不想他的。我也会这样想念我的父亲的。温德尔点点头，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心里想着我们各自的父亲。当他向后退了一步为我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似乎湿润了。我还有很多事想要问他，他父亲突然倒下之后，他现在能够释然了吗？我想到儿子和父亲之间总有各种感情羁绊，充满期盼又渴望得到认可。温德尔的父亲有没有告诉过他自己为儿子感到骄傲？尽管他拒绝了继承家族企业而去开辟自己的前途，但是不是正因为这样，父亲才更为他感到骄傲呢？我无法知道更多关于温德尔父亲的事了，但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治疗中讨论有关我父亲的事。通过这些讨论，我会清楚地知道，虽然当初我想找一位男性治疗师是为了在分手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个客观的意见，但事实上，我得到的是一个父亲的分身，因为我的父亲也总是能把我看清、看透。67集，完满还是绝望？瑞塔穿着时髦的休闲裤和舒适的鞋子坐在我对面，详细地向我解释为什么她的生活令人绝望。瑞塔在大部分治疗中所说的话就像是一首挽歌，今天也不例外。但令人困惑的是，虽然她坚称自己的生活中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但其实她一直在改变，有的变化可能只是在细微之处，有的则意义深远。当瑞塔和 Melon 还是朋友的时候，当 Melon 还没有跟兰迪在一起的时候， Melon 帮瑞塔做了一个网站，让他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分类放到网上。 Melon 对瑞塔说，这样他就可以有系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同时又可以把作品分享给别人看。但瑞塔当时认为自己不需要一个网站，因为谁会来看呢？ Melon 说，我会的。3周之后，瑞塔的网站确实只有1个访客，加上瑞塔自己就是2个。我其实算得上是喜欢这个网站，它看上去很专业。一开始的2个星期，我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浏览自己的网站，然后想一些新项目的点子，再想象一下新作品放到网站上展示的样子。但随着麦伦开始和兰迪约会，我对网站的热情也消退了，除了我也没什么访客。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必要发布新的作品呢？而且反正我也不懂要怎么更新这个网站。后来有一天下午，瑞塔刚好在公寓大堂里撞见了 Melon 和兰迪手牵着手。为了让自己好过一些，他立刻动身前往美术用品商店，一掷千金购入了大量画材。当瑞塔提着各种画材走到公寓门口时，突然被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的几个孩子撞倒了。瑞塔提着的袋子里装满了画笔、刷子、丙烯酸颜料、水粉颜料、画布，还有好几盒粘土，全都滚落出来，他自己也差点跌倒。幸好有一双强壮的手在最后1秒扶住了他。这双手的主人是孩子们的父亲凯尔，也就是瑞塔从猫眼里窥视过很多次但从未谋面的那个人。凯尔就住在瑞塔的对面，他就是嗨亲人们那一家的男主人。
要不是他及时出手相救，瑞塔的髋关节恐怕就要摔断了。凯尔叫孩子们为自己的横冲直撞向瑞塔道歉，他们帮瑞塔捡起了所有画材，并帮他拿进了屋里。瑞塔由起居室改造成的艺术工作室里摆满了他的作品，画架上放着肖像画和抽象画，拉胚机旁边放着一些陶艺作品，墙上的木板上还挂着一些未完成的炭笔画。孩子们简直像是来到了天堂，凯尔也惊呆了。他说：“您真有才华，真的很有天赋，您应该出售这些作品。”然后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不久，凯尔的妻子安娜回来了。嗨，亲人们，她如常呼唤着家人们。孩子们则央求妈妈和他们一起去对面看看艺术奶奶的起居室。当时瑞塔一如往常地处在门口的猫眼前，邻居来敲门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后退，于是他默数了几秒才应道：“谁啊？”然后佯装吃惊地开门迎接他们。小家伙们想让我教他们画画。哦，5岁的那个叫索菲亚，7岁的那个叫爱丽丝，他们太可爱了，但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可爱风格，一个更萌一点，一个更鬼机灵。说回来，于是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共进家庭晚餐，我觉得这就相当于学费吧，我不想搞得太复杂。有一天下午，安娜回家后照例呼喊道：“嗨，亲人们！”当时索菲亚和爱丽丝正在我的起居室里画画，2个孩子大声回应道：“哈喽！”随后爱丽丝望着我，问我为什么不跟妈妈打招呼。我如实说：“我不是你们的亲人呀。”但爱丽丝却说：“你是啊，你是我们加州的奶奶。”孩子们的祖父母住在查尔斯顿和波特兰，他们常常都会来探望孩子。但安娜说，我才是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见到的人。那时，安娜在自家起居室的沙发上面挂了一幅瑞塔画的画，瑞塔还为孩子们的房间定制了2幅画。给索菲亚画的是一位舞者，给爱丽丝画的是一只独角兽。女孩子们高兴坏了。安娜很想付钱给瑞塔，但瑞塔拒绝了。她坚持要把这些画作为礼物送给这家人。最终，身为电脑程序员的凯尔说服了瑞塔，让他在瑞塔的网站上增添了一项新的功能——线上购物。他还给索菲亚和爱丽丝的同学的家长们发了一封邮件，推荐瑞塔的作品。很快，瑞塔就开始接到定制儿童肖像的订单了，还有一位家长买了他的陶艺作品放在自家餐厅里。鉴于瑞塔生活中取得的这些进展，我以为他的心情会变得好一些。他开始焕发生机，生活的也不那么拘束了。每天都有人跟他聊天，他也能和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人分享自己的作品。他不再像一开始来见我时那样把自己隐藏起来，但他依然生活在一片乌云的笼罩下，即使他感到快乐或欣喜或其他任何情绪。我想还行吧，已经是他最为积极的评价了。瑞塔的心中一直在上演着一部悲情连续剧。如果 Melon 在健身房停车场里和他说的话是真心的，那他一开始就不会跟讨厌的 Landy 约会，而是应该跟瑞塔约会，还有亲人家庭。但我知道，无论他们对我多亲切，也毕竟不是我的家人，所以我最后还是会孤独地面对死亡。瑞塔似乎陷入了心理学家艾瑞克·埃里克森所说的绝望境地。在20世纪中叶，
埃里克森提出了社会心理发展的8个阶段，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依然引导着心理治疗师们的思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模型直到青春期为止，而且重点放在对本我的探讨上。但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侧重于个人在社会背景下的个性发展，比如婴儿如何建立对他人的信任感。最重要的是，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阶段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周期，每个阶段都前后相连，而且每个阶段都有需要面对的冲突和危机。只有度过前一阶段的危机，才能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这8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要面对的冲突和危机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幼儿期是自主独立还是羞怯怀疑；学龄前期是主动还是内疚；学童期是勤奋或自卑；青少年期是同一性还是角色混乱；青年成人期是亲密还是孤独；中年成人期是要面对再生力还是停滞；到老年成人期则要面对自我实现还是绝望。瑞塔这个年纪的人通常都觉得自己处于第8个阶段。埃里克森认为，人到晚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意义，那我们就会感到完满。如果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完满，即使死亡渐渐临近，我们也能比较容易去接受它。但如果对于过往，我们还存有未释怀的遗憾，例如认为自己曾经做了一些失败的决定，或是错过一些重要的目标，那就会感到沮丧和无望，从而导致我们陷入绝望境地。我觉得瑞塔现在对 Melon 的绝望和他过往体验过的绝望有关，因此即使他的生活中有各种好的转变，他也无法全心投入地去享受。他已经习惯了从一个有缺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其结果就是快乐对他来说反而是陌生的感觉。如果你习惯了被抛弃，如果你非常了解被别人辜负和拒绝是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好，但至少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但如果你踏入了自己不熟悉的情感领域，对瑞塔来说，跟值得信任、既欣赏他又有趣的人在一起就是这种情况。他会觉得不安，感觉迷失了方向，就像突然之间一切都是陌生的，你丧失了熟悉的心灵地标，没有了参照物，你所熟悉的那些可预见性都消失了。或许原来的世界并不完美，甚至根本就是很糟糕，但至少你知道自己最终能获得些什么，即使那是失望、混乱、孤立和自我批判。我和瑞塔谈过这个问题，尽管他不想被别人留意到，只想像一个透明人一样的活着，但事实上，现实正在发生改变。他和邻居有了交往，他的作品有了买家， Melon 对他说出了爱的表白。这些人都喜欢和瑞塔在一起，仰慕他，需要他，他们留意到了瑞塔，但瑞塔似乎依然无法正视这些积极的变化。我问瑞塔，你是在等另一只靴子掉下来吗？对于快乐的非理性恐惧，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幸福恐惧症。有幸福恐惧症的人就像一口不粘锅，任何快乐都无法在他们身上停留，但痛苦却可以，还粘得颇为牢固。经历过创伤的人很容易期待再次遇到灾难，他们不会倾向于靠近生活中出现的好事，他们会变得过度警觉，总是在等着厄运的来临。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瑞塔知道他身旁的桌子上就有一盒崭新的餐巾纸，他还是要从提包里摸索出揉成一团的纸巾。他觉得最好不要习惯手边有一盒崭新的纸巾，也不该习惯隔壁有一家像亲人一样的邻居，不该习惯有人购买自己的作品，更不该习惯有一个你梦寐以求的男性在停车场给你一个充满激情的热吻。别骗自己了，瑞塔对自己说，因为一旦你让自己安于舒适的现状，那下一秒一切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瑞塔来说，好事不值得喜悦，因为痛苦会随之而来。对，就是这个词，罗琳，一点都没错。另一只靴子总会掉下来的，痛苦总是如影随形，人生就是苦难的。在我考进大学时是这样，在我嫁给一个酒鬼时是这样，在我遇到2次恋爱机会却又都无疾而终时也是这样。当我父亲去世时，我终于能和母亲重建母女关系，却恰好在这时，母亲被检查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时也是这样。从那之后，瑞塔一直照顾了母亲12年，尽管母亲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当然，其实那些年瑞塔也不是必须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照顾，但她还是那么做了，因为这种悲惨的境遇使她感到满足。在那段时间里，她从没想过要去追问，对于在成长过程中从未给予她任何照顾的母亲，自己是不是有义务要去照顾她。她没有纠结那个最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欠父母些什么？父母又亏欠我什么？她本可以为母亲寻求外界的帮助。当我们说起这个话题时，瑞塔思考了一下。但即使重来一次，我也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些都是我应该承受的，所有悲惨境遇都是我罪有应得的。我毁了孩子们的生活，我对第2任丈夫刚刚失去前妻的悲痛心情没能给予足够的包容，我不够好，我也从未好好对待自己的生活。那一家子人，不管他们多可爱，给了我多少欢乐，他们都不认识真正的我。我是个骗子，我是一个偷了彩票却中了大奖的人。如果他们知道我真正的样子，他们一定会对我感到厌恶的，他们会跑得远远的，他们一定会说，他真是太恶心了。而且就算我能骗得了他们一时，或许几个月，或许是1年，但我的孩子们都还在因为我而深受煎熬。我凭什么可以享受快乐呢？一个人如果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还有什么资格祈求被爱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绝望的人。瑞塔在手里把纸巾团成一团。她经历的太多了，她做了太多的错事。68集，道歉与宽恕。当瑞塔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望着她，发现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年轻。她的脸颊饱满，她的手臂交叉在胸前。
我想象了一下，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在她父母家的样子。她的一头红发被发带整齐地箍在耳后，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着，想知道父母疏远她，是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事儿？他们是在生我的气吗？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让他们失望了，所以他们才对我漠不关心？他们等了这么久才有了他这样一个孩子，是不是自己辜负了父母的希望？我也想到了瑞塔的4个孩子，想到了那几个孩子的父亲。他是一名律师，他可以这一秒还风趣幽默，下一秒却又喝得醉醺醺的，并对人拳脚相向。我还想到了瑞塔，想到她如何为丈夫找借口，替他对孩子们做出承诺，而孩子们知道那是无法兑现的谎言。我想象着孩子们的童年该有多困惑，多痛苦，而他们现在又有多大的怨气。想象着当瑞塔在这几年里几次哭着央求他们能够与自己恢复联系，而孩子们却坚决不要跟母亲有任何瓜葛。他们认为不管瑞塔的诉求是什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一定是为了他自己，永远都是为他自己考虑。我猜想孩子们之所以不跟瑞塔交流，是因为他们还无法原谅瑞塔，而这或许是瑞塔唯一想要的东西，但他也从来没有直接说出口。瑞塔和我也谈起过，为何当初她没有保护她的孩子们，为什么她任由丈夫对孩子大打出手，为什么她宁愿去读书、画画、打网球、玩桥牌，也不愿意陪在孩子们身边。我们逐个排除了瑞塔这些年来给自己找的各种理由，然后终于发现一个她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理由：瑞塔嫉妒她的孩子们。瑞塔的情况并不是特别，譬如有一位母亲，小时候家境贫寒，现在每当她给自己的孩子买新鞋子或新玩具的时候，她都会告诫孩子们，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运？她给每一件礼物都裹上了责备的意味。又譬如有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参观他想报考的大学，却在一路上不停地抱怨学校安排的导游、课程设置、宿舍，只因为这本是他梦寐以求但没考上的学校。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让儿子感到难堪，更有可能会影响儿子的升学机会。为什么家长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其实他们常常都会羡慕自己的孩子，羡慕他们拥有的机会，父母为他们提供的稳定的经济和情感环境，羡慕孩子们还有无限的未来，而这对家长们来说都是无法重来的过去。他们小时候得不到的东西，现在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孩子们能拥有，但却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孩子们拥有的幸福而为自己感到愤愤不平。瑞塔羡慕自己的孩子有兄弟姐妹，嫉妒他们从小住在舒适的屋子里，还有自家的泳池，没事可以去逛逛博物馆和旅行。她嫉妒他们的父母年轻又有活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她这种无意识的嫉妒，她对这一切不公平的愤恨，使得她不能允许孩子们拥有她所不曾拥有过的幸福童年。所以当孩子们像他小时候一样渴望得到拯救和帮助时，他没能说服自己伸出援手。我在督导小组里提起了瑞塔的案例，我跟组员们说，虽然瑞塔看上去阴郁沮丧，但其实是一个温暖又有趣的人，而且因为他与孩子们之间的不愉快并没有影响到我，所以我和瑞塔的相处就像面对一个普通的为人父母的朋友一样。我还挺喜欢他的，但我们能期待他的孩子们原谅他吗？我的组员们问我，
你原谅他了吗？我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哪怕只是想象有人要对他大打出手，我都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原谅了瑞塔没能保护他的孩子这件事。有时原谅是很微妙的，就像道歉一样。你向别人道歉，究竟是为了让你自己好过一些，还是为了让对方好过一些？你是真的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抱歉，还是其实觉得自己做的事完全在理，只不过是想通过道歉安抚那个认为你应该觉得抱歉的人？道歉究竟是为了谁？心理治疗中有一个名词叫强迫宽恕。有时人们选择宽恕是为了摆脱一个创伤，他们需要通过原谅那个给他们带来伤害的人来走出创伤的阴影。那个人可能是对他们进行过性侵犯的父母，抢劫过他们家的强盗，或是杀害了他们儿子的帮派成员。可能有好心人跟他们说过，如果你不能宽恕那些罪人，你就无法放下自己心中的怒火。对某些人来说，宽恕就意味着豁然解脱。你不宽宥人们的恶行，但原谅了那个伤害你的人，这样你就可以跨过这道坎，继续你的生活了。但人们常常迫于压力去原谅别人，到头来如果做不到，还会认为是自己身上出了问题，认为自己不够开明，不够坚强，或缺乏慈悲之心。所以我说，你可以心怀慈悲，但选择不宽恕。有很多方式可以让生活继续，但其中并不包括伪装自己的感觉。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名叫戴夫的来访者，他和父亲的关系很糟糕。据他所说，他父亲是一个蛮横、苛责、挑剔、自以为是的人。父亲对两个儿子一直很疏远，儿子们长大成人之后，父亲还是与他们保持距离，一见面就吵个不停。父亲去世那年，戴夫已经50岁了，他结了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很纠结，不知道要在父亲的葬礼上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听起来才比较真诚呢？然后他告诉我，父亲临终时从病榻上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突然说道：“我真希望当初对你们好一点，我真是个混蛋。”戴夫脸色铁青，心中非常愤怒。难道父亲是期盼能在最后时刻得到宽恕吗？他觉得父亲早就该拿出行动来补救，而不是等到临终时期待着一切能静静地落得圆满，或是用一句忏悔就得到原谅。戴夫没有控制住自己，他对父亲说：“我不能原谅你。”他痛恨自己说出了这样的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但想到父亲带给他那么多的痛苦，他又是付出了多少努力才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现在幸福的生活，他的整个童年都在用谎话欺骗自己的感受。如果他现在要用一个善意的谎言来安慰父亲的感受，他将绝对无法原谅自己。但戴夫也会扪心自问，什么样的人会对弥留之际的父亲说出这样的狠话呢？于是戴夫为自己的话向父亲道歉，但他父亲打断了他。父亲说：“我理解，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戴夫告诉我，他坐在父亲的病榻前，握着父亲苍老的手，感到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恻隐之心，不是原谅，而是慈悲。戴夫对这位行将就木但内心充满痛苦的老人感到同情，而正是这种恻隐之心，
让他在父亲葬礼上说出了真心话。也正是这种恻隐之心，让我能去帮助瑞塔，而不用勉强自己去原谅他从前对孩子们的所作所为。至于如何面对我的不原谅，那就是瑞塔自己要消化的问题了，就像戴夫的父亲一样。有时我们渴望别人原谅，只是为了自我满足；我们祈求别人的原谅，只是为了避免要自己原谅自己，因为自我原谅更难做到。我曾经向温德尔罗列了一些自己悔不当初的错误抉择，我很乐意用这些事来惩罚自己。于是温德尔问我，你该为这些罪过被判刑多久呢？1年、5年还是10年？我们之中有许多人会为自己犯过的错误折磨自己几十年，哪怕已经真心尝试去做出弥补。这样的量刑又是否合理呢？瑞塔和她丈夫的行为确实严重地影响了孩子们的生活，这是事实。瑞塔和她的孩子们都会为这段共同的过往感到痛苦，但难道她就不能赎罪吗？她就活该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遭受惩罚吗？我不希望忽视孩子们实际上背负的严重伤害，但我也不想成为惩罚瑞塔的典狱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瑞塔和邻居家的2个女儿建立起来的关系。如果她以前能像对待这2个女孩那样对待自己的4个孩子，那故事又会是如何发展呢？在你快70岁的时候，回头看看你20、30岁时候犯的错，你会如何给自己量刑呢？你犯的错确实很严重，但这几十年来你一直在悔过，你也尝试了要去弥补。你不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刑满释放了吗？或者至少可以得到假释？你觉得什么样的量刑对你所犯的罪行来说才是公正的判决呢？终身监禁。好吧，你是这样执行的。但如果陪审团里有 Melon 和那个亲人家庭的话，他们是否会同意这样的判决呢？但那些我最在乎的人，我的孩子们，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但你深陷不幸的泥沼，对他们来说也是毫无帮助的。你的痛苦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你把这个心结装在心里，也并不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啊，这不是办法。就算事到如今，你也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成为更称职的母亲，但给自己判个终身监禁并不是什么好办法。如果你不能够享受你生活中的美好，那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人能够从中得益。谁？你自己。我向瑞塔指出，痛苦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持续的抑郁也可以是一种逃避。他躲在痛苦砌成的屏障里，可以很安全，不需要面对任何事情，也不需要和外面的世界有任何互动，这样他就能避免受到新的伤害。他可以用内心的批判来为自己开脱，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我本来就一事无成。他的痛苦还能带来另一个好处，如果他的孩子们希望他受到应得的折磨，那他就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活在孩子们的心里。就算孩子们想到他的时候全都是负面的情绪，但至少还是有人会想到他，那他就还没完全被忘却。瑞塔从纸巾里抬起头，似乎在重新思考他背负了几十年的痛苦。或许这是他第一次看清自己正处于
艾瑞克·埃里克森所说的阶段性危机中，是收获完满，还是陷入绝境？我很好奇，瑞塔会怎么选？第69集，我的逆。有一天，我和同行 Caroline 一起吃午饭，我们边吃边叙旧，聊着各自遇到的来访者。哎，对了，我刚想起来，之前我为你朋友介绍的那位温德尔医生，对你朋友有没有帮助？哦，这个……你那通电话可是让我想起了以前和温德尔一起读研究生时的情形。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非常仰慕温德尔，但只是一厢情愿，因为那时温德尔刚开始和另一个姑娘约会，那个女孩……Caroline，对不起，当时那个需要找心理医生的朋友，其实就是我自己。Caroline 瞬间一脸吃惊的表情，但下一秒就笑了出来，笑到冰红茶都从鼻子里喷了出来。不好意思，我以为我给温德尔介绍的来访者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无法想象你坐在温德尔诊室里的样子。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确实很难想象一个你认识的人成了另一个熟人的来访者，尤其其中一人还是你的同班同学，你对这两个人都太了解了。我告诉 Caroline， 当时我实在是太羞于提起自己的状况，和男友分手，写书又陷入绝境，健康也出现问题。然后他也和我分享了他想尝试怀二胎而面临的挣扎。午餐临近尾声时，他还告诉我，他手头有个很棘手的来访者，这个人起初来咨询的时候，Caroline 并没有发现他有多难相处，态度粗暴，不近人情，苛刻，自以为是，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来访者。我说着，心里想到了约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喜欢他了，而且深切地关心着他。我希望我这个来访者也能发展顺利，但如果最后不顺利，我能不能让他去找你？你有时间接待他吗？从 Caroline 的语气中，我能听出他多半是在开玩笑。我记得之前我也跟督导小组的成员说起过约翰的事，说他有多么自负，又是如何贬低别人。我记得当时伊恩打趣说，如果你拿他没办法，那就把他转介给某个你不喜欢的医生好了。哦，不，还是别把他介绍给我了。那我就把他转介给温德尔。在后一个周三的早上，我对温德尔说起了此事。我描述了 Caroline 告诉我的他对来访者的感觉。我说我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每个治疗师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这还是让我觉得困扰。我们这样评价别人是不是太苛刻了？我们有足够的同理心吗？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这个对话让我整整一个星期都心怀疑呀。聊天的当下，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不舒服。我在想，作为治疗师，我尝试澄清我的想法，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同时你是不是有一个问题要问我？我意识到我确实有问题想问温德尔，而且不止一个问题。温德尔在跟同事吃午饭的时候会说起我的事吗？我给温德尔的感觉是不是还像我以前那个叫贝卡的来访者给我的感觉一样呢？但温德尔在他的提问中用的数量词是单数，一个问题。他没有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而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问题要问我？我知道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包含的意义太多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问出口。没有什么比问出这个问题更让我们感觉自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别人面前了。你喜欢我吗？虽然我也是一名治疗师，但此刻作为来访者，我对温德尔的反应与普通来访者对我的反应也没什么两样。我也会对他感到失望。当我因为生病取消治疗还要被照常扣费时，我也会觉得不公平。虽然我自己的诊所也有同样的规定，我也不会总是对他和盘托出，虽然我应该对他毫无保留。而且我会无意中，当然也可能是有意识的，歪曲他所说的话。我一直认为，只要温德尔在我们的治疗期间闭上眼睛，那就意味着他需要一点空间来想清楚一些事儿。但我现在怀疑，那是不是他的重启模式？或许他闭上眼睛时，在心中对自己说：要心怀慈悲，要心怀慈悲，要心怀慈悲，就像我遇到约翰时一样。和大多数来访者一样，我也希望我的治疗师觉得和我相处是件开心的事，希望在治疗师眼中我是值得尊重的。但从最根本上来说，我希望自己对治疗师来说是重要的。好的心理治疗就是能有这种魔力，让你的每个细胞都感受到自己是重要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实践了他所谓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治疗。这种治疗的核心原则就是无条件积极关注。他率先把寻求治疗的人称为来访者，而不是病人。这代表了他对治疗中另一方所抱的态度。罗杰斯认为，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积极健康的关系是评判治疗是否成功的必要标准，而不只是通往治愈的途径。这在20世纪中期可谓是一个开创性的概念。但无条件积极关注并不意味着治疗师一定要喜欢来访者，只是说治疗师应当保持热忱，不带偏见。最重要的是，要真心相信来访者在一个充满鼓励和接纳的环境中有能力获得成长。这种治疗理念给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来访者所做的选择与治疗师的意见相左，他们的决定权也必须受到重视和尊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一种态度，而非是一种感觉。而我想要的不只是温德尔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我希望他能喜欢我。到头来，我的问题不只是在追究我对温德尔来说究竟重不重要，也是在承认温德尔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我问了啊，你喜欢我吗？我大声说出了自己的问题，感到自己又可悲又尴尬。他能怎么回答呢？总不能说不喜欢吧？即使他真的不喜欢我，他也可以把问题抛回给我。你觉得呢？或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要问这个。或者，他可以说出我可能会对约翰说的话。如果约翰在他来治疗的早期问我这个问题，我大概会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我可能不会告诉他我喜不喜欢他，而是会告诉他，如果他一直和我保持距离的话，那我将很难真正了解他。但温德尔的反应并不在我以上的猜测之中。我喜欢你。他的语气语态让我觉得他说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既不生硬也不虚伪。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却又出乎意料的让人感动，就是这么质朴。是的，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温德尔笑了。温德尔说，我可能是希望自己的睿智和风趣得到别人的喜欢，但其实他喜欢的是我的涅萨玛。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是灵魂或灵性的意思，他的这个说法立刻在我心中引发了共鸣。我告诉温德尔，最近我遇到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在考虑以后要不要走职业心理治疗师这条路。他问我喜不喜欢我的来访者们，毕竟治疗师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来访者打交道。我说，有时候来访者们外表看上去是某个样子，但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以前遇到的一些人只看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一面，他们以为我也和那些人一样，看不到他们外表之下的其他样子，但其实我可以。我对那个年轻的女孩说，尽管如此，我也总是发自内心地对我的来访者们抱有好感，因为我看到他们心灵上柔软的地方，他们的勇敢，还有他们的灵魂，就像温德尔说的，他们的涅萨玛。但那种好感是限于职业范畴内的，对吗？那个女孩继续追问道。我知道她没有理解我所说的感觉，不过在我见到我的来访者们之前，我也对此一无所知。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来访者，竟然忘记了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这种感觉，而温德尔刚好提醒了我。第70集，垂死之人的言语禁忌。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事出皆有因这回事儿。朱莉在跟我说一个同事流产的事，这是她在乔氏超市的一个收银员同事，而另一个同事在试图安慰这个同事时说，事出皆有因，可能这就是天意。无论是遇上流产，还是癌症，或是你孩子被一个疯子捅死了，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玄妙的安排。我能理解朱莉的意思，面对各种厄运和不幸，人们不免会说出一些让人产生歧义的言论。说真的，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书名就叫《垂死之人的言语禁忌》，给迷茫的好心人准备的聊天指南。哦，会有什么内容呢？你说说看。首先，以下这些是一定要避免的。你确定自己要死了吗？你找别的医生看了吗？坚强点。你的生存几率有多大？你需要放松一点，态度决定一切。你能战胜病魔的？啊，还有那句，我知道有个人服用了维生素 K 之后就痊愈了。还有，我读到一篇报道说，有个新的治疗方法可以缩小肿瘤，虽然只是在小白鼠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也算是希望啊。最后的一句是，你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史吗？我发现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如果我真的有家族史，那个提问的人可能会感到心安一些，因为至少基因可以解释这一些问题。还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以前也认识一个人，跟你得的是同一种癌症。我很自然的就问，以前？结果那个人不好意思的回答道，是的，他已经过世了。好笑吗？当朱莉在罗列禁忌语清单的时候，我想到了另一个来访者，他也曾向我抱怨过人们对他的各种困境做出的评论。你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至少也算喜丧了。他现在一定去了更好的地方。等你准备好了，你随时都可以再养一只狗。都已经1年了，或许你也该向前看看了。
你可以放心，这些话都是出于好心，是想要给人安慰的。但同时，这些话也是一种防御措施，保护说话的人，不让别人的悲惨处境触发自己不安的情绪。像这样的客套话，能让说出这些话的人更容易应付眼前可怕的场面，却会让亲历逆境的人感到愤怒或被孤立。人们觉得，如果他们跟我探讨我的死亡，那它就会变成现实。可是这原本就是一个现实。朱莉边说边摇头。我也目睹过相似的场景，只是话题与死亡无关。似乎只要避免去谈及一些事，这些事就会不存在了一样。但其实这只会让那些事变得更可怕。对朱莉来说，沉默才是最糟糕的情况。人们避开她，避免和她交谈，那就不会说出那些尴尬的话了。但朱莉宁愿选择尴尬，也不想被无视。那你希望别人对你说些什么呢？他们可以说，我为你感到难过，也可以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或是，我感觉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但还是很关心你。他们可以实话实说。曾经有一个人脱口而出对我说道：“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该对你说什么。”那一刻，我竟然感觉如释重负。我对那个人说，在我生病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在学校里，当我带的研究生们刚听说这个噩耗时，他们都说：“哦，没有你我们要怎么办？”这也让我觉得很欣慰，因为这表达了他们对我的感情。还有人说过：“哦，不会吧？”还有，如果你想要聊天或是做些什么开心的事，打个电话给我，我随时都在。他们还是把我当成我还是他们的朋友，而不只是一个癌症患者。他们还是可以和我聊自己的感情生活，聊工作，聊权力的游戏大结局。在朱莉看着死亡渐渐逼近自己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她颇感震惊。她发现周围的世界开始变得异常生动鲜活。她以前习以为常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启示，就好像她又回到了童年，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她重新认识了味觉，从一只草莓流淌到她下巴上的香甜汁液，还有在他口中融化的奶香四溢的甜点。他重新认识了嗅觉，从家门前草地上的小花，同事的香水，被冲上岸边的海藻，还有晚上床边的麦特冒着汗的身体。他重新认识了听觉，从大提琴琴弦发出的声音，汽车行驶时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他小侄子的笑声。他的体验也被刷新了，无论是在生日派对上翩翩起舞，还是坐在咖啡馆里看着人来人往，或是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打开一封信件。所有这些事儿，不管听上去多平凡，都能让他无比快乐。朱莉变得像是活在了超现实中。她发现，当人们自欺欺人的以为还拥有大把的时间，他们只会变得懒惰。他没想过会在绝境中体验到这样的快乐。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感到精神焕发。即使濒临死亡，他意识到生活依然在继续。哪怕癌症正在吞噬他的身体，他还是会看看社交媒体上在发生什么。一开始他还会想，我为什么要浪费生命中最宝贵的10分钟来刷 Twitter 呢？
但转念又一想，为什么不呢？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儿啊。他也努力让自己不去想正在失去什么。我现在还可以顺畅的呼吸，虽然呼吸对我来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到那时我也会为此悲伤，但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还是要大口的呼吸。很好。那么当你告诉别人关于自己的噩耗时，别人怎么做会让你过得好一些呢？拥抱也是个很好的选择。我爱你，这句话也很好。我最喜欢的就是别人直白的对我说我爱你。有人这么对你说过吗？麦特就是这么说的。在他们发现了我得了癌症的时候，麦特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们会战胜病魔的，也不是我见鬼，而是朱莉，我真的非常爱你。这正是我最需要听到的。真爱无敌。真爱无敌，这句话我听到过一次。我想想从哪里开始讲。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爸妈曾经经历了婚姻危机，分开了5天时间。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回到彼此身边，重归于好了。当我和妹妹问起父母为什么选择不分开时，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用充满爱意的眼神注视着母亲说，因为到最后，唯有爱能够赢过一切。孩子们，永远都要记得，真爱无敌。你领略过那句话？对。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写这本书，或许我会说，人们真诚的、不做作的反应就是最好的反应，就像你的反应。我尝试着回忆当朱莉告诉我那个噩耗时，我是怎么回应她的。我记得我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很不舒服，紧接着感到震惊和难过。我问朱莉，当时我说了什么？2次你都说了同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说了什么。因为我没想过一个心理治疗师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你的反应很自然，你用平和但伤心的语气说道，朱莉，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反应，因为最重要的是那些你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部分。当时你的眼眶湿润了，但我猜你并不想让我看到你的落泪，所以我也没作声。我很高兴你看到了我的眼泪，不过你不必忌讳跟我说任何事。我希望从现在起，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会的。我们都在一起写我的布告了，我觉得自己在你面前已经没有任何保留了。几周前，朱莉写完了自己的布告，那时我们正在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他想要如何安排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希望谁陪在身边，他希望在哪里走完人生，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安慰，他害怕什么，他想要什么样的追悼会或葬礼，他希望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向大家宣布他的死讯。虽然朱莉在被诊断为癌症之后发现了自己隐藏的一面，更随性更灵活的一面，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喜欢按计划行事的人。如果必须要和提早来临的死刑宣判抗争的话，那他会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在商讨如何撰写他的布告时，我们谈到了什么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谈到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他对研究工作和他的学生们所抱有的热情，谈到了每周六早上让他找到归属感和自由感的乔氏超市，谈到了艾玛，那个在朱莉帮助下申请到助学金圆了大学梦的同事。他现在减少了在乔氏超市的工时，已经开始上学了。还有那些以前和朱莉一起跑马拉松的朋友，一起在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她的丈夫。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共度余生的最佳人选，也是陪我走向死亡的最佳后盾。因为虽然我有父母和4位祖父母，但长辈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长寿基因如此占优的家庭里，我这么年轻就要面对死亡。一定程度上，我甚至我们的心理治疗就像是被兴奋剂加速了一样。自从我们第一次治疗以来，一切都在飞速发展，就像我和麦特的婚姻一样，也像是添加了兴奋剂，所有的进程都被加快了，似乎想要把一切都压缩进这短暂的时间。你知道吗？我突然感觉到气愤，我为我人生的短暂感到气愤。这一生太美好。在我们撰写布告的时候，经过了几次起草，几次修改，最终朱莉还是决定越简单越好。她希望自己的布告上写着朱莉·卡拉汉布鲁，享年35岁。她活着的每一天都被深深地爱着，真爱无敌。第71集，来自男友的邮件。我坐在书桌前，努力地写着那本幸福之书，好不容易又快完成了一个章节了。我鼓励自己说，如果这本书能如期交稿，那下一次我就能写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了，不管那究竟会是什么东西。早一天解决这本书，我就能早一天回到全新的起点，也不管那个起点在哪里。我决定张开双臂，拥抱不确定性，而这确实让我踏踏实实地开始写书了。我的朋友简打来了电话，但我没接。我最近才跟他全面交代了自己健康方面遇到的问题。他帮助我的方式和温德尔的方式是一样的，不是寻求一个诊断，而是帮助我面对无法确诊的情况。我已经在学习如何在身体抱恙的时候保持心情开朗，同时安排各种愿意钻研我病情的专家们进行会诊。而且我再也不会去找那种会探讨徘徊的子宫的江湖郎中了。但此刻我必须先写完这个章节。我给自己安排了2个小时来埋头写作。我不停地敲打键盘，一行行的文字出现在了屏幕上，填满了一页又一页。我攻下这一章节的工作方式，就像我儿子完成学校额外布置的作业一样，速度第一，质量第二。我一直埋头写到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决定鼓励我自己一下，可以查看一下邮件，再打个电话给姐。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只差最后一个部分，我就大功告成了。在继续奋斗下一个章节之前，我准备休息15分钟。我一边和简聊着天，一边浏览邮件，突然我倒抽一口冷气，男友的名字出现在了信箱中，我大为吃惊。自从我试图搞清楚分手的理由，给男友打了无数的电话，又带着成册的笔记去找温德尔进行心理治疗以来，我已经有8个月没有男友的消息了。罗莉，你打开看看啊！但我只是呆呆地注视着收件箱里男友的名字。
我的胃都要痉挛了，但我并不是还在期待他回心转意。即使他说他突然想通了，还是想要和我在一起，我也会拒绝他的，而这才是我感到胃部紧缩的原因。直觉告诉我2件事：我不再想要和他在一起了，然而那些过往的记忆依然让我感到刺痛。不管他想说的是什么，我可能还是会感到不安，但我现在不希望被这些事打扰。我必须完成手头这本书，这样我才能有机会去写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我对简说，我要再写完1章才去读男友的邮件。那你把它发给我，我来帮你看，你不能让我这样等着。好吧，好吧，为了你，我现在就打开它。邮件的内容令人震惊，同时又让我觉得并不意外。你不会相信我今天见到了谁？丽，她刚刚加入了我们公司。我把邮件的内容读给简听。丽是我和男友都认识的一个人，但我们暗地里都觉得他很烦人。如果我们还在约会，那他和我分享这个八卦当然无可厚非，但现在这个时候说这些简直莫名其妙，完全不顾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也不考虑我们最后的对话是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男友还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而我已经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了。就这个，燕同痞就说了这个。然后简沉默了，等待我的反应。我控制不住自己，我觉得很激动，很开心。对我来说，他的邮件充满了令人安心的诗意，他完美地总结了我在温德尔办公室里挖掘的所有关于男友的回避举动。这封邮件读起来简直就像一首牌句，首句5字，次句7字，末句5字。你不会相信，我今天见到了丽，她来我司了。但简并不觉得有趣，她很生气，尽管我已经跟她说了，我俩的分手我也有责任。诚然，男友应该早一点就更坦率地面对自己和我，但我也应该对自己更坦诚一点，也该向他坦诚我想要的是什么，向他坦白我对他隐瞒了什么，和他探讨我们是否真的合适。但简依然认为男友就是个混蛋。彼时我记得自己也曾尝试说服温德尔相信男友就是个混蛋，但现在我发现我是在说服大家相信他并不是个混蛋。他写这个邮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写一句你过得怎么样也好吧，他是不是真的情商发育不健全？他没什么特别的意思，这封邮件毫无意义，没有必要去分析它。硬要赋予它什么意义，那才是最无谓的。那你就这样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不会回复这个邮件。简气坏了，但我惊喜地发现，邮件的事完全没有打乱我的情绪，相反，我感到松了口气，胃部也没有痉挛的感觉了。但说真的，我确实有点想回复这个邮件。感谢男友跟我分手，没有再浪费我更多的时间。或许他的邮件确实有其意义，至少在当下收到这个邮件对我来说有一定的意义。我跟简说我要接着去写书了，但挂断电话之后，我并没有重新动笔，也没有给男友回复邮件。正如我不想拥有一段无意义的关系一样，我也不想写一本无意义的书，虽然现在我已经写完3/4了。如果死亡和无意义都是终极问题，那就解释了为什么撰写这本我根本不在乎的书会让我如此痛不欲生了，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之前会拒绝去写那本能赚钱的育儿书了。虽然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但或许我身体里的细胞已经意识到我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我想起了我和朱莉的对话，此时又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不希望自己死的时候留给别人的感觉就像男友的这封邮件一样毫无意义。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要绕过牢笼的铁栏杆就意味着我要写完手上的这本书，这样我就可以向前看，有机会去写下一本书。但男友的邮件让我怀疑自己是否依然紧握着那些束缚我的栏杆。温德尔已经帮助我摒弃了自己心中的一个误解，那就是只要能和男友结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我为什么还要坚持相信那本我放弃的育儿书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呢？无论是期望和男友结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期望写了育儿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两个想法都是妄念。当然，这两件事如果实现了，一定会带来某些改变，但最终我还是会蠢蠢欲动地想去探寻更深层的意义。就像我现在面对这本愚蠢的幸福之书，虽然经纪人跟我说了各种实际层面的原因，关照我一定要写完这本书，但我还是忍不住会去追究这件事对我来说的意义何在。但如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呢？说不定事实并不像我的经纪人说的那样，我必须写完这本书，不然的话我就万劫不复呢。从种种层面来看，我怀疑自己心中其实早已经有了答案，但现在我突然从另一个角度顿悟了。我想到了夏洛特和行为转变的几个阶段，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要行动了。我把手指重新放在键盘上，这次是要给出版社的编辑写一封邮件，我想取消合约。在一阵非常短暂的犹豫之后，我深吸一口气，摁下了发送键。于是这封邮件带着我心底的真心话，朝着网络世界飞驰而去。第72集，温德尔的胡子。今天的洛杉矶也是洒满加州阳光的一天。我在温德尔办公室对面的停车场里停好了车，心情大好。我的心情好到几乎让自己发愁。揣着这么好的心情去接受心理治疗，我要跟我的医生说点什么好呢？而事实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如果来访者不是正处于危机的时刻，或是不受任何既定期望的限制，那这时的心理治疗将是最具启发性的。当我们给思绪一些空间，让它可以自由地游走，它就会把我们带到最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地方。当我从停车场穿过马路走到温德尔所在的办公大楼时，听到路边一辆车里正在播放梦龙乐队的《立于世界之巅》。当我沿着过道走向温德尔的办公室时，嘴里开始哼唱起来，但打开候诊室的门的那一刻，我困惑地停下了哼唱。哎呀，这不是温德尔医生的候诊室，我脑子里想的是那首歌，竟然没留神走错了门。这个意外让我笑出了声。我从房间里退出来，关上了门，然后环顾四周，设法搞清方向。我查看了一下门上的名牌，发现我其实没走错。我再次打开房门，但房间完全不是我熟知的样子。有一刻我感到惊慌失措，我这是在哪儿啊？该不是在做梦吧？温德尔的候诊室被彻底翻新了，
重新刷了油漆，换了新的地板和新的家具，还有新的艺术装饰品，一组引人注目的黑白摄影作品。那些我曾以为是从他父母家继承下来的家具和装饰都不见了，以前装着假花的那个俗气的花瓶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陶瓷水壶和一些水杯。唯一还在原处的就是那个白噪音器，确保隔壁办公室里的对话不会被其他任何人听到。我感觉自己走进了某个家居大改造节目刚改造好的房子里，旧屋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完全想象不出以前破烂不堪的样子。我想要像节目里的那些屋主一样发出哇哦哇的赞叹，这个房间变得好看了，简约又整洁，还有一丝另类，就像温德尔本人一样。我平常习惯坐的那张椅子也不见了，于是我另外挑了一张来坐。那张椅子的腿是金属的，很时髦，椅背是皮质的。我有2个星期没见过温德尔，我以为他度假去了，我甚至想过或许他是和一大家子人一起到他童年时的度假屋去了。我想象着温德尔和那些我在网上看过的照片里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四处闲逛，或是在湖边悠哉悠哉地喝着一瓶啤酒。但现在我意识到，他放假也是为了装修。突然，我的好心情迅速消散，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开朗了，还是在我没见到温德尔的几周里出现了假性康复的状况。出现假性康复的现象，通常是由于来访者无法承受直面困扰所带来的不安情绪，便突然转而认为自己已经摆脱困扰了。常见的例子包括，来访者在前1周的治疗中需要艰难地面对自己童年的阴影，结果这1周就宣布他不再需要心理治疗了。他可能会说，我感觉好极了，上次的治疗帮助我宣泄了情绪。假性康复尤其多见于治疗的休眠期。如果治疗师或者来访者有一段时间不在而无法继续治疗，在这段空档期内，来访者无意识的防御很容易发挥作用。过去几周我不是都过得挺好的吗？我觉得我不再需要心理治疗了。有时候这种变化或许是真实的，但通常来访者在突然离开之后，最终还是会回来。不管我之前感到的好转是假性的还是真实的，反正我现在觉得很迷茫。环顾焕然一新的房间，我竟有些怀念以前破旧的家具。此刻面对自己内心经历的转变，我也有相似的感觉。对于我内心的空间来说，温德尔就是那个改造家。我接受了他的装修改造，还正处于施工期，但我已经感觉好多了。与家居装修不同的是，内心的改造并不存在完工一说，除非是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所以我总会时不时地怀念改造前的自己。我并不想回到从前，但我乐意保存着这份记忆。我听到温德尔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他脚踏着崭新的枫木地板走出来迎接我。我抬头一看，即刻又再定睛瞧仔细。刚才我没认出温德尔的候诊室，此刻我几乎都认不出温德尔医生本人。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参加了一个整人游戏。嗨，很意外吧？吓到你了吧？在放假的这2个星期里，温德尔留起了胡子，他还换掉了针织开衫，穿上了时髦的衬衫，乐福鞋也换成了约翰常穿的那种懒汉鞋。温德尔看上去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你好啊。哇，真是变化不少啊。这儿候诊室还有你。你现在看上去真像个治疗师啊。
我正在那儿想开个玩笑来掩饰我的吃惊，其实他留胡子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人们印象中古板的心理治疗师。温德尔的胡子很有型，很随意，不修边幅又潇洒，他看上去很有魅力。我想到了之前自己极力否认对温德尔存在浪漫移情，但我那时并没有撒谎，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撒谎。但为什么此刻我会觉得如此不安呢？难道我的潜意识背着我对温德尔有过激情的迷恋？我朝他的办公室走去，但在门口驻足了一小会儿，他的治疗室也重新装修过了。虽然房间的格局没有变，沙发还是摆成 L 型，书桌、橱柜、书架，放着纸巾的茶几都还是一样，但房间里挂的画、地板、小地毯、艺术品、沙发还有靠枕全部都换成了新的，而且看上去棒极了，非常好看，非常帅气。我是说，办公室看上去非常帅气。啊，你是请了室内设计师吗？是的。我猜也是。如果之前的家具是他自己摆放的，那很显然，在装修这件事上，他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不过，这设计非常符合温德尔的气质，是一个全新的温德尔，打扮得光鲜亮丽，却又不失质朴的温德尔。我向新沙发的位置 B 走过去，端详了一下新的靠垫，把它们在身后摆放好。我还记得第一次坐的离温德尔这么近的时候，心里是多么不安，总觉得太靠近了，好像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了他的面前。现在我又有了这种感觉，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了温德尔？那可怎么办？第73集，对心理治疗师的好感。不过，就算我真的对温德尔有好感，那也不稀奇。毕竟人们常常都会发现自己对身边的人有好感，自己的同事、朋友的配偶，或是一天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男性或女性，治疗师又何尝不在其列呢？甚至首当其冲的就该是治疗师吧。心理治疗中充满了性吸引力，这也在所难免。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倾听你生活中的一切，完完全全接受你的所有，无条件地支持你，而且还深入彻底地了解你，你当然会觉得你俩亲密无间。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亲密关系与另一种亲密浪漫或性爱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来访者甚至会公然跟治疗师调情，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举动背后真正的动机。他们或是想让治疗师乱了方寸，或是想逃避某个自己不想面对的话题，又或是觉得自己处于弱势，想要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扳回一局。也可能在他或他过去的生活经历中，这是表达回报的唯一方式。还有些来访者不是通过调情来表达好感，而是选择极力否认。就像约翰对我说的，他可不会找我这样的人当情妇。可是约翰却常常留意我的外表。当我头发做了挑染的时候，他会说，你现在看上去可真有点情妇的样子了。当我穿着 V 领衬衫的时候，他会说，你可得留神，有人可能会看到你走光。如果我穿了高跟鞋，他又会说，你这鞋不该是下了班去玩乐的时候才穿的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想尝试和约翰聊一聊他的这些玩笑话以及背后隐藏的情绪。可此时我自己也对温德尔说了这么一句冒傻气的玩笑话，然后笑得像个傻瓜。
你是在笑我的胡子吗？我还没看习惯，但感觉你很适合留胡子，你可以考虑保持这个造型。我心里想的却是，或许你不该保持这个造型。我心里想，你这样实在是太让我我是想说，太让我分心了。温德尔抬了抬右边的眉毛，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今天看上去也不一样，好像更明亮了。还有他的酒窝，他本来就有那个酒窝吗？这到底是怎么了？我这么问，是因为你对我的看法也折射出你对其他男性的反应。你不能算是一个男性。我不是吗？不是。哦，好吧。但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还检查过。是的，但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男性，你不是某个男性，你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惊恐地意识到我说话的样子简直像极了约翰。几个月前，我在一场婚礼上为自己无法下舞池去跳舞而感到发愁，原因是我的神秘病症令我左腿的肌肉感觉无力。在那之后的那一周，我在治疗中跟温德尔说了这件事。我告诉他，当我看着别人跳舞的时候心里有多难受。温德尔却说，你还是可以依靠另一条腿去跳舞啊，你只是需要有个伴。可是我来做心理治疗不就是因为我失去了另一半吗？不是这样，罗莉，我说的不是感情上的伴侣，我只是叫你找个伴儿，可以是任何人，只要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让你借一借力，无论是跳舞还是其他事。我也不能随便跟别人开口吧？为什么不行？不是这，你可以找我呀，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不错的舞者呢，我小时候认真的学过几年舞蹈。真的吗？你学的是什么舞？芭蕾。但我什么舞都能跳，我也可以跳摇摆舞或是现代舞。你想跳哪一种？不行，我才不要跟我的心理治疗师跳舞。我并没有觉得他的行为很诡异，或是举动中有任何性暗示。我知道他没有，只是我不想这样浪费治疗的时间。我还有事情想要和温德尔讨论，比如我该如何应对我的身体状况。不过我也隐隐知道，这只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我知道这个小插曲会有它的作用。舞蹈中的动作有时会让我们的肢体表达言语无法表达的讯息。在我们跳舞的时候，身体会表达出深藏在心底的感受。我们可以通过肢体而不是思想来交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自己的思维，来到一个全新的意识层面。舞蹈疗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原理，这也是有些治疗师会使用的一种方法，但我还是接受不了。我是你的治疗师，但同时也是一名男性。我们如何与别人打交道，都取决于我们从他们身上留意到哪些东西。除了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之外，我们也不是木头人。我们对外表、着装、性别、肤色、种族或年龄都是有情感上的反应的，而这也是产生移情的原因。如果你的治疗师是一名女性，你就会根据你与一般女性的相处方式来面对她。如果我是个矮个子，那我就不会像对待一个高个子那样来面对我，以此类推。温德尔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忍不住盯着他看，想要适应他崭新的形象。我发现自己之前并不只是没有对温德尔产生好感，而是好久都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好感了。
我一直深陷在悲伤中，直到现在才渐渐苏醒过来，重新意识到好感的存在。当我接收一个新的来访者的时候，我不仅会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还会问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关键词是现在，是什么促使你在这一年、这个月的这一天决定要找我来聊聊？以我的情况来看，似乎分手是促使我在那一刻去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但深藏在那背后的是我内心的困顿与悲伤。我希望自己别再哭了。早些时候，我跟温德尔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消防栓，但温德尔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你应该去体会自己的感受，但我提醒你，不要像大多数人一样，把没有什么感觉当作是感觉好些了。因为感觉总是会在那儿，只是通过无意识的行为表现出来。它可能会表现为坐立不安，或是渴望有什么东西能出现分散你的注意力，可能表现为丧失食欲，或是无法控制食欲，也可能会表现为性情急躁，或是像你男友的表现那样，在你们相对沉默的时候止不住抖脚。在这表象之下，其实是他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的心事。不管他究竟想要什么，反正他想要的不是你。但人们总是试图抑制自己的感受。就在1个星期之前，有个来访者告诉我，他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对着电视机睡的，几个小时之后又在电视机前醒来。我夜晚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他坐在我的沙发上问着，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他的感受都被抛去哪儿了。还有一个来访者最近感叹，如果我能像那些不太会想太多的人一样该多好，他们总是随遇而安，不用逼着自己不断反省自己的生活。我记得我对他说过，自省和钻牛角尖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不顾自己的感受，就像是行走在冰面上而不顾冰面下的暗涌，我们将无法得到安宁和快乐。所以，我并没有爱上温德尔。事实上，当我终于能把他当作一个异性，而不只是一名治疗师来看待，那就说明我们的治疗已经帮助我回到了正常人的行列。我又能感受到异性的吸引力了。我甚至开始和别人约会了，就像慢慢伸出脚趾去试水温。在结束当天的治疗之前，我问温德尔为什么选择在此刻重新装修办公室，还留起了胡子。为什么是现在呢？是什么让你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蓄胡子是因为放假的时候不用刮胡子，但当准备回来要上班的时候，觉得这个形象也不错，所以就留着了。至于办公室的翻新，只是时候了。他为什么偏偏就是现在呢？原来那些家具其实看上去已经有些历史了。有时候变化就是这样发生了。回到候诊室，我走过了那道隔开座位和出口的新屏风，它看上去很摩登。走到街上，热气在人行道上蒸腾。当我在路口等红绿灯时，梦龙乐队的那首歌又回响在我的脑海中。感情已经被压抑许久，终于待到能一展笑颜。当绿灯亮起，我穿过路口向停车场走去，但今天我没有直接去取车，而是继续向前走，直到我来到一家店铺的玻璃门前。那是一家美容院。我看了一眼橱窗里自己的剪影，然后停下来
整理了一下上衣，我穿着那件为今晚约会精心挑选的战袍，然后我立刻走进店里。时间刚刚好，能赶上我预约的脱毛服务。第74集，蜜蜂。还有1分钟就到我跟夏洛特约好的时间了。就在这时，我收到了母亲发来的一条短信：收到请回电。她很少发这样的短信给我，于是我立刻拨通了她的手机，电话铃才响了1声，她就接了起来。洛丽，你先别慌，你爸进医院了。啊？什么情况？他没事儿。没事怎么会去医院呢？到底怎么了？据说父亲是在吃午饭的时候开始感到不适的，然后就开始发抖，呼吸困难，然后他们就到医院里了。医生说看起来像是感染，但他们也不清楚是不是和他的心脏或者是其他器官有关。母亲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他没事儿，他会没事儿的。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说给我听，也是在说给他自己听，因为我俩都希望，都需要确信我父亲不会有事。啊，没事儿，宝贝儿啊，我很快就能出院啊，别担心，我没事儿。但当母亲再次接过电话，我俩都担心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乐观。其实那天晚上，等我到医院的时候，我目睹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就像是怀孕了一样，他的腹腔里充满了积液，他正在输液，医生给他用了好几种抗生素，因为一系列严重的细菌感染已经扩散到了他身体的各个部分，他需要住院1周，但肺部周围的积液已经被吸走，心跳也稳定了。但此刻，当我结束和父母的通话时，才意识到我迟到了。我已经让夏洛特等了12分钟了。我一边快步走向候诊室，一边尝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啊，你来了！哎呀，我还以为是自己搞错了时间，但我的治疗一直都是这个点儿啊。然后我又以为是我搞错了日期，但今天又确实是周一啊，对吧？你看，我还看了日历。后来我又想，那可能，我也不知道。不过紧接着你就出现了。好啦，没事儿，走吧。说来或许惊人，但当治疗师迟到的时候，确实有许多来访者都会对此感到不安。尽管作为治疗师，我们都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据我所知，每一个治疗师都曾让自己的来访者等待过。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会让来访者回想起从前无法信任别人或被遗弃的经历，这会使来访者感到心烦意乱，甚至愤怒。当我们抵达办公室之后，我为自己的迟到向夏洛特道歉，并向他解释那是因为接听了一个紧急的来电。没关系。夏洛特漫不经心，但我感觉他心情不佳，也或许是我自己在跟父亲通完话之后心情不佳吧。他说他没事儿的，就像夏洛特说的一样，他俩真的都没事儿吗？夏洛特在座位上显得烦躁不安，他一边用手指捻绕自己的头发，一边环顾房间的各个角落。我尝试注视他的眼睛，让他安定下来，但他的目光从窗口投射到墙上挂着的一幅画上，转而又望着他放在腿上的一个靠垫。他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悬空的那条腿不住地晃动着。夏洛特，我问你啊，当你坐在候诊室里却不知道我在哪儿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我说这话的时候，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自己，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形。当时我坐在温德尔的候诊室里，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玩着手机打发时间，留意到他已经迟到了4分钟，接着8分钟过去了。过了10分钟的时候，我心头突然闪过一丝担心，
他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事故，还是突然生病了？此刻他会不会正躺在急诊室里？我纠结着该不该给他打电话留个言，但我能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难道要说你好，我是罗莉，我正坐在你的候诊室里，你在办公室里吗？你是不是在门后面写着上一个来访者的病历？还是你在吃点心？难道你是把我忘了吗？还是你正生命垂危？当我想到或许我需要找个新的治疗师了，当然我也严肃地思考了应当如何面对我这一任治疗师的离世。这时温德尔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一对中年夫妇从里面走出来，那位男士向温德尔道谢，那位女士的笑容则有些不自然。我猜这是他俩的第一次治疗，又或者是终于开诚布公地聊了某个问题。通常这种情况下，治疗都容易超时。我轻快地掠过温德尔身边，坐在与他形成直角的那个位置上。没关系，在他为超时向我道歉时，我说道，真的，我的治疗有时也会超时，这真的没关系。温德尔看着我，挑着他的右眉，我也扬起眉毛，试图与他抗衡，以维护我的面子。我是谁？我怎么会因为治疗师迟到几分钟就大动干戈呢？得了吧，我突然笑出声来，但紧接着泪珠就滚了下来。我俩都认识到，当我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这也说明对我来说，他已经变得相当重要了。刚刚在疑惑中等待的10分钟，并不是一句没关系就能带过的。而现在我正面对夏洛特，她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腿晃得像是在抽筋儿一样。她还在反复向我重申，等我几分钟不是什么问题。我一点也没有担心。夏洛特回答着，明明我的问题里并没有提到担心2个字。就在这时，巨大的落地窗外的景象吸引了我的眼球。在夏洛特脑袋的右后方，玻璃窗外面几英尺远的地方，有几只非常活跃的大黄蜂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飞舞转圈。我从来没有在我办公室的窗外看到过蜜蜂，这里有好几层楼高，而这2只蜜蜂飞起来就像是嗑了药一样。我心想，或许这是蜜蜂交配时跳的舞蹈。但不久，又有几只蜜蜂飞进了我的视野。接下来，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已经面对着一大群蜜蜂，它们飞作一团，嗡嗡作响。我们之间只隔了一层玻璃，其中还有几只停在落地窗上，爬来爬去。我要跟你说件事儿，但你一定会杀了我的。但是呢，我想暂时停止心理治疗。我原本注视着窗外的大黄蜂，听到这句，目光立刻回到了夏洛特身上。这实在太突然了，我毫无准备，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他刚刚说了什么。再加上当下我的视野周围有太多蜜蜂在不停地飞舞，我的视线不由得被它们吸引。现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只蜜蜂了，那个蜂群已经大到令办公室都变暗了，它们挤在玻璃上，像一团乌云一般挡住了窗外的光线。这些蜜蜂究竟是从哪儿飞来的？屋里光线的变化终于引起了夏洛特的注意，他转过头朝窗户望去，我俩就这么坐着，默不作声地望着那群蜜蜂。我不知道这场面是否令他不安，但似乎他正看得入迷。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同事麦克在治疗一对夫妇和他们10几岁的女儿，在同一时段里，我在为一对夫妻进行伴侣治疗。每次治疗开始20分钟之后，我和我的这对来访者就会听到从麦克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嘶吼，
那是女孩在冲着她的父母尖叫，随后她会夺门而出，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紧接着，那对父母会咆哮着叫她回来，她则叫嚷道：“不要。”随后，麦克就会去哄她回来，然后安抚所有人。起初几次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很担心这会不会令我房间里的这对夫妇感到不安，但事实上，这反倒让他们感到更安心。他们想的是，幸好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但其实我很讨厌这种干扰，因为它总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同理，此刻我也非常讨厌这群蜜蜂。继而，我又想到了10个街区之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父亲。难道这些蜜蜂正是所谓的天有异象，是什么不祥的征兆吗？我曾经想过要当一个养蜂人。夏洛特打破了屋里的寂静，不过他这个想法不如他说要暂停心理治疗更令我意外。危险的境遇一向都能让他感到兴奋，蹦极、跳伞和鲨鱼一起潜水。所以当他向我诉说如何幻想当一个养蜂人的时候，我认为这背后的寓意简直太贴切了。养蜂人这个工作需要从头到脚穿上防风服，这样他就可以在保证自己不被蛰到的前提下控制这种本可能会伤害到他的生物，然后最终他还能从他们身上收获一份甜蜜。我能想见这样一种对危险的掌控对夏洛特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他在成长过程中从不曾体会过这样的感觉。第75集，卸下酷的一面。我可以想象，无论谁被莫名其妙地晾在候诊室里，都会有冲动想说出要暂停心理治疗这样的话。究竟夏洛特是已经计划好了要离开治疗，还是在刚才那等待的几分钟里因为害怕而做出的冲动反应呢？我开始猜测他是不是又开始喝酒了。有时人们突然放弃治疗，是因为治疗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所以如果他们开始重蹈覆辙，又开始喝酒，或是又开始偷情，但因为他们现在会对自己所做的这些事而感到惭愧了，所以他们会宁愿躲着治疗室。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心理治疗才是最安全的场合。在这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探讨那些羞于启齿的事。当他们要选择是继续瞒着治疗师，还是要直面羞愧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直接逃走，将所有问题抛之脑后。别误会，我在今天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我觉得我现在状态还不错，我仍然保持滴酒不沾，工作上也挺顺利，也不那么经常和我妈妈吵架了。而且我再没有和那小哥见面，甚至还在手机上拉黑了他。你会因此对我生气吗？我会生气吗？我确实觉得很震惊。我以为他已经克服了害怕自己对我上瘾的那层顾虑，同时我也觉得很沮丧。我承认，这对我来说就是生气的一种委婉说法。但在这生气背后，是我替他感到担忧，甚至是过分的担忧。我担心他会一直在生活中挣扎，错失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需要真正开始一段健康的感情生活，需要更平和地面对他的父亲飘忽的行踪。而现在，他不是假装他爸爸不存在，就是在他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之后，又伤心欲绝。我希望他能在20几岁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不要拖到30岁之后。
我不希望他挥霍自己的时间，不希望他有朝一日惊醒，我的前半生已经过完了。但同时，我也不希望阻止他独立去面对生活。这就像父母养育孩子，总有一天孩子将要离开父母。治疗师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送走来访者，而不是把他们留住。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夏洛特的这个决定有些仓促了，就像还没有背好降落伞就要从飞机上往下跳。但或许这正是他所习惯的危险程度。很多人以为来做心理治疗是要从过去发现一些什么，并把它们交代清楚，但其实治疗师工作的重点在于当下，要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每天都在想些什么，感受到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很容易受伤？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受到责备？他们是否回避眼神的交流？他们是否执着于看似并不严重的焦虑？我们洞见这些细节，把我们的见解与来访者分享，并鼓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践。温德尔曾说过，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所做的，就像是在自家的篮板下练投篮。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练习，但总有一天来访者还是得走出去，到真正的比赛中试试身手。有一次，夏洛特差一点就要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了。那时他来治疗已经有1年了，但突然他就不再和那个男生见面了。他不愿意告诉我是为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他不愿意谈这件事。其实我并不太在意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想知道这件事背后的诱因是什么。他告诉了我那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但对最关键的事却不予讨论。我不知道今天他决定要离开，是不是也和那个原因有关。他曾经解释过为什么不想谈论这些。哎呀，我不想讨论这个。其实我平时很难对人说出个不字，所以今天我就全当是在这里做实践了。可是撇去讨论分手这个话题不谈，平时要你说个好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人要是很难对别人说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认同，觉得如果说了不字，别人就不会再爱自己了。而如果一个人很难对别人说好，无论是对一段亲密的感情、一个工作机会，还是一个戒酒的疗程，这都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任。这样的人会想，我会不会搞砸？搞砸了会不会更糟糕？我留在原地会不会更安全一些？有时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说不的时候，其实是在撇清事情和自己的关系，以说不作为一种搪塞，反过来避免做出承诺。对夏洛特来说，他要面对的挑战是克服恐惧，愿意做出承诺。不仅在治疗中如此，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负责。我看着窗外玻璃上的蜜蜂，又想到了我的父亲。有一次我向父亲抱怨，有个亲戚跟我说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我父亲打气儿地说，愧疚这个东西，他往你手里塞你就接呀。我又想到了夏洛特的状况，我不希望他离开的时候也带着愧疚，觉得他辜负了我。我能做的就是让他知道，无论怎样，如果他需要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和他分享我的观点，也倾听他的说法，帮助他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你要知道，我也认同你所说的，你的生活正在发生许多积极的改变，而且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但同时，我觉得你还是无法亲近别人，这可能是你生活中的某些经历造成的吧，可能是你的父亲，也可能是那个你不想谈起的男生。或许谈论这些对你来说还是太痛苦了。你会认为如果你避而不谈，
或许还能让自己相信事情会有转机。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人期待心理治疗能帮助他们找到一种方法，让那些以前错待他们的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然后那些人，当然大多都是他们的爱人或者是亲戚，就会像是接收到什么讯号一样，突然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一个时刻，做一个合格的成年人，就意味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且意识到需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了。你必须挪到前面的驾驶座来，自己成为驾驶汽车的那位狗妈妈。我讲话的时候，夏洛特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但当我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抬头偷偷瞄了我一眼。房间里现在已经亮堂多了，我才发现大多数蜜蜂已经飞走了，只剩下几只掉队的，有的趴在玻璃上，有的在空中相互环绕着飞舞了一阵，然后也飞走了。如果你继续进行心理治疗，或许你就不能再抱有幻想，觉得还能改变自己的童年。但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去创造更好的成年生活。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我和我的邻居上床了。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之前就经常互相有一些暗示吧，但是真正出去约会的时候，他又说他不想正经谈恋爱。但你知道的，我下定决心了，我说好了，我只想跟想交女朋友的人约会。我不想再和我父亲的翻版约会了，我也不想再重蹈我母亲的覆辙。我希望自己能对这些事儿说不。我不想成为我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人。至于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也还在摸索。我当时想着，如果我离开治疗，那我就能接着和那个人发生关系。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这与你是否在进行心理治疗无关。我望着他，我知道我说的他其实心里早就清楚。他确实放下了酒精，还有那小哥，也开始放下和母亲的对抗。但行为转变的阶段就是这样，你不会一下子完全放下你所有的防御，相反，你要逐层逐层地卸下防御，慢慢地接近最柔软的核心，最终触及你的悲伤和羞愧。我不希望自己5年之后醒来，发现还是从没拥有过任何亲密关系。5年之后，像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肯定都已经不再是单身了，而我可能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跟某个候诊室里的那小哥眉来眼去，或是跟自己的邻居搞上，然后在某个派对上把这些事儿当做一次冒险来讲，假装自己完全不在意的样子。你是在假装自己是个很酷的女孩，仿佛没有渴望，没有感觉，随波逐流，但其实你是有感觉的。是的，作为一个酷女孩，感觉糟透了。她以前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她正在慢慢脱下她的防风服。糟透了，算是一种感觉吗？当然是啊。于是，夏洛特真正的蜕变终于开始了。他没有放弃治疗，相反，他坚持了下来，直到他学会了如何自己掌握方向盘，更安全地在这个世界里行驶，看清来路和前方。虽然他还是会走很多弯路，但总能靠自己回到正途，驶向他真正向往的地方。第76集，
肯尼亚。那天我正在剪头发，一边跟发型师科里交代我的近况。我跟出版商取消了出版合同，我告诉他，欠出版商的违约金，我可能要努力好几年才能还清，而且我这么迟才说不干，可能以后都很难再有机会拿到写书的合同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如释重负。科里点点头，我瞥见他在镜子里注视自己纹了刺青的二头肌。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做了什么吗？什么？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讲的是肯尼亚人无法获得干净的水源，那些人都活在死亡的边缘。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受过战争和疾病的摧残，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和村庄。他们四处游荡，就为了寻找一些喝了不会要他们命的水。他们也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也不会欠出版商的钱。反正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做的事儿。接下来是一段尴尬的沉默，直到科里和我的目光在镜子中相遇。隔了一会儿，我俩都笑了起来。他是在笑我，我也在笑自己，同时也是在笑人们对痛苦的分级。我想到了朱莉，她以前总是说，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健康的人有时也会说，至少我没有得什么绝症，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痛苦。我还记得约翰一开始来治疗的时候，他的治疗就排在朱莉的治疗后面，而我一直要努力提醒自己，痛苦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这也是我在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人们所受的折磨不应该被拿来比较，因为痛苦并不是一场比赛。夫妻之间常常会遗忘这一点，而这往往会使他们更痛苦。你或许听过夫妻间这样的对话：我已经照顾孩子们1天了，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要辛苦，但我比你更孤独。在这场痛苦的较量中，究竟谁赢了，谁输了呢？然而，痛苦就是痛苦。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也曾经向温德尔道歉，因为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经历了分手，又不是离婚，我为自己如此小题大做而感到羞愧。当我因为反悔了出书的合同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和职业危机的时候，我也感到抱歉，因为我的痛苦肯定不会比那些肯尼亚人要面对的问题来得更严重。我甚至曾经还为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而道歉。当一位来访者注意到我在发抖，我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说到底，我都还没有被确诊，我的状况能差到哪里去呢？更比不上某些在尚可承受的健康问题中较严重的病症了。我的病症尚未明确，但至少我知道，我得的不是帕金森症，也不是癌症。但温德尔对我说，你轻视自己的问题时，你是在评判自己，也是在评判其他那些遇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不够痛苦的人。而轻视问题是不会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接受痛苦，并想办法解决它。你无法改变你否认或轻视的东西，而且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烦恼，背后必然藏着一些更深层的烦恼。当约翰拿着我俩的午餐外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的表情有点特别。恭喜你，你再也不是我的情妇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在跟我道别，他是不是决定停止治疗了？但我们这才刚要开始啊。他走到沙发旁，非常刻意地表演了一出看，我把手机调到静音模式了的戏码，又顺手把手机扔到一把椅子上，然后他打开装着午餐的纸袋，
把一份中式鸡肉沙拉递给我。要不要？我有2双筷子。好，谢谢。哎，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再是我的情妇了吗？好吧，好吧，我来告诉你。你不再是我的情妇了，是因为我向 Mark 坦白了。他知道我在你这儿进行心理治疗。你知道他作何反应吗？他很生气，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这持续多久了？他叫什么名字？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听上去就像是我俩有一腿，有没有？对 Mark 来说，这或许真的跟出轨差不多。Mark 感觉他在你的生活中被冷落了，现在他又听说你一直在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而他渴望的就是与你亲近。对，没错。约翰似乎一度陷入了沉思，他又吃了几口沙拉，看着地板，然后揉了揉额头，仿佛他脑袋里发生的事正使他精疲力尽。最后他终于抬起了头。我们还聊了盖比的事儿。他随后便哭了起来，他像是在喉咙里发出的哀嚎，原始而野性的声音。我立刻就辨识出了这种声音。我当初学医时在急诊室里听到过这种哭声，是那个溺水幼童的父母发出的哭声。约翰的哭声是一首充满爱的挽歌，献给他心爱的儿子。我脑中又闪过了另一次急诊室的情形，那时我儿子才1岁。一天晚上，他突然高烧至40度，全身抽搐，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当医护人员赶到我家时，他已经四肢无力，双眼紧闭，我叫他，他都没有反应了。此刻，我坐在约翰身边，我的身体里又感受到了当时的那种恐惧，那种看到我儿子失去生命体征时的恐惧感。当时他在担架上，我紧紧抱着他，紧急救护技术员们守在我们两侧，救护车的警笛声就像是魔幻的背景音乐。当医护人员把他五花大绑地送去照 X 光时，我听到他嚎啕大哭地呼唤着我，他不能动，他的眼睛睁开了，充满了惊恐，他哀求我抱他，还奋力向我这边蠕动。他的哭喊声听上去和约翰现在的哭声一样撕心裂肺。当时在医院的走廊里，有一台轮床经过我身边，我看到上面有一个已经昏迷的小孩，也可能是已经死了。我当时就想，我儿子也可能会变成这样，也许这就是明天早上的我们也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但厄运没有降临在我们头上，我带着一个健全可爱的男孩回家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不知道约翰是在对谁说抱歉，是盖比、Mark， 还是他母亲，又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嚎啕大哭向我道歉。约翰说以上都有，但最让我感到抱歉的是，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想屏蔽那些如万丈深渊般的记忆，那场车祸，医院里的情形，当他得知自己失去盖比的那一刻，但他做不到。他不惜一切的想要忘记自己是如何抱着儿子的尸体。Mark 的兄弟想把他们夫妇俩都拉走，约翰给了他一拳，叫嚷着：“我是不会离开我儿子的。”他也想忘记自己是如何向女儿宣告哥哥的死讯，他们全家是如何来到墓地， Mark 是如何倒在地上完全无法行走。他多想将这些记忆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但不幸的是，这些记忆偏偏清晰而完整，像是一场醒着的噩梦。可是约翰说，
那些欢乐的记忆却变得模糊了。盖比会穿着蝙蝠侠的睡衣躺在他的单人床上，跟我撒娇说：“爸爸，抱紧我嘛。”每当他过生日拆完礼物之后，总会用包装纸裹住自己，在地上滚来滚去，像一只小猫。他还会像个大孩子一样自信地大步走进幼儿园，走到门口才偷偷回过头来个飞吻。还有盖比的声音，他会说：“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再从月亮绕回到这里来。”但可怕的是，盖比在我亲他脸蛋的时候，闻到的那种他的奶香味儿，他脆凉的咯咯的笑声，他生动的面部表情，他最爱的食物、动物和颜色，都在我脑子里慢慢消散。我觉得所有这些记忆都在慢慢变远，渐渐消散。我想抓住那些回忆，但关于盖比的点点滴滴正在离我而去。其实所有的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渐渐忘却这些细节，他们也都为此感到忧伤。但不同的是，当过去在他们的记忆中渐渐远去的时候，孩子们当下的样子依然在他们眼前。但对约翰来说，失去关于盖比的记忆就意味着他将更彻底地失去盖比。约翰告诉我，每当晚上他躲在自己的电脑后面的时候，玛格都以为他是在工作或是在看成人电影，但其实他是在看盖比以前的视频，边看边想着，这就是他儿子所有的视频了，就像他对盖比的记忆也仅限于现存的记忆，不会再有新的记忆产生了。虽然记忆可能会褪色，但视频不会。这些视频我已经看了不下100遍了，我都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些是我在视频中看到的了。但我还是着了魔似的反反复复地看着，好让盖比活在我的记忆里。让他活在你的记忆里，对你来说就等于不抛弃他。第77集，悲伤的纽带。我一直都会想象盖比还活着，想象他会长成什么样，有多高，有什么兴趣爱好。当我看到隔壁邻居的小孩们，他们都是盖比小时候的朋友，我就会想象盖比现在在中学里，还在和他们一起玩，遇上心仪的女孩，然后终于要到了刮胡子的年纪。我也会想象着，可能盖比在某个阶段会跟自己对着干。当我听到其他家长抱怨自己孩子上了高中之后的种种表现时，我会觉得这些烦恼对他来说都是奢侈的体验。督促盖比做作业，在他房间里找到大麻，或是抓到他在干坏事儿。青春期的孩子总能干出各种叫人抓狂的事儿，而我永远都没有这样的机会看着盖比成长了。你有没有跟 Mark 聊过这些？当 Mark 盘问我的时候，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要接受心理治疗，是不是因为盖比的事儿，问我有没有谈起过盖比。于是我告诉他，我不是因为想倾诉盖比的事儿才来找你做心理治疗的，我只是压力太大了。但 Mark 还是不依不饶，他不相信我说的。他问我，那你到底说没说盖比的事儿呢？我对他说，我在治疗中说过什么，那都是我的隐私。我是说，我想在心理治疗中聊什么，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儿，对吧？他凭什么插手？他是心理治疗纠察员吗？那你觉得
马格为什么那么在意你有没有谈过盖比？我记得在盖比死后，马格想和我聊聊盖比，但我就是做不到。他不能理解我怎么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去参加烧烤派对，去看湖人队的比赛。但其实事情发生后的一整年里，我都惊魂未定，我是麻木的。我告诉自己继续向前，不要停下来。可到了第2年，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想去死，尽管我依然用假面来伪装自己，但内心却在淌血，你能理解吗？为了马尔格和格雷斯，我要坚强。我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我要养活一家人，所以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我内心在流血。后来马尔格说想再要一个孩子，我心一横就答应了。虽然当时的状况我并不适合再当一次父亲，但马尔格很坚决，他不想让格雷斯孤独的成长。不只是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格雷斯也失去了他的兄弟。以前家里有2个小孩跑来跑去，现在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家里感觉不到有孩子的存在。屋子里的寂静总在提醒我们失去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怀孕似乎对马尔格有帮助，使他重新回到了生活的轨道上，但并没为我带来任何改变。我认为没人能替代盖比。再说，万一我们也会害死这个孩子呢？约翰跟我说，当年得知母亲的死讯时，他很肯定是自己害死了母亲。当天晚上，他母亲离开家去参加排练的时候，他曾央求母亲早点赶回家，可以哄她上床睡觉。所以约翰想，母亲会死一定是因为他着急开车回家。当然，父亲告诉过他，母亲是因为在危险来临时保护了自己的学生才会出意外，但约翰很肯定，那只是为了顾及他的感受而编造的故事。但当他看到本地报纸的头条时，那时他刚开始学认字，才知道父亲说的是真的，他没有害死母亲。但约翰知道，如果要母亲为了他献出生命，他也不会有半点犹豫。他对盖比和格雷斯也是一样，现在还多了小卢比。但他能不能为了马克这么做呢？他不确定。马克又会不会为了他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呢？他也不确定。约翰停顿了一下，然后用调侃打破了紧张的气氛。哎呀，这气氛实在太沉重了，我觉得我应该躺下。哎呀，这是什么鬼拷贝？这里面填充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但奇怪的是，我很担心我可能太爱这个新生的小宝宝了，这样的话就像是背叛了盖比。我很庆幸小宝宝不是男孩，如果是男孩，我看着他，我肯定会一直想起盖比。如果他和盖比喜欢同一款消防车玩具，我该作何感想？所有我和小宝宝的记忆都会掺杂着痛苦的回忆，这对这个孩子来说太不公平了，我实在是非常担心。我甚至做了各种调查研究，在哪个时段造人最容易怀上女宝宝，我还把这写进了剧本里。我点点头，我记得应该是在第3季里，那对夫妇是故事的一条支线，后来就没在剧中出现了。他们总是无法在正确的时间进行造人大计，因为2人之中总有一个会先控制不住自己，迫不及待地想要颠鸾倒凤。我记得剧里的这段情节很搞笑，但完全不知道是如此痛苦的经历激发了这个创意。重要的是，我没有把我的这些纠结告诉 Mark， 我只是默默地确保我们只在比较容易怀上女宝宝的那几天里做爱，然后从怀孕一开始我就惴惴不安，直到超声波能照出胎儿性别的时候。
产科医生说看上去是个女孩。马尔格和我同时说道：“你确定吗？”马尔格想要一个男孩，因为我们有一个女孩了。他想要养育一个男孩，所以得知宝宝性别的第一晚，他其实有些失望。他说：“我不会再有机会养育一个男孩了。”但我心里却欣喜若狂。我觉得在当下的情况下，我更擅长做一个女孩的父亲。然后，当卢比出生的那天，我觉得我都要吓尿了。但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立刻感觉到了自己体内沸腾的父爱。那你悲伤的情绪有变化吗？一开始确实有所好转，但很奇怪，这反而让我感觉更糟糕。因为悲伤才是你和盖比之间的纽带。不错的推理啊，神探小姐。是的，我感觉我的痛苦才是我爱盖比的证明。如果我不再痛苦，那就意味着我已经忘记他了，意味着他对我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如果你快乐起来了，就没法继续悲伤。没错，我现在也还是这么想的。这两种情绪就不能并存吗？或许正是你的悲伤，你的丧子之痛，让你能够在卢比出生的那一刻就那么爱他，为他的降生而感到幸福。我记得我接待过一个丈夫亡故的女来访者，当她在1年后重新坠入爱河时，也曾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这么快就另觅新欢？你不是爱了你丈夫30年吗？但正因为她失去了丈夫，才更懂得真爱来之不易。事实上，她的朋友和家人都为她感到高兴，所以她的顾虑并不是来自他人的评判，而是她对自己的批判。她得到的幸福会不会亵渎了她对丈夫的记忆？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她的幸福并不会削弱她对丈夫的爱，而是一种肯定。约翰跟我说，他发现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实。从前是 Mark 想要聊关于盖比的事，而约翰不愿意。后来，如果约翰非常偶然地提到了盖比， Mark 也会不开心。他们的家庭就注定要被这个悲剧所困扰吗？他们的婚姻也会一直受这件事的影响吗？也许我们彼此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时刻提醒对方当时发生了什么，就像是某种病态的纪念。我们需要的是想办法妥善地为这个事情收尾。收尾。我理解约翰所说的意思，但我总是认为收尾只是某种错觉。第78集，哀伤5段论。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提出了著名的哀伤5段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模型最初描述的是罹患绝症的病人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一直到几十年之后，这个模型才被应用到更广义的悲伤场景中。当一个人的生命临近尾声的时候，他确实需要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朱莉正在努力做到的那样。但对于要继续面对生活的人来说，被迫接受一些现实，或许会让他们感到更糟，就好像都已经这么久了，我应该让他翻篇了。我不懂为什么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哭起来。再说，爱与丧失怎么可能有一个终点呢？即使有，我们会愿意走到那一步吗？深爱的代价就是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悲伤和痛苦，但这
也是一种恩赐，是鲜活的生命才能拥有的恩赐。如果我们不能再体会任何情感，那我们就该为自己将死而悲伤了。考虑到这些问题，哀伤治疗大师威廉姆·沃登将哀伤的几个阶段替换成了哀悼的4项任务。在第4项任务里，目标是要把你的丧失融入生活中，与那个已经离世的人建立一种持续的联系，同时为自己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但还是有很多人为了结束困境而寻求心理治疗，他们内心呼喊着，请帮助我脱离这种感受吧。但他们最终会发现，你要把一种情绪调到静音状态，你就必须把其他情绪也调到静音状态。你想要把痛苦调成静音，那你就不得不把快乐也调成静音。你觉得我和 Margaret 是什么情况呢？你们俩在各自的悲痛中都很孤独，在各自的喜悦中也很孤独。在治疗中，约翰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提到让他开心的事，他的2个女儿，他的狗罗西，他又写了个非常棒的剧，又赢了一座艾美奖，和他的哥哥们一起旅行。有时约翰会说，他都不敢相信他还能感受到快乐。盖比死后，他以为余生都要活在痛苦之中了，以为自己会像个行尸走肉。但就在盖比离开他们1周之后，他已经又在和格雷斯玩耍了，而且有那么1-2秒钟，他觉得自己已经缓过来了，没事儿了。我和女儿笑着闹着，我的笑声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1周之前我才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这笑声真的是从我自己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吗？我是一个怪物吗？我告诉约翰，有一个叫做心理免疫系统的东西。生理上的免疫系统会帮助你的身体在受到外界侵害时及时恢复，同样你的大脑也会帮助你从心理打击中恢复过来。哈佛的研究员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挑战时，无论是遇到毁灭性的灾难，比如变成了残疾人或是失去所爱的人，还是一些生活中的难题，比如离婚或是生病，都比自己预想中的要表现得好。人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笑了，但他们还是会的。人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但他们也还是会的。他们会去买东西，去看电影，也会做爱，会在婚礼上跳舞。他们会在复活节时暴饮暴食，在新年里开始节食。所有日常生活都会照常进行。约翰和格雷斯玩耍的场景也一样，都是正常现象。我还跟约翰分享了一个相关的概念——无常。当人们处于痛苦之中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以为这种痛苦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实际上，我们的感觉就像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你在当下这1秒、这个小时、这1天里感到难过，并不意味着你在10分钟之后，在当天午后或是下个星期里还会是那个心情。你所感受到的所有情绪，焦躁不安也好，兴高采烈也好，悲痛万分也好，变幻都在瞬息间。对约翰来说，每当盖比的生日或是特定的节日，痛苦的感觉就会袭来，或许痛苦也一直潜伏在平时生活的底色中。当他听到车里播放着某一首歌，或是脑中突然闪过一段记忆，还是会陷入暂时的绝望中。但只要换一首歌，或者思绪跳到另一段回忆时，他又可以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后沉浸在无限的喜悦中。但我想知道，约翰和 Margaret 共有的喜悦是什么呢？我问约翰，如果那场车祸没有发生，他想象中自己和 Margaret 会过得怎么样？
他们的婚姻走到今天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哦，得了吧，怎么着？你认为我还能改写历史吗？实际上，我最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有时我会想，那时我俩都还年轻，我的事业刚起步，Mark要照顾2个孩子，还要兼顾他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我们会渐渐疏远了彼此的接触，就像处于这个人生阶段的许多人一样。我还想，等到2个孩子都读书了，我俩的事业都更上一层楼了，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你知道，生活或许会走上正轨，也或许不会。我以前一直都坚信 Mark 就是我的另一半，我也是他的另一半，但我们却让对方如此不开心。我都忘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在他眼里，我做的每件事都是错的，或许我们早该离婚了。人们说，如果失去一个孩子，婚姻就会走到终点。但或许我们正是因为失去了盖比，才留在彼此的身边。或许是盖比拯救了我们的婚姻。或许吧，也可能你们还在一起，是因为你俩都想要重新发现因为失去盖比而遗失的自己。或许你俩都相信，你们都还能再次找到对方，也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发现彼此相爱的真谛。我想到了那个溺水的孩子的家庭，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再要一个小孩呢？还有他们的小宝宝，当他3岁的姐姐跑出去被淹死时，正由妈妈在屋里换尿布的小宝宝，现在应该上大学了。或许那对夫妇早就离婚了，各自和新的伴侣住在一起，也可能他们还在一起，比以前更坚强了。也许他们正在家附近风景宜人的小径上散步，欣赏着旧金山南部半岛的风光，一边走着一边回忆过去，缅怀他们心爱的女儿。有趣的是，我想现在我俩终于都准备好要谈谈有关盖比的事儿了。事到如今，我感觉好多了，虽然我还是感觉很糟糕，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总之，这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反正不及对盖比的事闭口不谈来的更糟糕。你看，我说吧，你的推理能力很不错，神探。我们相视而笑，于是约翰没有继续拿神探小姐开玩笑，不再用一个虚构的形象来保持我们之间的距离感。约翰能在他的生活中正视盖比的真实存在，也就更能正视别人的真实存在。约翰坐了起来，显得烦躁不安。我们这次治疗已经接近尾声了。当他穿上球鞋站起来去拿手机的时候，我回想起今天一开始他说的，他告诉玛格自己因为压力太大才来做心理治疗。我想到他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约翰，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因为压力太大才来到我这儿的吗？你是傻子吗？我来这儿是为了谈谈 Mark 和盖比。天哪，有时候你真是头脑发昏。当约翰离开的时候，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在门边给他的应召女郎拿出一沓现金。你给我记账单吧，我们不需要再偷偷摸摸了。我们现在是光明正大的关系了。第79集，是业务咨询还是心理治疗？你这算是需要业务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呢？温德尔在今天的治疗中这样问道，因为我问了他一个专业相关的问题，他知道我明白两者的区别，因为他之前已经给过我2次专业上的指导了。
所以我想要的究竟是他的专业建议，还是帮助我更了解我自己呢？第一次向温德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正在谈论为什么人们都更愿意选择速效的安慰剂，而不情愿在心理治疗上下更深的功夫，这让我感到沮丧。作为一个经验相对尚浅的治疗师，我很好奇更有资历的治疗师会如何面对这个情况，尤其是温德尔。一方面我想听听前辈的意见，还有就是我常常都会禁不住好奇，温德尔是如何面对职业上的困境的。我觉得他不会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应该会对我面临的困境表示同情。事实上我也知道，这么问就像要他面对坑人的第22条军规一样。许多治疗师常常都要面对来访者给出的这种悖论。我想得到同情，但如果你向我表示同情，我却会感到愤怒和无助，因为同情不能解决我最现实的问题，对我来说何用之有呢？我认为温德尔可能还会说一些跟坑人的第22条军规这个悖论相关的东西，因为毕竟消解情绪地雷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爆它。但温德尔却望着我，他问：你想要一个实用的建议吗？当然，好。我父亲曾经是个商人，在我刚开始行医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个招揽生意的建议，为新的来访者们提供一次试诊。如果他们之后决定不再继续治疗，试诊的那一次就可以免费。因为许多人在考虑开始心理治疗时都很焦虑，所以这个无风险的试诊机制让他们有机会来看看心理治疗是什么样的，同时了解我能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我想象着温德尔和他父亲谈话的样子，想象着他父亲当时该有多高兴啊，终于能给自己温顺的小儿子提供专业的建议了。他父亲的建议如果放在商界，或许并没有什么开天辟地的意义，但在心理治疗这个行业里，我们很少把自己的职业看作是一门生意，但其实我们确实得靠自己养活自己。温德尔的父亲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儿子离开了家族企业，却也是在经营一门自己的营生。感受到这种父子间的纽带，或许使老父亲无比欣慰，这对温德尔来说应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才会愿意与更多像我一样的治疗师分享这条锦囊妙计。无论如何，我得承认，他父亲是个天才。我听取了这个建议，很快预约就爆满了。但温德尔第二次给我业务上的建议时，却遭遇了滑铁卢。不过，当时我不只是在征询他的建议，而是在逼着他给我出主意。那时，我正陷入写书还是不写的两难境地，我一直在煽动温德尔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实在是逼了他很多次，而且逼得很紧，最终他终于招架不住了。好吧，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听上去你就是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写完，这样的话以后你就可以写自己想写的内容了。然后他拍了两下大腿，站起来示意今天的治疗已经结束了。有时候治疗师会故意把来访者想要解决的症结或是他们的问题写成处方给他们看。例如，一个一直拖延着不想找工作的年轻人，就可能会在治疗中被告知他不能去找工作。如果一位女士无法主动向伴侣邀约性事，治疗师可能会告诫她，在接下去的1个月里都不要在性事中采取主动。治疗师指示来访者不要去做他们本身就无法做到的行为，这种策略
被称为悖论干预。鉴于该方法牵涉到一些伦理上的考量，治疗师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掌握使用的时机和方法。但这一方法背后的原理在于，如果来访者相信某个行为或症状是自己无法控制的，那我们就将对这个行为赋予自愿性，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选择做或不做，再把这个信念引入他们的思考中。一旦来访者意识到是自己选择了某个行为，他们就可以无意识地收获其中附带的益处，逃避我们给出的指示，进行反抗或是呼救。但温德尔没有这么做，他只是不断回应我无休止的抱怨。当我告诉温德尔，我的经纪人又再次向我重申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写完这本书，不然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再拿到其他写书的合同了。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别人的意见，或者换一个经纪人？像我现在这样的一团糟的状况，不可能为别人带去任何价值，所以现阶段我不可能再去找新的经纪人。温德尔和我进行了许多次这样的对话，最后我终于说服了温德尔和我自己，让我俩都相信我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写。于是我继续勤奋笔耕，但我的心里不仅埋怨自己，还埋怨温德尔。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在埋怨温德尔，直到我发邮件通知编辑我不会再继续写这本书的1周之后，我的怨恨才浮出了水面。在那周的治疗中，我全程焦躁不安，也无法和温德尔分享我所做的这个重大的决定。你是在生我的气吗？温德尔问，显然他从我的状态中看出了蛛丝马迹，并且一语中的。是的，我非常生他的气。我如实回答，而且我还说，你猜怎么着？我取消了出版合同，从经济上和前途上来看，我都要完蛋了。我又在那些牢笼的铁栏杆边打转了，再加上我无法解释的健康状况以及明显的疲劳症状，我想要确保自己善用仅剩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朱莉有一次说过，她现在终于明白了寸金难买寸光阴的意义。我们生命中的时间都是上天借给我们的，年轻时我们以为自己的时间还多的是，但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时间比想象中要少得多。我告诉温德尔，我开始向朱莉学习，尝试找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每天像在梦中穿行一般浪费时间。所以凭什么告诉我应该拿出大把的时间来写那本书呢？所有的治疗师都会犯错，但当这发生在温德尔身上时，我却不理智地感到自己被背叛了。我说完了我想要说的话，温德尔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尽管他完全可以这么做。他只是简单地向我道了歉，说这是他的过失，没有在我俩的交流中发现更重要的事。为了让他了解我是如何深陷困境的，我也要让他体验一下受困的感觉，用我臆想出来的牢笼来框住他。而当他面对挫败时，他也和我一样选择了最简便的出路。好吧，反正已经都搞砸了，就乖乖认栽，把那本倒霉的书快点写完吧。我今天要为一个来访者的事咨询你的建议。此刻我说道，我告诉温德尔，我有一个来访者的妻子正在他这里接受治疗，而每当我来到温德尔的办公室，我都会想，刚刚从诊室里走出来的那位女士是不是我来访者的妻子呢？我告诉温德尔，我知道他不能对我提起任何有关他来访者的事，但我还是想知道那位妻子有没有向他提起过她丈夫的治疗师，有没有提到过我。我也想问问温德尔，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巧合。作为一名来访者，
我可以在治疗中讲述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但我不希望因为自己对约翰的了解影响他妻子的心理治疗。这就是你想咨询的事？我跟你说点什么会对你比较有帮助呢？我想了一下，他不能告诉我 Margaret 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刚好在我之前，更不能告诉我他知道我说的那个人就是 Margaret。他不能告诉我他是刚刚才知道他来访者的丈夫是我的来访者，也不能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同样，他也不能告诉我 Margaret 有没有和他谈起过我。我能肯定，我对温德尔讲过的一切有关约翰的事，他都会妥善而专业的对待，而且我俩在治疗中聊到的事不会被带到治疗之外。或许我想知道的是，我今天告诉他这些到底对不对？当问题问出口时，却变了样。你有没有怀疑过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心理治疗师？我是说，如果根据你在治疗中的观察来判断的话。我突然想到自己之前问过的，你喜欢我吗？不过这次提问的内容稍有不同。那时候我问的是，你是否像喜欢一个孩子那样喜欢我？是不是喜欢我的涅萨玛？而现在我问的是，在你眼中，我是一个成年人吗？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吗？温德尔当然从来没有见过我为别人进行心理治疗，也从来没有督导过我的工作，他又如何能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呢？于是我开始对温德尔诉说自己的这些想法，但他却打断了我。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心理治疗师。一开始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知道我是一个称职的治疗师，他有什么证？哦，所以一定是 Margaret 认为约翰的状态有所好转。温德尔笑了笑，我也回以微笑。虽然他不能亲口告诉我，但对此我俩心照不宣。我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减少尴尬呢？或许你刚刚已经做到了。我想温德尔是对的。在进行伴侣治疗的时候，治疗师常常会讨论隐私和秘密之间的区别。隐私是每个人在一段健康的感情中都会需要的心理空间，而秘密则源自羞愧，常常会腐蚀一段关系。荣格把秘密称为心灵毒药。之前我对温德尔隐瞒了那么多秘密，如今终于能把最后一个秘密也和盘托出了，我霎时感觉神清气爽。后来我再没有向温德尔咨询过专业意见了，因为事实上，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为我提供专业咨询，因为心理治疗师这个工作本来就是从实践中去学习的。这不仅仅包括作为治疗师的实践，也包括被人治疗的实践。这种实践中的学习是双向的，所以才会有一种说法，治疗师能为来访者带来多少成长，取决于治疗师自己的内心能有多少成长。当然，这个说法也存在不少争议。我也遇到过一些来访者，他们所取得的成长，我只能望其项背。我的许多同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只要我的内心能够自愈，我自然能更善于治愈别人。在实际应用的层面上，我也把从温德尔那里学来的直接运用到了我的工作中。我记得以前有个动画片，里面有个囚犯，不停地摇着铁栏杆。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说给约翰听，苦口婆心地想要帮助他认识到，那些被他称为蠢货的人，并不是真正关押他的狱卒。当我说出那个金句的时候，其实左右两边都没有铁栏杆。约翰微微笑了一下，像是认同，又像是要把问题丢回给我。
哎呦，放过我吧。他翻个白眼说道，其他人真的会听信这一套吗？事实上，他的反应才是少数，这个心理干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有用。我从温德尔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就是如何在治疗中既带入个人风格，又保持策略性。我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去踢我的来访者一脚呢？应该是不会的。我会不会对着来访者唱歌呢？我也说不准。但若不是见识了温德尔面对我时表现出来的率真，我可能不会和朱莉一起大吼我操。心理治疗师在学习期间都要学习如何按照书本上写的来进行临床治疗，就像弹钢琴要练习音阶一样，我们也要先掌握基本原理。但无论是弹钢琴还是心理治疗，一旦你掌握了基本功，就可以运用技巧进行自由发挥了。温德尔并不是没有原则，原则一定是有的，而且我们被要求遵从原则也是有其原因的。但温德尔的做法让我了解到，如果经过深思熟虑，有意识地对原则进行变通，治疗将收获更多元化的成效。温德尔和我没有再提起约翰和马克的话题，但在几星期后的一天，当我正要在候诊室里坐下时，温德尔办公室的门开了，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下周3还是这个时间？温德尔回答道，对，到时见了。然后门咔嚓一声关上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过屏风，从门口走了出去，真是耐人寻味。我心想，或许原来排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士已经完成治疗了，又或许她真的是 Mark。 温德尔为了保护我的隐私，以防有一天 Mark 真的发现端倪，所以特地把他的时间调开了。但我没有问他，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温德尔说的对，我们之间的尴尬已经消失了，秘密已经说破，心灵毒药被稀释了。我已经得到了我需要的咨询，也可能是治疗，反正都是我需要的。葬礼狂人。离朱莉预约的时间还有10分钟，我在套间的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吃着椒盐脆饼。我不知道哪次会是朱莉的最后一次治疗。有时她迟到了，我就会想象最糟糕的情况。我总是犹豫该不该在每周治疗的间隙查探一下她的情况，还是应该等她有需要的时候自己打给我。但我也知道他并不善于开口寻求帮助。面对一个绝症晚期的病人，治疗师的界限感是否可以有所不同呢？第一次在乔氏超市看到朱莉时，我很不情愿排在他负责的那条队伍里。但自那之后，只要我去的时候他刚好在上班，他就会招呼我去他那边，我也会欣然前往。如果儿子和我在一起，朱莉总会多给他一些贴纸，还会和他击掌。而当朱莉不再去上班的时候，扎克也留意到了这个变化。妈妈，朱莉去哪儿了？当我们走去结账时，他会扫视每一个收银台，寻找朱莉的踪影。我不是不想跟扎克探讨死亡，其实几年前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了。那时我的一个发小罹患癌症去世了，我便向扎克解释了他所得的绝症。但因为保密条款的关系，我不能向扎克透露更多有关朱莉的情况。一个问题会牵出另一个问题，步步逼近我无法跨越的底线。所以我假装自己认识的只是身为收银员的朱莉。
我对扎克说，或许他换了排班的日期，又或许是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吧。他不会去找新工作的，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扎克的回答令我惊讶，竟然连一个小孩子也能看得出来。朱莉不在了，我们就会排到艾玛的队伍里。艾玛就是曾经提出帮朱莉代孕的那个姑娘。艾玛也会给扎克很多贴纸。但当我回到办公室等待朱莉到来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开始思考扎克问过的问题：朱莉去哪儿了？我们把结束一段心理治疗称为治疗的终结。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刺耳，因为治疗结束应该是温暖的、让人感动的经历，苦中带着甜，就像是一次毕业。通常，当治疗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迈入最后的阶段，那就是要好好的说再见。在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会和来访者一起谈一谈过程和进展，总结我们在治疗中取得的改变。能够走到今天，哪些过程对他是有帮助的，哪些过程是没有帮助的。他在治疗中对自己了解了多少，自己的优点、面临的挑战、内心的想法和对事情的解读。他离开之后又有哪些应对的策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帮助他延续治疗中取得的成果。当然，通过所有这些讨论，我们想做到的还是好好的说再见。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好说再见的经历，有时甚至根本就不去说再见。但当你耗费了大量时间，好不容易度过生活中的一个难关，比起一句简单的“好啦，再次感谢你，后会有期”，一个正式的终结过程能让你有更多收获。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根据事情的结局来记住自己经历了什么，所以说终结过程对心理治疗至关重要。来访者原本可能一辈子都要面对消极的情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是空虚的结局，但终结的过程能让他们拥有一个积极的结论。但朱莉和我在准备的是另一种终结的方式。我俩都知道，他的治疗一直会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点，这是我对他做出的承诺。最近我们的治疗中有越来越多的沉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谈话有什么避讳，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最坦诚的沟通方式。沉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的情感在空气中盘旋。不过，沉默也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的精力大不如从前了。谈话会消耗体力，但讽刺的是，朱莉尽管非常瘦，但看上去很健康。正因如此，许多人都很难相信她正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有时我也会有这种错觉。沉默还有另一个效果，可以让我们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在50分钟的幸福时光里，我们都能暂时逃离外面的世界，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我在这里好像感到很安全，不用在意别人对我的担忧，也不用顾虑别人的感受。但针对你的事，我也会有自己的感受。我知道。你想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那个我也知道。然后我们又回到了沉默中。当然，在沉默与沉默之间，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交谈。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跟时光穿梭有关的事，是我在一档电台节目里听到了他们在聊这个，然后一个主持人说了一句话，
对于那些讲述时光穿梭的作品来说，过去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记载了许多巨大的灾难，但你仍然有机会挽救这些灾难。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了下来，因为这句话把我逗乐了，但又让我流下了眼泪。因为我仅剩的这一点寿命，不允许我像其他人一样，一边变老，一边积累人生的灾难，拥有一段想要修复的关系，错失一份想要拥有的事业，或是想回到过去，修正自己犯过的错误。相反，朱莉选择回到过去，重温生活中美好的时光。小时候的生日派对，和祖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情窦初开的心情，第一次出版论文，和麦特的第一次对话，那是一次持续到天亮还未结束的长谈。他说即使现在没有生病，他也不想穿越到未来，他不想知道故事的后续发展，不想被剧透。未来就是希望，如果你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了，哪里还会有希望？你活着哪里还有盼头呢？你还要为什么而努力奋斗呢？我忽然想到了朱莉和瑞塔之间的区别，年轻和年老之间的差别，但这差别却是错位的。朱莉虽然年轻，并不拥有未来，却满意自己的过去；瑞塔已经年老，仍然拥有未来，却被困在过去。那天，朱莉第一次在治疗中睡着了，她只瞌睡了几分钟。当她醒来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她开了个玩笑来打破尴尬。不好意思啊，洛丽，我猜刚刚我睡着之前，一定是希望自己身在别处，于是就穿越时光了。你是不是也无聊的想睡觉？没有，我只是回想起来你说的那个电台节目，我当时也听了，我还认真思考了节目结尾时的一段评论。我们所有人都在以同样的速度穿越到未来，每小时60分钟。那我猜我俩是时光穿梭中的同伴了。是啊，即使是你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在一同穿越。还有一次，朱莉打破沉默，向我转述了麦特的一个想法。麦特觉得我在扮演葬礼狂人的角色，疯狂地投入死亡派对的筹办工作，就像那些疯狂投入自己婚礼筹办的婚礼狂人一样。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我甚至聘请了一位策划师来帮我实现这个葬礼派对的梦想。对啊，为什么不呢？不管怎么说，这是属于我的一天。麦特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虽然他一开始不适应，但现在他也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我们曾经一起策划了一场婚礼，现在又要一起策划一场葬礼。这是我俩生活中最亲密的体验了，充满了深深的爱，深深的痛苦，还有黑色幽默。那你到底对那一天有什么期许？首先，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在那一天死去。但既然这个愿望终会落空，我也不希望那一天完全包裹着糖衣，像樱桃一样甜美。我的策划师向我介绍了时下很流行的葬礼主题，赞颂生命。我喜欢这个概念，但却不喜欢其中传递的讯息。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这毕竟还是一场葬礼。我抗癌小组里的那些人都说，我希望人们庆祝这个时刻，我不希望人们在我的葬礼上难过。但是我想说，人们为什么不能难过呢？你都死了。你想要让人们感动，希望你的死能对他们带来影响，希望人们能记得住你，把你放在心上。对啊，我希望人们会想到我，就像我在2次治疗之间会想到你一样。真的，有时我在开车，我会突然对一件什么事情感到惊慌，但接着我会听到你的声音，我会记起你说过的一些话。我想到温德尔对我也有同样的影响，我会内化他说过的一些话，他审时度势的方法，还有他的声音。这种体验是有普遍性的，可以由此来判断来访者是否已经准备好结束一段心理治疗。如果一名来访者会把治疗师的声音放在心上，将治疗师的话应用到实际情况中，那他就能逐渐脱离心理治疗了。来访者在治疗临近尾声的阶段，可能会向治疗师报告说，我最近开始觉得沮丧，但接着我就想到了你上个月说的话。我会在自己脑中和温德尔进行对话，朱莉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和我对话。这话听上去或许很疯狂，但我知道即使在我死后，我也会听到你的声音。无论我去到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其实我已经开始思考自己往生以后的生活了。虽然我不完全相信这个概念，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进行了深思熟虑。往生后，我会不会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会感到害怕吗？鉴于我爱的人都还在世，包括我的丈夫、父母、祖父母、妹妹、侄子和侄女，所以谁能在那儿陪伴我呢？但后来他意识到2件事。首先，他之前流产时失去的孩子或许会在那里，虽然他不知道那里会是哪里。其次，他开始相信他会以一种未知的灵性的方式听到所有他爱的人的声音。如果不是面临死亡，我一定无法说出口。但你也是我爱的人之一。我知道你是我的治疗师，我希望这不会让你觉得太诡异。但当我跟别人说我爱我的治疗师，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爱着我的治疗师。虽然这些年来我也爱过一些来访者，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来访者说过这个字。治疗师的专业培训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用词非常小心，以免引起误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来访者深切的关爱，又不至于让自己置身危险。而说出我爱你，绝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但朱莉已经说了她爱我，我也不会拿出专业的话术或是掺了水的客套话来回应她。于是我对她说，朱莉，我也爱你。她笑了，然后闭上眼睛小憩了一会儿。此刻，当我站在厨房里等待朱莉时，想起了她说的话。我觉得在她过世之后，我也会听到她的声音，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时刻，比如当我去乔氏超市买东西时，或是当我在一堆刚洗完的衣服里看到那件印着练瑜伽不如躺着的睡衣时，我会留着那件衣服，不再是为了纪念男友，而是为了朱莉。我大口吃着椒盐脆饼，忽然
我诊室的那盏绿灯亮了，我又拿起一块脆饼扔到嘴里，然后洗了洗手，心中松了一口气。朱莉今天早到了，她还活着。第81集，亲爱的 Melon。 今天瑞塔来的时候，手里拿着自己的艺术作品集，那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文件包，至少有3英尺长，附有塑料的提手。瑞塔开始在一所本地的大学里教艺术了。如果他当初没有辍学去结婚的话，他本该是那所大学的毕业生之一。他今天带着作品集是为了展示给学生们看的。他的作品集里有一组素描作品，内容都取自他自己的生活。这个系列也被做成了印刷品，放在了他的网站上出售。这些作品的画面都是漫画风格，看上去甚至有点卡通，内容却揭示出阴暗而深沉的主题，有悔恨，有耻辱，有耄耋之年的性爱。他以前就向我展示过这些作品，但此刻瑞塔从作品集里拿出来的却是另一样东西，一本黄色的横线布。自从 Melon 吻了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了。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回避 Melon。他故意在健身房选了另一个时段的健身课程。Melon 来敲门的时候，他也故意不理睬。他不再用猫眼来窥视亲人家庭了，窥孔恢复了他原本的用途。行走在公寓的楼道里，他都会让自己进入隐身的模式。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起草了一封信，逐行逐字都再三斟酌。他跟我说，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话是不是合情合理了。今天早上他又读了一遍，还是不确定应不应该把这封信寄出去。在我彻底让自己出丑之前，我能把这信先读一遍给你听吗？当然可以了。从我坐的位置上能看到本子上他手写的字迹，我看不清信的具体内容，只能看到字形。真是艺术家的笔迹啊，我心里想。那华丽的草书，字体中的圆弧完美又别致。瑞塔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始读信。他先是吸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几乎要开始念了，却又吸了一口气，然后再叹了一口气。终于他开口读道：亲爱的 Melon， 这开头是不是太正式了？还是会不会显得太亲密了？你觉得我开头是不是应该就只写个你好，还是更平淡的就写 Melon？ 我觉得如果你太拘泥在这些细节里，可能会忽略掉整件事的重点。那好吧，改成 Melon。我为自己在停车场里所做的不可原谅的行为感到抱歉，那实在是太唐突无礼了。我应该向你道歉，我还欠你一个解释，你应该得到一个解释。所以我会在信里向你说明，相信你在了解了实情之后，就能放下对我的感情了。怎么了？是不是太多赘述了？我是在想，我们之前聊过的有关给自己量刑的事。我刚刚意识到，你在假设 Melon 也要遵从你的惩罚制度。好，删掉这些。
继续。麦伦，老实说，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扇了你一巴掌。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很生气，气你和一个根本配不上你的女人约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曾像情侣一样相处了好几个月，或者说为什么你由着我这样误会我俩的关系，最终却又抛弃了我。我知道在那之后你已经给出了理由，你害怕和我开始一段浪漫的关系，因为如果结局不如人意，那就连我们的友谊也要失去了。你害怕我俩如果分手了，就连住在同一栋公寓里都会变得很尴尬。就像当我看到你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时，就会觉得极其尴尬一样。其实即使我在2层楼之上，开着电视机，还是能听到你们咯咯的笑声。瑞塔抬起头看着我，抬起眉毛，像是在对我提问。我摇摇头，他又在本子上划去了一些字。但现在，麦伦，你说你想要冒这个险，你说我值得你去冒这个险。当你在停车场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逃走。因为不管你信不信，我觉得对不起你，我为你感到不值，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如果和我在一起，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风险。如果让你在不了解我真正为人的情况下就冒这个险，那是不公平的。一滴眼泪从瑞塔的脸颊滑落，紧接着又是一滴。他伸手去拿放在文件包侧袋里的一团纸巾，就和往常一样，明明他伸手就能够够到一盒纸巾，但他还是不肯去拿，这真叫我抓狂。他啜泣了一会儿，又把用过的纸巾塞回文件包的侧袋里，目光重新回到横线簿上。我想你应该了解我的过去，关于我的几次婚姻，我孩子们的姓名和年龄，他们所在的城市，以及我并不常见他们。但这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我根本就不和他们见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恨我。麦伦，你所不知道的是，其实我的第2和第3任丈夫对此也不完全了解。孩子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第1任丈夫理查德，他是个酒鬼。他喝醉的时候会伤害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有时候他用言语施暴，有时则用拳头。他对孩子们的暴行，我都没法用文字来描述。起初我会呵斥他，恳求他，然后他就会对着我大吼大叫。如果他醉得很厉害，他也会伤害我。而我不想让孩子们目睹这些，所以我就不再抗争了。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面对的吗？我会走去另外一个房间。你看清楚了吗，麦伦？我的丈夫会伤害我的孩子们，而我会躲去另一个房间。我怨恨我的丈夫，他摧残了孩子们，给他们带来无法抚平的创伤。我知道我也同样伤害了他们，而我只会哭，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瑞塔已经哭到说不出话了，她将脸埋在双手里呜咽着。冷静下来后，她拉开了文件包口袋的拉链，扯出那团用过的纸巾，把自己的脸擦干净。然后她舔了下手指，在横线簿上翻过一页。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不报警呢？为什么我没有带着孩子们一起离开他呢？因为当时我对自己说，没有大学文凭，就没法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我是无法生存下来的，更不用说还要照顾孩子们。那时我每天都会在报纸上看招聘信息，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服务员、秘书或者部级员。但我又想，我能挤出时间来上班吗？这些薪水够花销吗？如果我去上班了，那谁去接孩子们放学呢？谁来做晚饭呢？但其实我从来也没有打电话去了解过详情，因为事实上，Mel，你一定得知道这一点。真相是，我并不想了解详情。你没看错，是我自己不想去了解。瑞塔看着我，像是在说：“看到了吗？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了吗？”确实，这部分内容我也是第一次了解。他向我竖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先别说话。随后他重新镇定下来，继续读信。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觉得非常孤单。当然，这不能成为借口，但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所以一想到要独自抚养4个孩子，还要在一个没有前途的岗位上每天工作8小时，我就觉得无法承受。我见过别人离婚后的下场，被社会排斥，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大家都避而唯恐不及。所以我想，我不想变成那样。我害怕到时没人再跟我说话，我甚至还可能失去唯一的心灵救赎，会变得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再继续画画。我很害怕，在那种情况下，我怕自己会寻短见。于是我这样想，对孩子们来说，有一个抑郁的母亲总好过有一个死掉的母亲。我就这样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留在了这个家里。但是 Melon， 还有一个真相就是，我不想失去理查德。瑞塔的声音变得低沉，泪水跟着涌了上来。他依旧用脏纸巾擦拭着眼睛。我确实恨理查德，但也还爱着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着不喝酒时的那个他。他以前是多么睿智风趣，而且虽然这听上去很不可理解，我知道如果离开他，我会想念他的陪伴。除此之外，因为理查德有酗酒的恶习和暴躁的脾气，我不想让孩子们和他独处，所以我总是尽量陪在孩子们身边。鉴于他每天都要上班，有时下班还要去应酬，所以他也同意由我负责陪着孩子们。可一想到他能这样轻松脱身，
我又觉得非常气愤。有一次我鼓足了勇气对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我是认真的，麦伦，那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我下定了决心，我已经受够了，于是我向他摊牌。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我想他一开始是因为吃惊而愣住了，但紧接着他脸上浮现出笑容，那是我见过的最邪恶的笑容。他故意用只能被形容为咆哮的音量向我一字一句地吼道，如果你离开，你将一无所有，孩子们也将一无所有。所以随你的便吧，瑞塔，你爱走就走吧。然后他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毒液。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想法是愚蠢至极，我知道我只能留下来。但为了留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为自己编织了各种谎言。我告诉自己，这总有一天会结束，理查德总有一天会停止酗酒的。有时候他确实会，但只能维持一阵子。后来我发现了他藏酒的各个角落。他书房里的书架上放在法律书籍后面的酒瓶，孩子们的衣橱上用毯子包裹着的酒瓶。于是生活又回到了地狱里。我猜你现在一定在想，我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我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你想的也没有错，但我也考虑了许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完全不同的两面？我是多么的爱我的孩子们，但我却允许这么可怕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而理查德，虽然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他也爱孩子们。我想到他如何伤害孩子们，伤害我，但同时又爱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嬉笑，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指导他们棒球小联盟的训练，在孩子们和朋友闹矛盾时为他们提供贴心的建议。我还想到理查德总是说他会改变，说他是多么想要改变，但他却从未真正改过，至少变化从未长久过。但我也知道，尽管如此，他所说过的一切并不是在撒谎。当我终于离开的时候，理查德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流泪，他央求我留下。但我看着我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是青少年了，或者快要成为青少年了。他们正深陷毒品和自残，想要寻死，就像我以前想过的一样。我的儿子差点就吸毒过量了，这件事替我下定了决心，所以我说够了，一切都不重要了。无论是贫穷，是被迫放弃艺术，还是要在下半生面对孤独的恐惧，都已经不足以阻止我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家了。那天晚上，我告诉理查德我要走了。第二天天一亮，我就从银行账户取了钱，申请了一份工作，租下了一个2居室。一间我和女儿住，另一间给男孩子们住。我们就这样离开了那个家。但是这对孩子们来说为时已晚。
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搞得一团糟。他们恨我，非但如此，奇怪的是，他们想要回到理查德身边去。我们离开之后，理查德拿出了他最好的表现，给孩子们提供经济上的资助。他会出现在女儿的大学校园里，带女儿和他的朋友们去高级餐厅用餐。很快孩子们对他的记忆就不同了，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他想和爸爸一起玩球。小儿子央求我让他跟爸爸一起住，这让我为了自己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家出走而感到内疚。我质疑自己，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吗？瑞塔停下来，她说她找不到下一页在哪儿了，然后她翻了几页，找到了下文。梅伦，经过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孩子们终于切断了和我的一切联系。等到我第二次离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完全不值得他们尊重。他们时不时还和理查德保持着联系，他会给他们寄钱。但他死后，他的后任妻子继承了所有财产，而孩子们对此很气愤，简直气疯了。于是他们突然清晰地记起了理查德对他们做过的事，但他们不只对他生气，更气我没有阻止这一切发生。于是他们完全将我排除在外，只有陷入麻烦的时候才会联络。我女儿遇到了一个会对她拳脚相加的伴侣，需要钱脱身，但她也不会向我讲述任何细节。她说，你只管把钱转给我，而我只能照做。我给她转了钱，让她可以租房子住，可以买东西吃，但可想而知，她并没有离开那个男人。据我所知，她现在还跟他在一起。我的儿子需要钱去戒毒所，但从不让我去看他。我就快念完了。麦伦，还有一些事我也对你撒谎了。我说过我没法跟你搭档打桥牌，因为我打得不好，但其实我打得非常好。我拒绝了你的提议，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答应了你，总有一天我就要像今天这样向你坦白一切。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去我孩子所在的城市参加某个桥牌锦标赛，你会问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们，那我就不得不编造一些谎言，说他们刚巧出去旅行，或是病了，或是任何能让你相信的借口。但这不会是长久之计。我知道你迟早都会开始怀疑，然后会把各种细节拼凑起来，发现问题有多严重。你会对自己说，啊，和我约会的这个女人根本不是表面上这个样子。麦伦，所以这就是我，这就是你在健身房停车场里亲吻的那个人。瑞塔低头看着自己写的信，我很震惊，她竟然能够在信里把自己过去的矛盾心情阐述得如此清晰。她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提起过，我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说她非常想念女儿，她女儿一度说过想要成为心理学家，还去一家治疗中心做过志愿者。
但后来因为那段充满暴力的恋情而偏离了人生轨道。我并没有告诉瑞塔，某些方面她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虽然我母亲的生活轨迹和瑞塔完全不同，我父母的婚姻生活长久、稳定而幸福。我父亲可算是世间最温柔的丈夫了。瑞塔和我母亲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困苦而孤单的童年。我外公在我母亲9岁时就过世了。虽然外婆尽了自己的全力来抚养2个女儿，但我母亲的童年依旧饱受苦难，而她所受的苦难也影响到了她和自己小孩相处的方式。所以就和瑞塔的孩子们一样，我也曾一度把母亲排斥在我的生活之外。虽然这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当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瑞塔讲述她的故事时，我也有想哭的冲动，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是为我的母亲。虽然这些年我无数次思考过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考虑过她经历的一切。我有时候会幻想，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机会听听父母们如何剖析自己，完全暴露自己的脆弱，听他们说说故事的另一面。因为看到这样的场面，你会不禁对自己父母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哪怕每个父母面对的情况都不同。当瑞塔读信时，我不只在听她写的每句话，也在观察她的身体语言。我发现她有时会把身子蜷缩起来，有时手会发抖，嘴唇会绷紧，腿会摇晃，声音会颤抖。她还会在停顿的时候调整一下身体的重心。此刻，瑞塔的信读完了，我依然注视着她身体的状态。虽然她看上去很难过，但她的身体就算不能说是处于最平静的状态，也算是我见过的最放松的状态了。她向后靠在沙发上，正从费力的阅读中恢复过来。就在此时，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她将手伸向边桌上的纸巾盒，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纸巾，一张干净的全新的纸巾。她将纸巾展开，擤了擤鼻子，然后又从纸巾盒里抽出了一张，又擤了擤鼻子。我几乎忍不住想要为她鼓掌。所以，你觉得我应该把这封信寄出去吗？我想象了一下 Melon 读到 Rita 这封信时的情形，我想象着 Melon 会作何反应。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祖父，一个拥有过长久婚姻的男人。他之前的妻子麦娜应该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母亲，而他们的孩子都愉快地长大成人。他能接受 Rita 吗？能100%地接受他吗？还是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会无法接受？ Rita， 这是一件只有你才能决定的事，但我其实很好奇，这封信究竟是写给 Melon 的，还是写给你的孩子们的？Rita 停顿了1秒钟，望着天花板，然后他再次望向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但我俩都清楚他的答案。两者皆是。第82集，母亲们。所以呢，那天我带着儿子和朋友们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我和扎克回到家，我叫他去洗澡，但他还想玩。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明天还要上学。他突然表现出一种完全过激的反应，哭着嚷着说：“你真坏，你最讨厌了。”这
完全不像他平时的样子，而我内心的怒火就已经沸腾起来了。然后我对他说的话大概就是：“哦，是吗？那好吧，既然我这么坏，或许下一次我就不带你和你的朋友们出去吃饭了。”一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只有5岁。接着他说：“随便。”然后甩手砰的一声关上门洗澡去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摔过门的。我走到自己的电脑前，本来想回复一些邮件，但脑子里却在和自己交战。我真的很坏吗？我怎么可以这样跟他讲话呢？怎么说我也是个成年人啊。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接到过我母亲的来电，谈话内容令我非常沮丧。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对扎克生气，而是在对母亲生气，真是典型的情绪置换。温德尔对着我笑了笑，仿佛在说，情绪置换真是一个缠人的魔鬼，对不对？我们都会利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对抗焦虑、挫折，或是某些我们无法接受的冲击，但最惊人的是，我们在运用这些防御机制的当下，通常是无意识的。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例子，比如一个烟民感到胸闷气短，他会坚信这是因为天气太炎热，而不是由于吸烟。其实他是在运用否认这一防御机制。有的人也会用合理化这样的防御机制来给自己找借口，让自己接受一些丢脸的事情。例如在应聘失败之后，他会说自己一开始就没有很想要那份工作。有时也会出现反向形成的情况，对于无法接受的情感或冲击，会采取完全相反的途径来释放。比如一个人明明不喜欢他的邻居，却特意要去和他交朋友，或是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发现自己喜欢同性的时候，偏要去发表诋毁同性恋的言论。一些防御机制被认为是原始的，而另一些防御机制则是成熟的。升华就是一种成熟的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把潜在的有害冲动转化成不那么有害的表现。比如一个有暴力冲动的人选择去练拳击，或者甚至可以把不好的冲动转化成有建设性的结果。例如一个想要动刀伤人的人，最后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主刀医生。而置换将情绪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对象身上，则是一种神经性防御机制，它并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积极成熟的。一个人即使被老板骂了，也不敢吼老板，因为怕被炒鱿鱼。于是他回家可能就会对着自己的狗大吼大叫。同理，如果有人和母亲在电话里聊得不那么开心，或许就会将对母亲的怨气转嫁到儿子头上。我告诉温德尔，当我等扎克洗完澡去跟他道歉时，才发现他也把自己在别的事情上受的气转移到了我头上。有些孩子在课间休息时不让扎克和他的朋友们在篮球场上玩。当管理场地的老师对那些孩子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玩的时候，那些男孩子还是不把球传给扎克和他的朋友们，而且很显然他们还说了一些很坏的话。扎克对那些男孩子感到很生气，但相比之下，冲着叫他去洗澡的妈妈发火要安全得多。但讽刺的是，我们都选错了发火的对象。我和温德尔时不时都会聊一下人到中年后的亲子关系问题。当人们不再责怪自己的父母，而是为自己的生活负起全责的时候，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温德尔把这称之为换岗。当人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来做心理治疗，往往是为了理解为什么父母的行为会和他们的期望有出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来做心理治疗的目的变成了想要搞清楚该如何面对现实。所以
在我面对自己母亲的时候，我的问题从为什么她不能改变，变成了我能不能改变。我问温德尔，我都40岁了，为什么还会因为妈妈的一通电话如此烦恼呢？我并不是真的想要问出一个答案，无需温德尔提醒，我也知道人们是会退步的。不管你一路走来多艰辛，一个疏忽就会被打回原形，甚至连你自己都觉得措手不及。我们就像是鸡蛋。温德尔点点头，表示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曾经告诉过他，我的同事麦克之前讲过一个比喻，当我们感到脆弱的时候，我们就像生鸡蛋，如果摔到地上，蛋壳就破了，蛋黄和蛋白四处飞溅。但如果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富有弹性，那我们就会像是煮到全熟的鸡蛋，即使掉在地上受到震荡，也不会完全破裂，不会把周围搞得一塌糊涂。这些年来，在面对我母亲这件事上，我已经从一只生鸡蛋变成熟鸡蛋了，但有时还是会回到生鸡蛋的状态。我告诉温德尔，那天晚上我母亲向我道歉了，我们达成了谅解。但在那之前，我已经陷入了从前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她要我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一些事，而我则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或许扎克也会这样看待我，觉得我在要求他按我的意志行事，以此达到控制他的目的，还美其名曰这是出于对他的爱，因为父母们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无论我多么想要声称自己和母亲有着天壤之别，有时候我还是会发现自己和她惊人的相似。说回我和母亲的那通电话，我并没有跟温德尔具体交代母亲对我说了什么，或是我对她说了什么，因为我知道那并不是重点。她不会把我看作是受害者，也不会把我母亲看作是挑衅者。如果早几年，我或许会这样解构我俩的关系，以此为困境中的自己博取同情。你看到了吗？他是不是很难相处？但现在，我觉得温德尔客观的方法更能安慰我。今天我告诉温德尔，我最近开始陆续把我母亲的一些电话留言保存到了电脑中。我挑选的都是那些温暖而贴心，我会再想听到的留言，或是等我儿子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又或是等到我和他外婆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当他想念外婆的声音时，可以拿出来听一下。我还告诉温德尔，我发现自己对扎克的种种叮咛，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叮咛他可以让我暂时忘记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可以抵消我未来的伤心，虽然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健康地从原生家庭分离，实现自己的个体化。我尝试着想象长成青少年的扎克。我记得当我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母亲觉得我简直是个陌生人。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要面对这样的扎克。我总觉得不久之前，扎克还是个小小孩，那时我的父母身体还硬朗，我自己也还健康。街坊邻里的孩子们每天吃完晚饭都会跑出去一块玩耍。那时候，我对未来唯一的期待就是，等扎克长大一点，一切都会更轻松，我会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多一些睡眠的时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感到失落。谁会想到和我母亲的一通电话会让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浮出水面呢？在老生常谈的母女关系困局之下，我真正希望的不是早日摆脱母亲的束缚，而是希望她永远都在自己身边。我想到了温德尔曾经说过的话，生活的本质是变化，而人类的本性是抗拒变化。这是我对以前读过的一段话的提炼。我觉得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这话都让我产生了共鸣，因为这反映了几乎所有人面临的挣扎。在他和我分享这句话的前一天，我的眼科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老花眼。大多数人在40多岁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看远处更清楚一些，但如果要阅读或是要看清眼前的东西，就不得不将它们拿得远远的。或许情感上的远视也会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发生，人们会把自己拉远来看一看全局。尽管他们会抱怨眼前的事，但长远来看，如果要失去他们现在拥有的东西，那对他们来说将是多么可怕。同一天晚些时候，朱莉向我转述了她和她母亲在那天早上进行的一段对话。哦，还有我的妈妈。我的死亡对她来说太难了。作为一名母亲，她的职责是确保她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是安全的、好好的。但现在，她却要保证我能安全的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起来，我上大学时曾经和母亲因为我男朋友的事吵过一架。我妈妈认为我不再像原来那么乐观开朗，而这都要归因于我男朋友的行为，比如临时取消计划，胁迫我帮他改论文，要求我节假日一定要和他一起过，而不能陪自己的家人。我妈妈建议我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找中立的第三方聊聊这件事，但当时的我却因此大发脾气。我跟我妈妈大声吼说，我俩的关系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我要去找心理咨询师，那肯定也是为了要谈有关你的事，而不是因为他。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去找咨询师。但现在我真的希望当时听了妈妈的劝。几个月后，那个男的就把我甩了，而我妈妈的爱包容了我，她甚至都没有对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当时我打电话给母亲哭诉时，她只是在电话那头静静的陪伴和倾听。现在轮到我母亲需要找个心理医生来聊聊关于我的事。最近一项化验报告显示，我有一项舍格伦综合征指标呈阳性。干燥症对于40岁以上的妇女来说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尽管如此，我的医生还并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得了这个病，因为我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可能在你身上表现得不典型，有一位医生这样向我解释道，但接着又说我患的可能是干燥症，伴有别的什么病，也可能就是别的什么病，只不过这个病医学界还没有确证过。就干燥症而言，本身也是很难确诊的，而且没人知道致病的原因，可能是遗传性的，也可能是环境因素，或是由病毒或细菌引起，还可能掺杂着许多其他的因素。并不是所有问题我们都能找到答案。那个医生说道，前途依旧未卜，这让我感到害怕。但更让我害怕的是另一个医生的说法，他说不管病因是什么，它迟早会现形的。就在那周，我又向温德尔讲述了一遍，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让扎克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你有2个选择，你可以让扎克面对一个成天担心他会失去母亲的母亲，或者你可以通过自己不明朗的健康状况，更明确地意识到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宝贵。哪个听上去没那么可怕？他的质问让我想到了朱莉。
想到当初他问我能不能陪着他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内心是何等的犹豫。我的踌躇不仅仅因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因为看着朱莉死去，我就要被迫面对我自己的死亡，但那时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即使在答应了他的请求之后，我还是在相处中处处小心，保证自己处于安全地带，不去拿自己的大限和朱莉的死亡做比较。毕竟和朱莉不同的是，还没有人真的为我的生命设下一个时间限制。但朱莉学会了如何悦纳自己，珍惜生活中拥有的一切。实际上，这就是我在治疗中帮助她做的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功课。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未知，即使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还是要去面对它，处理好自己的担忧，把生活的重点放在当下。这可不只是我给朱莉的一个建议，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时候身体力行了。你越是愿意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就越不会害怕。这和我们年轻时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同。年轻的时候，我们把生活看作是一种开端，一种过程和一些重要的人生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每一个过程都是一次人生抉择。于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过程更有意义。虽然时间如白驹过隙，我根本无法将它留住，但我还是从中体会到了一些真理。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更明确了该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儿，所以我才会放弃写那本书，所以我才会又开始约会了，所以我才会如此珍惜和母亲的相处，用我以前不具备的宽容的眼光来看待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德尔在帮助我检讨，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扎克会如何看待我这个母亲。现在我会时刻记得，无论爱与被爱，总免不了要去面对失去，但知道有可能要失去和害怕失去是两回事儿。朱莉想象着她的母亲去接受心理治疗，而我也会很好奇，等扎克长大以后，他会如何向一个治疗师说起他的母亲。我还想，希望他也能找到他的温德尔医生。第83集，拥抱。我蜷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身边还有我的大学同学 Alison， 她这2天从中西部来看我。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坐在电视机前，从一个频道调到了另一个频道，刚好看到了约翰写的电视剧。Alison 当然不知道约翰是我的来访者。我继续往下选台，想要找些轻松愉悦的节目来看。等等等等，调回去调回去。我摁下遥控器，返回刚刚那个频道。我有一阵子没看这个剧了，得尝试跟上剧情发展的节奏。好多角色都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新发展出来的。我半打着瞌睡，迷迷糊糊地看着剧，能与自己多年的挚友一起享受这惬意时刻，让我觉得心满意足。哦，他真的很棒，你说是不是？谁啊？那个心理治疗师的角色。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主角出现在一个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里。治疗师是一位小个子、戴眼镜、棕色头发的白人女性，她的装束完全符合好莱坞的审美，迷人却又散发着知性的光芒。我心里想，或许这样的女性才是约翰会选做情妇的类型。
电视剧里的主角正要起身离开，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治疗师陪着他走到门边，主角对治疗师说：“你看上去需要一个拥抱。”有一瞬间，治疗师似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又立刻恢复了从容。他问道：“你是说你想要拥抱一下吗？”主角说：“不。”他停了一拍，但紧接着他突然俯下身来，给了治疗师一个拥抱。这个拥抱并没有夹带任何性暗示，但又的确是一个热烈的拥抱。镜头推进到主角的脸上，他紧闭着双眼，却有一滴眼泪滑出眼眶。他把头靠在治疗师的肩上，看上去十分安详。随后，镜头又转到治疗师的脸上，他两只眼睛都睁大着，瞪得滚圆，感觉很想逃走。这场面就像是浪漫喜剧中的情景。在两个人终于发生了关系之后，一个看上去幸福无比，另一个却完全被吓坏了。主角说：“我觉得现在我俩都感觉好多了。”一边松开拥抱着的双手，转身准备离开。他走出了镜头之外，电视画面定格在治疗师的表情上。活见鬼，刚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应该是个令人发笑的时刻。艾丽森笑了，但我感觉自己和剧中的治疗师一样的迷茫。这是约翰在承认他对我有好感吗？他这是在把自己的心理需求投射在了角色的身上吗？并以此来自嘲？电视剧的剧本一般都是在播出前几个月就写好的。那时他意识到自己烦人起来能有多烦人了吗？还是他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呢？最近好多戏里面都有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呢。艾莉森说着，然后他开始细数他喜欢的那些剧中的治疗师的形象。黑道家族中的詹妮弗·梅尔菲，发展受组中的托比亚斯·弗兰克，欢乐一家亲中的尼尔斯·克雷恩，甚至还有辛普森一家里的马文·门罗。艾莉森，你有没有看过《扪心问诊》？加布里埃尔·伯恩在剧里也扮演了一位心理治疗师。哦，对，我非常喜欢他，但我觉得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更写实。哦，是吗？我在心中揣测着，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我呢，还是约翰来我这儿之前见的那位友善但愚蠢的治疗师呢？当然，每部电视剧都会配备10几个编剧，大家会被分配到不同的集数，所以这个角色也有可能是由另一个作者写的。我由着片尾继续播放，直到出现演职员表，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字幕上会有谁的名字。这一集就是约翰写的。当约翰再次来做治疗时，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上个礼拜我看了你写的电视剧。可恶的电视台，是他们逼着我这么写的。他们说大家都喜欢心理治疗师，他们就像羊群一样，一个戏里出现了治疗师，然后就每个戏里都要有一个治疗师。但这是你的戏，难道你不能拒绝吗？不是不行，但我也不想当这个坏人。而且事到如今，鉴于现在如潮的好评，我永远也无法摆脱这个角色了。你无法摆脱这个角色，是因为目前得到的好评？可恶的电视台。不过这影响也不大，它似乎已经在我的思想中生根发芽了。针对下一季，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点子。说着，约翰拿起纸巾擦了擦嘴巴，先是左边的嘴角，然后是右边的嘴角。我在一旁继续观察着他。怎么了？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治疗师的角色和你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这都是杜撰的，你能理解吧？完全是杜撰的吗？当然了，这是个虚构的故事，是电视剧。哦天哪，如果我把我们治疗中的对话用到创作中，评分一定会惨不忍睹。所以很显然，这不是你。我考虑的是情感层面的内容，而不是对话本身。或许其中隐藏着一些真实的情绪。这只是个电视剧，我是认真的。这个治疗师的角色完全和你无关，就像主角也完全和我无关一样。哦，当然，除了他和我一样帅气之外。我俩相对无言地坐着，约翰环视着房间，先是望着墙上的画，望着地板，然后又望着自己的手。我想起了从前，当约翰还无法忍受等待的时候，他只会数1只羊、2只羊、3只羊。几分钟之后，他重新开口了。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你可以恩准我使用手机吗？我点点头。他拿起他的手机，上下滑动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我。那这就是我的一家。手机屏幕上的照片里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还有2个咧嘴大笑的小女孩，她们在妈妈的脑袋上比划着兔子耳朵。这就是 Mark、格雷斯和 Luby。此刻我知道了，在温德尔医生那儿排在我前面的来访者并不是 Mark。Luby 旁边是罗西，就是约翰深爱的那条其貌不扬的小狗。它的头上毛发斑驳，戴着一个可爱的粉色蝴蝶结。之前听了那么多关于他们的事，现在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这画面真是令人着迷。我忍不住端详着他们。有时候我会忘记了自己是个多么幸运的人。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家庭，你能和我分享这张照片，让我觉得很感动。来，给你。不，等一下，这是我家的姑娘们，还有我的男孩呢。我心中一紧，他要给我看盖比的照片了。身为一个男孩的母亲，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忍住不掉眼泪。约翰在手机上划过一些照片，停在了盖比的照片上。他真的非常可爱，我觉得我的心脏简直要炸裂了。他的头发像约翰，浓密而带着自然卷儿，他的眼睛像 Mark， 湛蓝湛蓝的。照片里他坐在约翰的大腿上，他们在道奇队比赛的现场。盖比的手里握着一个棒球，腮帮子上还沾着芥末酱，他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是刚刚赢得了世界大赛一样。约翰告诉我，那天他们在看台上接到了场内打出来的球，盖比简直欣喜若狂。盖比一直在腻歪地喊着，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人。那天盖比回家后把球拿给马尔格和格雷斯看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那晚临睡前，他依偎在我的怀中，再一次说道，我是全世界、全银河系、全宇宙里最幸运的人。那天他确实是最幸运的人。拜托，别在我面前哭，我可受不了一个哭哭啼啼的治疗师，还是饶了我吧。感到悲伤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哭呢？我指出了重点。约翰拿回了他的手机，又在手机里输入了一些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宠物，甚至死去的儿子，我都看过了。我很好奇，他还要让我看什么？你看看最后一段。他说着，
向我的方向伸出手来。我接过手机，发现是《纽约时报》的网站，那是一篇剧评，评论的就是约翰的新电视剧。我向下拉到底部，剧评人不吝笔墨地盛赞了该剧的走向。剧评人写道，主角心中深藏的人性光辉开始渐渐流露出来，但其表现出来的性格依然不失棱角，这使人物变得更为引人入胜。当他展示出心中柔软的一面，那一刻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惊喜。剧评人称，如果说观众以前是被这个角色的无理所吸引，那现在观众会对他内心的纠结戏欲罢不能。这位剧评人用了一个问句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主角继续挖掘自己的内心，那我们又将能在他身上发现什么样的惊喜呢？我抬起头，微笑着望着约翰。笑什么？我同意你的看法，尤其是文章末尾提出的那个问题。这篇评论写得很不错，对不对？何止不错。不要说的好像他是在评论我这个人一样，他是在评论那个角色。好吧。很好，那我们就算是达成共识了。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看这篇报道？因为这是一篇很不错的评论呀，这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好不好？那为什么要特别指出最后那一段呢？因为如果这一集表现得好，电视台就一定会跟我们续约。我在内心掂量着，要让约翰放下心防，展现脆弱的一面，究竟有多困难？暴露内心的脆弱会让他觉得多不好意思，觉得自己需要别人照顾，和别人交心对他来说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一件事。好吧，我很期待看到那个主角在下一集中的表现，我觉得未来蕴藏着许多可能性。我说着，在此处我也学着约翰那样，用手为主角比划了一个引号。约翰没有说话，但身体替他做出了回答。他脸红了。被我发现之后，他的脸涨得更红了。谢谢。我微笑着跟他四目相视，他没有躲避我的目光，持续回望了我大概20秒之后，终于低头望向他的脚。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不用谢。好的，热身时间结束了，我们今天该他妈的聊些什么呢？第84集，别搞砸了。抑郁到想要自杀的人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类认为我从前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如果我能从当前的危机中走出来，那我的生活还是有盼头的。但要是我走不出来呢？另一类则认为我的生活乏善可陈，人生已经没什么盼头了。瑞塔就属于第2种。当然，一个来访者最初来做心理治疗时所讲述的人生故事，到他结束治疗离开的时候，可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内容可能会经历编辑和删减，原本并未透露的内容最后也有可能会变成故事的主线。一些原本主要的角色最终可能变成配角，而原本的一些配角也可能一跃成为领衔主演。来访者自身在故事中的角色也可能会有所改变，从一个小角色变成主人公，从一个受害者变成英雄。瑞塔那天来接受治疗时，
刚过70大寿没几天。他并没有以自杀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相反，他给我带来了礼物。我要为我的生日送你一份礼物。瑞塔的这份礼物包装得十分精美，他让我当场就打开看一看。盒子很重，我猜测着里面装的会是什么？会是几罐我最喜欢喝的茶叶吗？也可能是一本很沉的书，还是一组黑色漫画的马克杯呢？就是他网站刚刚开始发售的那组。哦，那个我很想要。我在填充彩纸中探寻着礼物，摸到一些陶瓷质感的东西。我心想，是马克杯。但当我把那个物件拿出来的时候，我对着瑞塔笑了。那是一个纸巾盒，盒子的彩绘上写着瑞塔说的别搞砸了。整个设计既大胆又低调，就像瑞塔本人一样。我把盒子反过来，看到底部印着瑞塔自己设计的商标和他公司的名字，没到最后就不算结束有限公司。我刚想对他表达谢意，却被他打断了。这礼物的灵感是来源于我不肯去拿纸巾盒里的纸巾而引发的那些对话。我以前还会想，这个心理治疗师是怎么了？总在纠结我用哪张纸巾。直到有一天，姑娘中的一个看到我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巾，立刻惊呼道：“咦，妈妈说过绝对不能用脏纸巾。”然后我想到，我的治疗师也是这么说的，大家都需要干净的纸巾，那为什么不给纸巾加一个特别的盒子呢？瑞塔在说特别这个词的时候，仿佛是在用语气跟我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瑞塔今天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她的治疗接近尾声了，我也不会以她没有选择自杀来衡量治疗的成功。如果瑞塔虽然没有在70岁生日的时候寻死，但仍旧一直活在抑郁中，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庆祝的不是他的肉体得以继续生存，而是他的心仍在不断获得新生。他敢于冒险，尝试从一个僵化的状态转变到一个开放的状态，从习惯性的自我鞭挞向自我接受的状态靠拢。虽然今天有许多成就值得我们庆祝，但瑞塔的治疗仍将继续，因为旧习惯是很难改变的。痛苦的感觉会减轻，但不会消失。破裂的关系，比如他和他自己的关系，他和孩子们的关系，都需要从感性上有意识地去进行和解，而新的关系也需要得到支持，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才能健康发展。如果瑞塔要和 Melon 走到一起，他必须要更好地了解自己投射情绪的习惯，了解自己心中的恐惧、嫉妒、痛苦，以及自己过去犯过的罪行。这样，他才能让自己的下一段婚姻，也就是他的第4段婚姻，成为自己最后一段婚姻和第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话说 Melon 在收到瑞塔的信之后，有整整1个星期都没有给他任何回音。瑞塔的信是他亲笔写的，也是他亲手塞进 Melon 信箱里的。起初收不到回音的时候，瑞塔曾一度担心是不是自己投递时出了问题。他的视力大不如从前了，而且关节炎使他无法顺利地将信从略微生锈的信箱开口塞进去。公寓楼下有一整排信包箱，他会不会不小心把信塞进了旁边的信箱呢？那个信箱会不会是亲人家庭的？哦，那将多么令人难堪啊！那整个星期里，
瑞塔都被这个恐怖的可能性笼罩着，不断地钻牛角尖，不断地折磨自己。我把他这个行为称作自我灾难化。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 Melon 发来的短信。瑞塔在我的办公室里给我念了那条短信。他说：“瑞塔，谢谢你和我分享你自己的故事，我很想跟你聊聊，但实在是有很多东西要消化，所以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我很快会再联系你的，麦伦。”有很多东西要消化，我知道他在消化什么。他在想，我竟然是这样一个怪物。他一定非常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现在他知道真相了，他需要消化一下该怎样收回他在停车场突袭我时说的一切。我注意到瑞塔自己想象出来的被 Melon 抛弃这件事儿，对他多么具有杀伤力。一个浪漫的热吻，竟突然被说成是突袭。瑞塔，这只是一种解读，但会不会还有另一种可能？你如此小心翼翼地在他面前把自己隐藏了那么久，他也需要一些时间，用一些新的讯息来拼凑一个全局。Melon 在停车场里亲吻了你，对你倾情告白，而你从那个之后就一直躲着他。现在他又突然收到这样的一封来信，确实是有许多内容需要消化吧。你看，这正是为什么我应该和他保持距离。我告诉瑞塔，每个人的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我也对每一个害怕在亲密关系中受伤的人讲过。我接着向瑞塔解释道，即使是在现实世界最完美的亲密关系中，你也难免会受到伤害，而且无论你有多么爱一个人，有时也还是难免会伤害到那个人。这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伤害谁，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人。你难免会伤害到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们、你最亲密的朋友，而他们也会伤害到你。这都是因为你们选择了亲密的关系，而受伤是亲密关系中的附属条款。但是我继续说道，充满爱意的亲密关系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有被修复的空间。治疗师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决裂和修复。如果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是会承认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的人，也教导你要敢于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当你长大以后，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中遇到破裂的情况时，你也不会觉得那是什么天大的灾难。但如果你童年时遇到的感情裂痕没有得到爱的修补，那你日后就会需要通过一些磨练，才能宽容地面对情感裂痕，让自己不再相信每一次破裂都预示着一段关系的终结，而是开始相信，即使一段关系无法继续走下去了，裂痕还是可以愈合的。你可以自我疗愈和修复，然后再开始另一段关系，而新的关系也会充满新的决裂和修复。要让自己敞开心扉，放下心防。虽然这听上去并非万全之策，但如果你想要从一段亲密关系中有所收获，就绕不过这一关。但瑞塔还是每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 Melon 还没有回音，杳无音信。他会这样留言给我，还要讽刺地加上一句，他一定是还在消化。我鞭策他说，即使他为 Melon 的事感到心烦，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上，不要因为一些痛苦就退回到无望的境地中，不要像那些一次减肥不成功就自暴自弃的人一样，说什么算了吧，我永远都不会瘦下来的。
接着就大吃大喝1星期，让自己感觉糟糕10倍。我让他每天留言告诉我那天都做了什么，然后瑞塔会像完成任务一样，告诉我他和亲人家庭吃饭了，为他的课程制定了教学大纲，带着他的荣誉孙女们去博物馆参加了艺术课程，或是为自己的网站处理了订单。但他每次都不会忘记在最后加上一句对 Melon 的挖苦。当然，其实我也默默地希望 Melon 能够应付这个局面，而且我希望他能早点出面应对。瑞塔已经冒着风险将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了 Melon 面前了。我不希望这段经历会印证他心底对自己不能被爱的那份坚信。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没有 Melon 的消息，瑞塔变得越来越焦躁，而我也是。但在后一次的治疗中，我就很欣慰地得知瑞塔和 Melon 已经聊过这件事情了。事实上，瑞塔在信上分享的一切，还有她竟然对 Melon 隐藏了这么多过往，都让 Melon 非常吃惊。自己深深迷恋的这个女人究竟是谁？这个友善体贴的人和那个眼看着丈夫伤害自己的孩子们却害怕逃避的人是同一个人吗？这个对亲人家庭的孩子们如此宠溺的女人，竟然会无视她自己的孩子们？这个风趣机智、具有艺术气质的女人，就是那个曾经在抑郁的阴霾中苟且度日的女人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会对 Melon 有什么影响呢？不仅如此，这又会对 Melon 的孩子们以及他的孙子孙女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Melon 不得不考虑这些，毕竟他的约会对象也将融入他亲密的家庭关系中。Melon 对 Rita 坦白说，在他忙着消化的那1周里，他在心里和已经去世的妻子麦娜聊了聊，因为从前 Melon 总是很依赖麦娜给他的忠告。即使现在麦娜不在了， Melon 还是会在心里和他聊天。而 Melon 听到麦娜对自己说，不要急着去判断，可以保持谨慎，但不能抱有成见。麦娜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足够幸运，有一对爱她的父母和一个完美的丈夫，她也不知道自己如果面对 Rita 的遭遇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后来 Melon 还打了电话给他在东海岸的弟弟，而他的弟弟问他，你跟他说过咱爸的事儿了吗？他指的是，你有没有告诉过 Rita， 你自己的父亲在你的母亲去世之后也深陷抑郁？你有没有告诉 Rita， 在麦娜死后，你也曾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后 Melon 还打了电话给他最要好的发小，发小很认真地听完了 Melon 的故事，然后说道，兄弟，你一直在说这个女人身上的问题，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谁还没有几箩筐足够压死几头骆驼的破事儿啊？你想想，你自己的事儿还少吗？每天都要跟死去的老婆聊天，明明有个阿姨被关在疯人院里，却从来没人会提起这件事。就算你是个钻石王老五，咱们也要面对现实，对吧？你以为你是谁？白马王子吗？但最重要的是 Melon 也和自己谈了心。他内心的声音说，就冒个险吧。或许我们的过往并不能定义我们，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或许正是他经历的一切，成就了他现在的风趣和体贴。从来也没人夸过我体贴，我一直都被说成是又自私又苛刻的人。但你和 Melon 相处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对，和他相处的时候不是。面对着 Rita，
我意识到，即使到了70岁，你的心还是会像17岁时一样脆弱，容易受伤，充满渴望和激情。这些因素都依然在对你产生巨大的影响。坠入爱河的人不会老，不管你身心多疲惫，不管你曾经为爱受过多少苦，当新的爱情降临，你还是会感到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就像初恋一样。或许这次你会表现得更沉稳，因为你更有经验，更有智慧了。你也知道留给你的时间更少了。但当你听到爱人的声音，或是看到他的来电显示出现在你的手机上，你的心还是会漏跳一拍。黄昏恋的好处就在于，人到晚年往往会更宽容，更慷慨，更敏感，也更迫切。我和麦伦聊完天之后，就依偎着躺到了床上。我们躺在彼此的臂弯中，这和刚刚发生的那几次真实的高潮一样令人满足。我们成了生活中的伴侣，也成了桥牌搭档。嘿，我们还赢下了自己的第1次巡回锦标赛。当然，我现在还是会去做足部护理，但不只是为了享受足部按摩，而是因为女为悦己者容。因为除了我之外，现在麦伦也会看到我的双脚。当然，这也不是说瑞塔的内心就不再有挣扎了，她还是会纠结的，有时还很严重。尽管生活中的各种改变为她的人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色彩，但她还是会经历揪心的时刻。当瑞塔见到麦伦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们，不禁一阵忧伤涌上心头。而对于之前感情生活一直不稳定的瑞塔来说，当下这种充满信任的关系是全新的体验，但也带来了焦虑。瑞塔已经不止一次的想要去负面的解读 Melon 所说的话，这样他就能破坏现在拥有的关系，以此来惩罚自己的幸福，借机退回到熟悉的让自己觉得安全的孤独中去。但每当这种时候，瑞塔都会在行动之前努力地进行反思，回想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不断地告诫自己，就像他设计的纸巾盒上写的那样，嘿，姑娘，别搞砸了。我告诉过瑞塔，我见过许多亲密关系的崩塌，仅仅就是因为其中的一方害怕被抛弃，反而竭尽全力地将对方推开。瑞塔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他自我摧残的行为会将他推向两难的局面。他自毁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缓解因害怕遭受遗弃而产生的焦虑，但同时又会制造另一个问题，让他的伴侣想要离开这段关系。目睹瑞塔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让我想起了以前听到过的一段话，虽然我已经想不起来出处是哪里了。当我尝过悲伤的滋味之后，重新经历的每一次欢笑，每一段好时光，都让我感到10倍的幸福。第85集，失败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当我拆完礼物之后，瑞塔告诉我，她有40年没有好好过过生日了，但今年有人为她办了生日会，这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我本来以为只是和麦了2个人安安静静的过个生日，但当我走进餐厅时，却发现一群人在等着我。可不敢这么吓唬一个70岁的老太婆呀！我当时差点就心脏骤停了。餐厅里站了一大群人迎接着瑞塔，他们笑着拍着手。
这群人里有亲人家庭的安娜、凯尔、索菲亚和爱丽丝。女孩们还画了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瑞塔。有 Melon 的儿子、女儿以及他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也已经慢慢成为瑞塔的另一批荣誉孙子孙女儿了。还有一些瑞塔所教的大学艺术课上的学生。在场的还有住户委员会的成员们，以及他和 Melon 最近在桥牌小组结交的朋友们。来祝寿的差不多有20多人。谁能想到在1年之前，这位寿星在这世界上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最大的惊喜要算是当天早上瑞塔收到的邮件，那是她的女儿发来的电子邮件。瑞塔在给 Melon 写了信之后，也给每个孩子都寄去了自己深思熟虑后写下的一封邮件，但就和往常一样，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可是这一天，瑞塔收到了罗宾的回音。瑞塔在治疗室给我读了邮件的内容。妈妈，你说的对，我无法原谅你，但我很高兴你也没有要求我这么做。老实说，我差点没有点开这封邮件就把它删了，因为我猜想里面不外乎就是那些陈词滥调。但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久没联系了，我想我至少还是得点开来看一下。也许你是写来跟我说你时日不多了呢，但邮件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一直在想，写信的人真的是我的妈妈吗？不管怎么说，我拿了你的信去见我的心理治疗师。对，我在进行心理治疗，但我还没和罗姐分手。我对治疗师说，我不希望自己变成这样，我不想被困在一段受虐的关系中，还给自己找借口不抽身离开。我不想对自己说一切已经太迟了，我不想认为自己不能重新开始。天知道，当罗姐又想把我绑起来的时候，我是怎么说服自己不要挣扎的。我对治疗师说，如果我妈妈终于可以再走进一段健康的关系中，那我也能做到，而且我不想等到自己70岁时才行动。你注意到我给你发邮件的邮箱了吗？我有一个秘密的邮箱，专门用来找工作用的。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我给治疗师读了你的邮件之后，治疗师问我，对于童年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记忆？我脑中竟然一片空白。但后来我开始做梦，我梦见去看芭蕾舞，然后我就醒了。我意识到我就是梦里那个芭蕾舞演员，而你是我的老师。我记起了自己8、9岁的时候，我很想去上一个芭蕾舞课，你就带我去了，但他们说我经验不够，于是我哭了。这时你抱着我，安慰我说，没关系，我教你。然后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排练厅，我们在那里假装在上正式的芭蕾舞课，一直练了好几个小时。我记得自己笑着跳着，希望当时的每一刻都能变成永远。在那之后，我又做了更多的梦，梦见的都是小时候开心的回忆，以前我不曾意识到自己拥有过的记忆。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当面聊天，或是尝试建立任何一种联系，也可能以后都不会。但我想让你知道，
我记得你最好的一面，虽然或许不足够好，但至少聊胜于无。不管怎么样，我们几个都对你的来信感到很吃惊。我们也都聊过，并且一致认为，就算我们以后也不会和你有任何联系，我们自己也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因为就像你说的，如果你可以，我们也可以。我的治疗师说，我自己不振作，其实是害怕让你得逞。我以前不懂他的意思，现在我觉得我懂了，或者至少是开始懂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祝你生日快乐。祝好，罗宾。网站很不错。洛丽，你听到了吗？我的女儿说她记得我好的一面。瑞塔从邮件里抬起头，她不是很确定应该如何消化这些内容。她希望男孩子们也能给她回信，因为她深深地为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担心。她担心罗宾，他还是没有离开罗杰。而男孩子们，一个还在努力戒毒，一个已经离婚2次了，第二个前妻是恶毒而刻薄的女人，假装怀孕从而骗了婚。最小的那个儿子因为学习能力有障碍，被迫离开了大学，辍学之后一直在频繁地换工作。瑞塔说她也很想帮忙，但他们拒绝和她讲话。再说了，事到如今，她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在他们伸手向她要钱的时候，她都给了，但除此以外，他们不想和瑞塔有任何联系。我很担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或者，与其担心他们，你可以去爱他们。你只需要找对一个方法去爱他们，去研究他们现在需要什么，而不是你需要他们怎样。我想象着瑞塔的孩子们在收到他的邮件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瑞塔本想在信里告诉他们自己和亲人家庭的那些女孩是如何相处的，她想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已经改变了，让他们看到自己充满母爱的一面，也想为他们奉献自己的爱。但我建议他暂时别提这些内容，我猜想这会让孩子们觉得愤慨。曾经有个来访者跟我说，他父亲离开了他和他母亲，跟一个年轻的女人结了婚，又生了几个孩子。他的父亲脾气暴躁，丝毫不照顾他的情感，但后来那个家庭里的孩子们却得到了一个模范父亲，他会给他们的足球队当教练，参加他们的钢琴独奏会，在他们的学校里当志愿者，带他们去度假，还知道他们朋友们的名字。我的来访者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在后来的那个家庭中，他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看着父亲在别的小孩子面前变成了他想要的父亲，他的内心深深地受到了伤害，而像他这样类似的故事也并不在少数。这是一个开始，我只追他的信。最终，有2个儿子联络瑞塔，还见了 Melon。对于瑞塔的儿子来说，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可靠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的形象。但瑞塔最小的儿子依旧被自己的怒火牵制着，没有和他联络。虽然4个孩子都和他很疏远，还生着他的气，但这没关系，至少这一次，瑞塔不再需要辩解和眼泪作为武装，就能面对孩子们，倾听他们想说的话。罗宾搬进了一个独立的单间公寓，并在心理健康诊所找到了一份行政工作。瑞塔鼓励过他往西海岸搬，离他和 Melon 近一点，这样在他离开罗杰重建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也能够成为他的后盾。但罗宾说他不想离开他的治疗师。
瑞塔怀疑他其实还是没有准备好要离开罗杰，至少现在还不行。虽然瑞塔现在拥有的这个家庭并不完美，甚至都还不够及格线，但这也是一个家庭。瑞塔陶醉在自己的家庭中，同时也认识到所有那些他无法弥补的痛苦。尽管瑞塔的生活已经够忙了，他还是挤出时间来为网站增添了新产品。其中一款产品是工人挂在家门口的欢迎标牌，标牌上面画着一圈火柴人，他们形态各异，看上去都很狂放。火柴人包围着4个大字：嘿，亲人们。另一款作品是一款印刷海报，最初是他为 Melon 的女儿创作的。Melon 的女儿是一名教师，一天他看见 Rita 的书桌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他问 Rita 能不能把便利贴上的内容艺术化，他想展示给他班上的同学们看，教他们理解什么是人的韧劲儿。那张海报上写的是：失败是生而为人的一部分。我肯定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但我找不到出处了。其实那是有一次我在治疗中跟他说过的话，但我并不介意他不记得出处。著名精神医学大师欧文·亚龙写过，一个来访者有所进步，却忘了在治疗中聊过些什么，要比他们记得我们说过些什么，却依旧保持不变，要可喜可贺得多。只可惜大多数来访者经常会选择后者。Rita 的第3个新产品也是一幅印刷作品，画面上有2个抽象的银发长者形象，他们的身体缠绕在一起，富有动感。在他俩的周围画着卡通样式的惊呼：哦，我的背，悠着点儿，我的心脏。在画的上方用优雅的书法写道：银发日如长。这是 Rita 迄今最畅销的作品。第86集，这是我的派对，想哭你就哭出来。收到邮件时，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僵住了。邮件的标题是：这是个派对，请着黑色礼服出席。寄件人是麦特，朱莉的丈夫。我决定先把邮件放在一边，等今天所有来访者的治疗都结束了再打开看。我不想在进行下一个治疗之前打开朱莉葬礼的邀请函。我再次想到了痛苦的等级。我第一次为朱莉进行治疗时，我以为听过了朱莉的 CT 报告和肿瘤诊断之后，会很难再听得进去别的来访者讲什么。我觉得保姆又在偷我的东西了，或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在性爱中做到殷勤主动？你觉得这些事儿能算得上是事儿吗？我很怕自己会在脑子里这么想，但事实证明，和朱莉的交流让我变得更有慈悲心了，因为别的来访者的问题也同样重要。他们把自己的信任交到别人手上，请别人帮忙照顾孩子，却只换来那个人的背叛。当他们被自己的另一半拒绝时，他们感到羞耻和空虚。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问题，和朱莉必须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怎么做才能感到安全呢？要如何与别人沟通呢？对朱莉的治疗，甚至让我对其他来访者产生了更大的责任感。每个小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我希望自己能和每个来访者充分利用治疗中的每分钟。当那天的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时，我慢吞吞地写着病历。
想在打开那封邮件之前再拖延一些时间。邀请函中有朱莉写的一段话，她向大家解释说，她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把你眼睛哭瞎的告别派对，而且希望她还单身的朋友们把握这个聚会，因为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在一个葬礼上相遇的，那你们永远都会记得爱与生命是多么重要，也不容易拘泥于其他的小事儿了。邮件中还有一个链接，点击之后会跳转到朱莉的布告，就是她在我办公室里精心撰写的那份。我回信向麦特表达了哀悼。1分钟之后，我收到了另一封邮件，那是麦特替朱莉转给我的。邮件里写道：因为我已经死了，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你答应过会出席我的告别仪式，如果你没来，我会知道的。请记得帮我妹妹应付一下艾莉阿姨，就是那个一直……你知道是谁，反正我的事你都知道。邮件的末尾还有一句来自麦特的附言：恳请您与我们共聚。我当然也想去，在向朱莉做出承诺之前，我也已经考虑到了潜在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每个治疗师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有人会担心这个举动算不算逾越了界限，因为这应该算是过度投入了。而且似乎大家都认为，面对来访者的离世，治疗师就该把自己人性化的情感都收拾起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对的，但想想也很奇怪吧。毕竟治疗师的专业就是处理人类的情绪，其他职业就没有这种困扰。如果朱莉的律师、整骨医生或是肿瘤医生出席她的葬礼，别人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说到心理治疗师，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必须要保持距离。可如果我们的出现能让来访者的家属得到宽慰呢？如果这也能让治疗师本人得到安慰呢？大多数情况下，治疗师只会在私底下为来访者的离世感到悲伤。除了我督导小组的同事们以及温德尔之外，我还能和谁说起朱莉的死呢？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像我那样了解朱莉，不会像她的家人和朋友那样了解她。她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聚在一起释放悲伤，治疗师却只能独自面对。即使我出席了葬礼，还是要考虑到保密的问题。我们保护来访者隐私的职责并不会因为他们离世而消失。比如说，当一个丈夫选择自杀的时候，他的妻子可能会打电话给丈夫的治疗师，想要得到某个答案，但治疗师依然不能违反职业规定。那些病历和治疗中的谈话内容都是受到保护的。同理，如果在某个来访者的葬礼上有人问我是怎么认识死者的，我也不能实话实说。如果死者是意外身亡，比如自杀、吸毒过量、心脏病发或者车祸，那问题可能会比朱莉的情况更复杂。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治疗师，我们要和来访者讨论各种问题。而朱莉和我讨论了她的愿望，她想要我参加她的葬礼。她在临终前1个月时歪着嘴笑着对我说道：你说过要陪我到最后的，你可不能在我的葬礼上抛弃我，是不是？在朱莉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我们探讨了她想如何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告别。你想要留给他们些什么？你又想他们给你留下些什么？我们谈的不是那些扭转形象的临终对话，那些大多是虚幻的空谈。人们祈求临终时平静清醒，得到理解和治愈。
但临终阶段往往是混合着药物、恐惧、困惑、虚弱的大杂烩。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在我们还有能力变得更开放、更豁达的时候，就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拖延了太久，就会有许多事情一直悬而不决。我记得曾经有个来访者，他的生父一直都想和他建立联系，但他犹豫了很多年。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后，才绝望地得知，他父亲已经陷入昏迷，没有知觉了。1周后，他父亲就过世了。有时我们也会过分强调最后一刻的重要性，让他们盖过了在那之前会发生的一切。我有一个来访者，他妻子在和他发生争执时突然倒下就过世了。当时他还在为自己辩护，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完成分内的洗衣服的家务。他是因为对我生气才死掉的，他当时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我的来访者这样说，但其实他俩的婚姻关系很牢固，彼此也深爱着对方。但就这么一次小争执，却成了他们最后的对话。本来无关紧要的一段小插曲，却变成了有如千斤重。在朱莉最后的日子里，她在治疗中睡着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之前每当她来见我的时候就像是时间停止了，现在我们的治疗就像是在为她的死亡进行彩排。她在演练静止的感觉，练习如何不害怕独自面对末日。差一点总是最难的，对不对？差一点就得到什么了，差一点就要怀上孩子了，差一点就要得到一张没有问题的扫描报告，差一点就完全摆脱癌症。但我心里想的是，有多少人不去尝试他们生命中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因为如果离达成目标只差一点，会比一开始就不去尝试更令人痛苦。在那几次奢侈而安静的治疗中，朱莉说起她想在家中死去，而我们的最后几次治疗，我也是去她家见的她。她的床边放满了她爱的每一个人的照片，她有时会玩拼字游戏，有时看看《钻石求千金》的重播，听听她最爱的音乐，接待一下来访的朋友。到了最后的最后，朱莉连这些消遣也无法享受了。她对家里人说，我很想活下去，但我不想这样活下去。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朱莉会停止进食，但其实大部分的食物她早就无法下咽了。当她意识到自己余下的生命已经无法维持她想要的生活时，她的身体自然地顺应了她的意志，没几天她就走了。我们的最后一次治疗并没有像朱莉之前预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寓意深刻的大结局。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哪，如果现在能让我吃一块牛排，我愿意放弃一切。她的声音很微弱，几乎听不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最好也有牛排吃。然后他就睡着了。这个结尾和平常我们治疗的结尾也没什么两样。即使说了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没讲完的对话还是会悬在空气里。最好的道别总是会让人觉得那些话还没说完。虽然我对朱莉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但出席他葬礼的人数之多，还是让我震惊了。这里聚集了几百个来自他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朋友，有他童年的伙伴，他夏令营的朋友们，跟他一起跑马拉松的跑友，他读书会里的书友，他大学里的同学，他研究生院里的朋友们，他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和同事们，有的来自大学，也有的来自乔氏超市。他的父母，4位祖父母，麦特的父母，还有麦特的2个兄弟姐妹。我知道他们是谁，因为来自不同群落的朋友们都会站到台前聊聊朱莉，说说他们和朱莉的故事，告诉大家朱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他们有多么重要。轮到麦特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我坐在最后一排，低头看着我手中的冰茶和纸巾，纸巾上印着一行字：这是我的派对，想哭你就哭出来。刚刚我还留意到操场里有一个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我还是2个都不选。麦特用了一些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开始讲话。感谢你们的到场，感谢你们为朱莉所做的一切，也感谢朱莉为我做的一切。她写了本书，让我可以在她去世之后用得到。朱莉给这本书起名叫做《最短暂又最长情的浪漫》，一部关于爱与失去的史诗级剧作。我很惊讶地发现，在这本书接近尾声时，也就是我俩的故事快结束时，朱莉加入了一个章节，写她是多么希望我的生活中永远都有爱的萦绕。她鼓励我要坦诚而友善地对待那些被她称作悲伤女友的人，也就是那些重新出现的女朋友，那些当我渐渐从悲伤中走出来时与我约会的女士。她原话说，不要误导他们，或许你们还是能在彼此身上有所收获的。他说，他在书里写，说我会是一名了不起的父亲。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我们一起当过父母，虽然小孩只在我的子宫里出了几个月而已。我爱你，麦特，我真的很爱你。你对我感情忠诚，对我充满激情。我们建造出无与伦比的家。我希望将由这位新来的女士继承下去。每个人都应该至少经历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对我来说，那就是我俩的故事。如果幸运的话，一个人也许能遇上2次。我希望你能再轰轰烈烈的爱一次。我觉得也应该让朱莉走到哪儿都能找到爱，这样才算公平。所以我也为朱莉准备了一份在天堂能用得上的约会资料。麦特讲完的时候，在场的人不约而同的又是哭又是笑。虽然起初大家因为这笑声而有些迟疑，害怕在葬礼上发出笑声是不是太过分了，但其实并不会。我想这才是朱莉真正想要的，一切都坦诚相见。虽然会有些别扭，有些搞笑，
还有些难过。但很快，每个人都尽情地笑着流泪。嘿，朱莉的天堂伴侣，他不喜欢吃蘑菇，所以不要给他吃任何带蘑菇的食物。还有，如果那里也有乔氏超市，要是他说他要去那儿上班，请一定要支持他。你会得到很多购物折扣的。麦特接着诉说朱莉是如何与死神进行各种搏斗的。但麦特说，朱莉做的最多的还是对别人行善，使他身后的世界变得比他来的时候更好。他并没有一一列举朱莉的善举，但我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因为那些接收到他善意的人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我很庆幸我来了，我很高兴自己履行了对朱莉的承诺，也看到了我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其他来访者身上看到的他们生活中的另一面。治疗师的治疗都是1对1的，只有深度而没有广度，停留在字面的病例上，而缺乏生活的画面感。尽管我已经深入朱莉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但现在身处这群人之中，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但他们都认识朱莉，我是一个局外人。作为心理治疗师，我得到的告诫是，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来访者的葬礼，那我们应该安静地站在一旁，避免与人们交流。于是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正当我准备离开时，一对热情友好的夫妇却来与我攀谈。他们说他们的婚姻是朱莉一手促成的。5年前，朱莉为他们俩安排了一次约会。我笑着听完，刚好要借故脱身时，那位女士就问道：“那你是怎么认识朱莉的呢？”“哦，她是我的朋友。”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我本能地回答，但一说出口，我就意识到这句话并不假。“你会想我吗？”“你会想我吗？”以前朱莉去做各种手术之前都会这样问我，而我总是回答说我会的。这种肯定的回答使她得到安慰，让她能在手术前倍感焦虑的时候保持专注。但后来，当朱莉之将死已成定局之后，那个问题又有了另一层含义：我的哪一面会活在你心里呢？朱莉告诉过我，一想到我要承受她的死所带来的一切，她就觉得心如刀绞。于是第2天，我给朱莉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音乐剧《秘密花园》里的歌词。在那部音乐剧中，一个被丈夫宠爱的妻子去世，她死后的灵魂问悲伤中的丈夫，问他会不会原谅自己离开，问他能不能在心中牵起自己的手，以及现在我们阴阳两隔，你会不会找到新的方式来爱我？朱莉也知道这部音乐剧，所以我在纸条上写道：我会。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不相信人死了就消失了。我们心中的爱是永恒的，即使经历死亡，也能幸存下来。那天葬礼结束后，我在走回车里的路上，仿佛又听见朱莉在问我：“你会想我吗？”直到这么多年之后，
我还是会想他。在静默时，尤其会想起他。第87集，幸福就在有时。你老实说，不要有所保留。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混蛋？约翰一边问我，一边将装着午餐的袋子放下。今天他是带罗西来的，可我保姆病了，马尔克又不在，所以没人照看他。罗西就坐在约翰的大腿上，嗅着外卖的打包盒。此刻，约翰的目光注视着我，罗西绿豆一样的小眼睛也在看着我，好像他俩都在等着我回答似的。我被他问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我说是的，那可能会伤到约翰，而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但如果我说不是，我可能就无法让他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进而会纵容他去做一些更混蛋的行为。我其次不想做的就是事事都顺着约翰。其实我也可以把问题拿来反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混蛋吗？不过还有另一些事更让我感兴趣。为什么他会问这些？为什么他现在会问这些？约翰蹬开了脚上的运动鞋，他没有像平常那样盘腿坐在沙发上，而是把手肘抵在膝盖上，上身向前倾着。罗西从约翰身上跳到了地上，找了个位置趴下，抬头望着约翰。约翰递给他一块狗粮。吃吧，我的小公主。我要跟你说一件让你难以置信的事儿。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不小心对马尔克说了句不得体的话，因为他说他的心理治疗师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伴侣治疗师。但我说我想让你给我们推荐，因为我不信任他那个蠢货治疗师的意见。话出口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应当注意自己的用词，但为时已晚，马尔克已经冲我发火了。他说我那蠢货治疗师，就我的治疗师是蠢货吗？他说如果我的治疗师看不出我有多混蛋，那我就得去看他的蠢货治疗师。我立刻道了歉，说我不应该把他的治疗师说成是蠢货。他也向我道了歉，说不该说我是混蛋。然后我们就都笑了起来。我已经记不得我俩上一次笑成那样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们笑到停不下来，女儿们都听见了动静，她们走进我们的房间，像看着一对疯子那样看着我们。究竟什么事那么好笑？她们不停地追问，但我们也没办法跟她们解释清楚，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这么好笑。然后那两个姑娘就跟着我们一起笑，我们都在为自己笑得停不下来而觉得好笑。卢比最先躺到地上打滚，紧接着是格雷斯。我和马尔克相互望了一眼后也躺到了地上。我们4个人在卧室的地板上笑到打滚。最后罗西闻声赶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当他看到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就在门口呆住了。他就站在那儿摇了摇头，仿佛在说哦天哪，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然后就转身跑开了。接着我们4个又因为罗西的反应而大笑起来。当我和老婆孩子在地板上嬉笑打滚，听着我的狗在隔壁房间发出叫声，我感觉自己在从上帝视角观看这个情景，就好像我既是俯视这个画面，又同时置身其中。那一刻我觉得我真是太爱我的家了，我觉得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开心的一刻。而且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和马尔克算是真正度过了一个良宵，我们之前那种僵持的感觉都消失了。但后来你一定猜不到发生了什么。其实我现在的睡眠质量已经好多了，但那天晚上我许久都睡不着。
我一直在想Mark说我是混蛋的事儿，我就是无法释怀，因为我知道你不认为我是一个混蛋。我的意思是，很明显你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又想，等一下，万一Mark说的是对的呢？如果我真的是个混蛋，而你却没有发现呢？那你就真的是一个蠢货治疗师了。所以究竟是我是一个混蛋呢，还是你是个蠢货呢？这还真是个两难的陷阱。我心里想着，我不能说他是个混蛋，也不能说自己就是白痴啊。这让我想起了朱莉以及他的朋友们在他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写的话，我两个都不选。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呢。我想听实话。有一位督导曾经说过，在治疗中，改变往往是循序渐进的酝酿，有出乎意料的发生。这话放在约翰身上或许也同样适用。我想象着，当约翰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他之前在心中建立的关于别人都是蠢货的假象突然倒塌了，留下的残骸让他质疑自己，我是个混蛋。我并不比任何人优秀，我并不特别，我妈妈跟我说的是错的。但其实那也不是真相，那只是自恋防御机制崩塌所造成的矫枉过正。约翰一开始相信我是好的，你们是坏的，但现在他的想法被颠倒过来了，你们是好的，我是坏的。但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对。约翰，在我看来，真相是这并不是一个我是蠢货还是你是混蛋的问题，只是有时为了保护自己，你会表现出一个混蛋的样子。我观察着约翰的反应，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说一些话来反驳，但想了想，又决定不说了。他沉默了1分钟，望着已经睡着的罗西。没错，我的确表现得像个混蛋，但只是有时。最近我和约翰探讨了一下有时这个词的奇妙之处，如何用有时这个词让自己获得心理平衡，让自己安于中庸，坚持活下去，不至于在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有时也帮助我们逃脱非黑即白的独断思维。约翰说，当他面对婚姻和事业的双重压力时，他曾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重新变得快乐起来，但该比意外身亡之后，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再拥有快乐了。但现在他说，他开始认为这不是2选1的问题，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不是永远，也不是永不。或许幸福就在有时。我猜就算去试一试那个伴侣治疗师也无伤大雅。约翰补充道，他指的是温德尔推荐的那位治疗师。在盖比死后，马克和约翰去接受过几次伴侣治疗，但当时他们都处于愤怒又羞愧的阶段，时而相互指责，时而又陷入自责，以至于就算治疗师拿出警察的事故报告，向他们指出对方司机酒驾才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时，约翰也根本不想听这些毫无意义的马后炮。那时他愿意参与治疗，完全是因为 Mark 想去，但其实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每个星期花1个小时来让自己受折磨。但现在他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同意去参加伴侣治疗，是因为他已经失去太多了，他的母亲，他的儿子，或许甚至还有自己，所以他想趁还来得及争取留住 Mark。本着这种精神，
他和 Mark 最近开始尝试着小心翼翼地谈论起有关该比的话题，当然，也有许多别的话题。他们在学着了解，在漫漫人生路上，此刻他们究竟是谁？未来又意味着什么？按照约翰的思路，不管结果是什么，伴侣治疗总会有帮助吧。但如果那个治疗师是个蠢货的话，约翰，一旦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要劝你再等一等。在你没有足够的信息之前，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如果那个治疗师是个优秀的治疗师，那过程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在这里跟我讨论那些不舒服，我们可以一起理解你的感受，然后你再做决定也不迟。我想到了自己当初质疑过温德尔，我把自己的不适投射在他的身上。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提及我的悲伤时，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吃错药了。我也记得我常常觉得他很老土，有时还会对他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或许我们都需要先经历怀疑、批评、质疑，然后才能真正放手。约翰告诉我，前2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开始回想自己的童年。他说，从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起，他就很想成为一名医生，但他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他送去医学院。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些，你想成为哪一科的医生呢？当然是精神科医生。约翰想成为精神科医生。我尝试着幻想约翰跟病人谈话的样子，你的丈母娘竟然这么说，真是个蠢货。我在心里笑了起来。约翰，你为什么想成为精神科医生呢？因为我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很明显，我希望自己可以拯救他。除此之外，也是因为我太懒了，所以不想做外科医生给人开刀。其实他还是想借着一个笑话来掩饰自己的脆弱，但他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让我觉得惊喜。第88集，哭出来吧，没事的。约翰告诉我，他曾经想借一大笔的助学金去申请医学院。他也知道毕业时会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但他又想，凭借医生的薪水，倒是偿还贷款应该不成问题。他本科读的是生物学，成绩还不错。其实，原本他的成绩可以更好，但每周要拿出20小时来打工赚钱付学费，当然比不上那些可以一直彻夜奋战、勇夺最高分的预科生同学了。不过，他还是拿到了几家医学院的面试机会。但在这些面试中，面试官无一例外的都会采取先扬后抑的战术，先称赞一下他的申请书写得有多好，但碍于他的平均绩点虽然不错，但又算不上出类拔萃，面试官都不会让他对最后结果抱太大的希望。不止一位面试官对他说，你应该去当作家。虽然只是开玩笑，但也听得出话里有话，这让约翰很愤怒。难道他们从申请资料上看不出我是一边打工一边修完预科课程的吗？这不难道正体现了我的执着和投入，我的职业精神，我战胜困难的能力吗？难道他们看不出那少数的几个 B 和那个该死的 C 减不是因为我的学习能力不够，而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学习？如果实验耗时太久，我不可能在课后留下来等待结果。最后，虽然我拿到了一家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他们没能给我足够的助学金，而且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用之前上预科的方式来熬过学医的漫漫长路了。最终我放弃了那个机会，
我把自己埋在了电视机前，对未来感到绝望。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教师，我父亲建议我也去当一名理科老师，但我心里一直都认同那句名言，不成事者才为人师。我觉得我是能成事的人，我知道我可以完成医学院的课程，我只是需要钱。于是我还是坐在电视机前诅咒自己悲惨的处境。但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可以把这些写成作品呢。很快约翰就买了一本关于如何写剧本的书，自己试着写了一集，把剧本寄给了他在黄页上找到的一个经纪人，然后他就被某个电视剧聘为了全职编剧。据他说，那部剧简直烂透了，但他的计划只是做3年编剧，赚点钱，然后再去申请医学院。但1年后，他又被一部更优质的电视剧聘用了。又过了1年，他进了一个热门剧集的剧组。等他存够钱可以去读医学院的时候，约翰工作室的壁炉上已经放上了一尊艾美奖的奖杯。所以他决定不再去申请读医了，万一这次一所学校都不要他呢？而且他很想赚钱，先在好莱坞大赚一笔，这样以后他的孩子就不用面对他面对过的抉择了。他说，现在他赚的钱已经足够女儿们读好几遍医学院了。约翰舒展了一下手臂，调整了一下2条腿的位置。罗西睁开了眼睛，叹了口气，又闭上了眼睛。我还记得当时和剧组的工作人员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我就在想，看见了没？你们这些白痴，收起你们的剧信，拿回去擦屁股去吧。大爷，我得艾美奖了。每年随着约翰写的电视剧获得更多的奖项，约翰都会获得一种拧巴的满足感。他会想起那些不相信他有实力的人，再想想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一间放满艾美奖奖杯的办公室，一个现金充裕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个能让自己退休也不愁没钱用的投资账户。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无法从我身边夺走任何一样东西。他们是谁？那些医学院的面试官。很显然，他的成功除了有赖于他对创作的激情，同样也有报复心在背后驱使。而我很好奇的是，现在约翰心中的他们又会是谁呢？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都会有个他们，即使并没有谁在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总以为他们在看。而真正关注我们的人，那些真的能看透我们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伪装的自己，那个我们表演出来的自己。对约翰来说，那些人又是谁呢？省省吧，大家都很在意我们是如何表演自己的。你觉得我在意吗？你不一样，你是我的心理治疗师呀。所以呢？当我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冒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想法。我当时非常希望你能看到那一幕，因为那一刻的我是你所不了解的我。因为你知道，在这里我们谈的一切都是悲观失望的。但今天开车来到这里的路上，我又想，或许楼里是了解我的，或许你也像有些治疗师那样对人有天生的第六感。因为我觉得你是懂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你提的各种烦人的问题，还是你要我承受的暴力般的沉默，但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是想给你戴高帽子，但我真的觉得你比任何人都更全面地了解我全部的人性。我感动到说不出话来，我很想告诉约翰我有多感动，
不只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受，而是因为他愿意和我分享他的感受。我还想告诉他，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时刻，但还没等我的嗓子缓过劲儿来，能开口说话，约翰就惊呼起来：“哦，老天爷，你可千万别在我面前哭啊！”我笑了，然后约翰笑了。接着我告诉他，刚才我是哽咽到说不出话来，于是此刻轮到约翰热泪盈眶了。我记得约翰在很久之前说 Mark 总是哭，我觉得 Mark 可能是一个人担负着2个人的任务，既要为自己哭，也要为约翰哭。约翰还没有准备好让 Mark 看到他哭，至少现在还不行。但既然他允许我目睹他的眼泪，我对他俩的伴侣治疗也充满了信心。此刻，约翰指着自己脸上的泪滴：“看见了没？我也有充满人性的一面。”非常好。那天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打开外卖的袋子，我们之间再也不需要食物这个桥梁了。几个星期后，我窝在家里的沙发上，像个婴儿一样嚎啕大哭。我在看约翰写的电视剧，那个原来脾气古怪的主角性情开始软化之后，与他的哥哥有了一段对话。那个哥哥也是前2集才出现的角色。很显然，这俩兄弟的关系已经疏远了。观众们可以从倒叙的情节中了解到，造成这种疏远的原因是哥哥把他儿子的死归咎于主角。这是一场让人十分痛苦的戏。我想到了约翰童年想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梦想，以及他是如何准确地抓住了痛苦的细腻之处，展现出他作为编剧的实力。这种天赋是来自他母亲去世带给他的痛苦吗？还是来自之后该比的意外？还是当他们在世时与约翰相处，赋予了他如此宝贵的才华？得到又失去，失去又得到，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在我们后面的一次治疗中，约翰告诉我，他和 Mark 一起观看了那一集电视剧，他们还聊起了他们的伴侣治疗师。暂时来看还不至于太蠢。他还告诉我，在那一集刚开始的时候，他和 Mark 分别坐在沙发的2头，但当倒叙情节开始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本能，也可能是因为爱，或是2者兼而有之。总之有什么东西驱使他站起身，坐到了 Mark 身边，于是他们的腿能相互碰到，他用他的腿搂住 Mark 的腿，2人一起随着剧情啜泣。当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第一次去见温德尔的时候坐的离他有多远，而直到我渐渐感到自在之后，才慢慢坐得更靠近他。约翰在这次治疗中还对我说，我说的是对的，其实他是可以和 Mark 一起流眼泪的，泪水不会淹没他们俩，而是会把他们安全地送上岸。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象着自己坐在电视机前，还有约翰和 Mark， 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观众，都被约翰写的字字句句打动。约翰在用他的剧告诉我们所有人，哭出来吧，没事的。第89集，星期3的温德尔。我一直都把你称作温德尔。我向我的治疗师坦言，但我必须承认，他的真名其实不叫温德尔。我在治疗的过程中宣布，我又开始写作了，应该会是一本书吧，
而我的治疗师，他在这本书里叫温德尔，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事，我解释道。1个星期前，我不知怎么就被一股力量拉着坐到了书桌前，我打开了电脑，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然后就在电脑前写了好几个小时，文字就像大坝溃堤一样涌到屏幕上。我觉得我的状态又回来了，但又有些不同，感觉更自由，更放松，更鲜活。我觉得自己体验到了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所说的心流。我一直写到困得打哈欠了才站起身来，那时才注意到时间已经不早，于是我就爬到床上去睡了。我感觉很累，但又很有活力，像是在觉醒之后准备好要休息了。第2天醒来时，我感到神清气爽，那股神秘的力量又把我拉到电脑前。我想起了约翰想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梦想。对很多人来说，探索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深处，就像是要走入一条暗巷，他们不想独自前往。人们来做心理治疗，就是为了能有人陪他们一起走这条路。或许人们看约翰写的电视剧，也是出于相似的原因。这剧让他们觉得不那么孤单，屏幕上的情节映射出他们自己是如何在生活的泥沼中摸爬滚打的。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是许多人的心理医生。或许也正因为他勇敢地把自己生活中的伤痛写进了剧本里，才激发了我去创作自己的故事。在那一整个星期里，我写下了我的分手，我的心理治疗师，我要面对的死亡，写了我们是多么害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但为了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治愈，我们又不得不这么做。我写了有关拘泥于过去和对未来的错误解读，以及过去和未来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在影响当下，有时甚至会将当下完全吞没。我写了执着和放手，以及要绕开那些牢笼中的栏杆有多么不容易。其实自由并不在前方，而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也写了，不论外部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如何去生活，而无论生活中发生过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失去过什么，也不管我们是多大年纪，就如瑞塔所说的，没到最后就不算结束。我还写道，有时我们明明拥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更好的未来，但就是需要有人提醒我们一下，钥匙被我们遗忘在哪儿了。对我来说，那个人就是温德尔，而对其他人来说，那个人有时可能会是我。温德尔，因为我总是星期三来，你看，星期三的温德尔就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标题，有点像歌词押韵那样，对不对？不过我写的故事都太私密了，反正也不适合出版，我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但无论如何，重新开始写作的感觉太好了。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温德尔又点到了我们之前的对话。确实，我无法继续写那本《幸福之书》，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在探寻幸福，我在探寻意义，这才是能给我带来满足感的东西，当然有时也会带来幸福感。而我之所以那么久都没法说服自己取消出版合同，是因为那样我还能躲在我本该去写那本育儿书的盾牌背后，用尽借口不去正视其他的困难。但如果合同没了，挡箭牌也就没了。即便是在合同取消之后，我还是后悔了好几个星期，幻想着如果一开始就写了那本育儿书的话，我的日子该有多轻松。
我就和瑞塔一样，只顾着责备自己，而不去想我是给了自己自由。但我也和瑞塔一样，还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在一生中跟自己交谈的次数比跟其他任何人交谈的次数都要多，但我们对自己说的话也不都是友善、真实和有帮助的，有时甚至都不能尊重自己。如果是对待我们爱的人、在乎的人，比如我们的朋友和孩子，我们绝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在治疗中，我们要学习聆听内心的这些声音，学习更好的和自己沟通。所以今天当温德尔说这是有意义的，我知道这指的也是我们以及我们共处的时间。人们常常觉得去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得到一个解释，好比说解释为什么男友会离开，为什么我们会抑郁。但他们接受心理治疗的真正意义是为了去体验两个人每周用1个小时建立起来的一些特别的东西。这种体验能让人借此找到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意义所在。我还要经历几个月的踌躇，才能决定把这些我在深夜里写下的故事编辑成一本书，决定用我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别人找到人生的意义。当我真的鼓足勇气把自己暴露在大家面前时，它就变成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本书。温德尔，我喜欢。但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还有彩蛋一枚。几周前，我对温德尔说，我准备好要跳舞了。不止我自己，他也被我的话吓坏了。还记得几个月前我告诉他，我觉得我的身体背叛了我，当我在婚礼上想要跳舞的时候，我的脚却不给力。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温德尔对此做出的评论。他主动提出可以陪着我跳舞，让我明白我可以向别人求助，也可以去冒险。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么做其实更冒险的那个人是他。治疗师无时无刻不在为了来访者冒险，在瞬息间为来访者做出推断，判断冒这些风险所带来的益处是否会大过弊处。治疗师的工作不是一个照葫芦画瓢的工作，有时候让来访者摆脱现状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他们在治疗室里尝试一下冒险。这就需要治疗师自己先身体力行地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当然，我是说，如果你之前的那个提议还有效的话。是的，有效。你想用什么音乐来跳舞？顺其自然怎么样？我提议道。我最近一直在钢琴上弹奏这首曲子，所以它立刻就跃入了我的脑海。紧接着我才意识到，它其实并不是一首适合拿来跳舞的曲子。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换一首王子的歌，或是碧昂斯的歌，但温德尔已经起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了手机。不到1分钟，房间里已经响起了熟悉的前奏和弦。我站起身来，但马上又退缩了，想找个借口拖延时间。我对温德尔说，我们应该找一些更适合跳舞的曲子，比如……就在这时，副歌响起了，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而温德尔则开始像个正在参加重金属音乐会的年轻人一样摇摆起来，还故意夸张地做出喜剧效果。一个穿着衬衫的温德尔弹着空气吉他，我都看呆了。歌曲进行到较为安静而酸楚的第2段，歌词唱着那些伤心的人
但温德尔却依旧用力地甩头摇摆，就好像在说，不需要什么王子或是碧昂斯，人生并不需要处处完美。我看着他一个瘦高个儿的身影在屋子里来回晃悠，窗外的庭院是他的背景。我试着不去想那么多，就顺其自然。我想到了我的发型师科里说过的话，我能做到由他去吗？副歌再次响起时，我也在房间里摇来晃去的。一开始我还觉得自己好笑，但后来温德尔跳得更为夸张时，我也跟着在房间里转起了圈圈。他的舞蹈功底显而易见，不过也可能跟他受过多少舞蹈训练没多大关系，主要还是有赖于他的自我意识。他并没有做什么花哨的动作，但你能感受到他的动作如此自如，而且他是对的，脚的问题不应该阻止我跳舞。我俩一起跳着，一起高歌。阴云密布夜晚，依旧有光照耀着我。我们发自肺腑地唱出每一句，在这间我曾经绝望崩溃的房间里欢快地起舞。一切会有答案，顺其自然吧。音乐结束的比我预想的要快，我们的治疗有时也是一样，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反，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感到满足。不久前我曾向温德尔提起过，我在想象治疗结束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觉得自己能更好地应付生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更平静了。温德尔笑了，近来我常能见到他这样的笑容，仿佛在说我为你感到高兴。然后他问我是不是该聊聊如何准备终结治疗了，但那时我动摇了，我还没准备好。而现在，当温德尔把手机放回抽屉，坐回沙发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一刻的感觉对了。圣经里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你得先放手去做，然后才能有所领悟。有时候就是这样，必须放胆一试，从行动中去体验，意义才会最终显现。摒弃自我限制的思维是一件事，让自己做事不那么束手束脚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从语言到行动的转化，这个过程赋予了我自由的力量，让我想要把自己的行动从治疗室带到生活中去。万事俱备，我已经准备好要选个吉日结束治疗了。第90集，对话中的暂停。心理治疗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围绕着结尾来构建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处的时间是有限的，治疗的成功是以来访者达到预期目标，结束治疗为标志的。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目标都不尽相同。治疗师会跟来访者们探讨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减少焦虑，让感情关系进展得更顺利，还是对自己好一些？治疗的终点取决于来访者自己。最好的结果是来访者自发地感觉到终点的来临，虽然一定还会有许多未尽之事，但我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步。来访者的感觉会有所改善，他们的情感会更有韧劲，更懂得变通，更能把握日常生活的方向，
我们帮助他们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发问：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的出路在哪里？以前他们可能都不曾意识到自己心中存在着这些疑问。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心理治疗就是在和别人建立深厚的感情，然后分手道别。有时候，如果来访者几年后再回来进行治疗，治疗师就能知道上次治疗结束之后发生了些什么。如若不然，我们就只能活在问号里。他们过得怎么样？Austin 在将近40岁的时候离婚出柜，之后过得还好吗？珍妮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丈夫还健在吗？史蒂芬妮还维系着自己的婚姻关系吗？有太多故事没有讲完，有太多人我会时常想起，但再也不会见到了。你会想起我吗？这是朱莉问过的问题，但并不是只有身处她那样的处境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今天，轮到我跟温德尔道别了。我们探讨这个告别已经有几个星期，现在时间到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表示感谢。当我还是一名实习治疗师的时候，老师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如果来访者向你道谢，那你应该提醒他们，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这样对他们才最有帮助。我们会倾向于告诉来访者，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我只是从旁引导你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事实，是他们拿起了电话打来诊所，决定要来接受心理治疗，他们每周付出的努力也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完成的。但还有些东西，不经过几千小时治疗经验的累积，你是学不到的，那就是我们都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成长的。每个人都需要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对他说：我相信你，我能在你身上看到连你自己都没有看到的可能性，我能预见到一些变化即将发生。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会说：让我们来重新编写你的故事吧。早些时候，当我说起男友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就是无辜和受到伤害的一方，这在我看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温德尔直截了当戳破了我。你想要我同意你的看法？也不是，我并不是硬要你认同我，我只是希望你能体恤我所受到的刺激。你知道吗？你这是在试图控制心理治疗，而你想要把控局面的这种企图，也可能是造成你男友突袭分手的原因之一。我不想以你想要的方式来进行心理治疗，你男友则不想以你想要的方式共享天伦之乐。罗莉，但我跟他不同的是，我不愿意浪费你的时间，我不想像你男友那样，过了2年再跟你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还记得温德尔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对他是又爱又恨。这就像是终于有人有勇气告诉你你存在的问题，你会抵触，但又感到宽慰，因为终于有人敢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了。这就是治疗师工作的精巧之处。温德尔不但和我一起化解了我的悲伤，还解决了我自我禁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2个人一起完成的，并非只靠我一个人。治疗只有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奏效。没有人会来救你，这是温德尔之前对我说的话。他并没有救我，但他帮助我拯救了自己。所以当我对温德尔表达感谢的时候，他并没有拿出老套的自谦来搪塞，他非常真诚。这是我的荣幸。
约翰最近发现，一部好的电视剧会让观众觉得2集之间间隔的1周时间只是故事中的一次暂停。他说，他开始觉得2次治疗之间的间隔也很像是这种暂停。我们每次治疗的对话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一个连续的对话，而治疗的间隔只是对话中的延长记号，而不是句号。我在自己最后一次治疗的最后，跟温德尔分享了约翰的这段话。让我们也把这当作是对话中的一次暂停吧，就像以前每星期的间隔一样，只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我说，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找他，因为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人们离开治疗之后，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再次回到治疗中，而到那个时候，治疗师依然会在那儿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守着他们之前分享过的历史。温德尔的回答补充了最难说出口的事实。即使我们以后不再见面了，也还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暂停。我回忆微笑，因为我完全能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各种关系都不会真正结束，哪怕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对方。每一个你亲近过的人都会活在你的内心深处。过去的爱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无论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不论这死是象征意义还是字面上的意思，有意或无意间，他们都会唤起一些记忆，而且你常常能从他们身上看出自己是如何与自己和别人相处的。有时你会在心里和他们交谈，有时他们会在梦里和你交谈。在最后这次治疗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都梦见自己要离开了。有一天，我梦见在一个研讨会上遇到了温德尔，他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站在一起，我也不确定他是否看到了我，我感觉我们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而这种感觉曾经确实存在过。后来，他转过身望着我，我向他点点头，他也点点头，他的脸上有一丝唯独我能觉察的微笑。在另一个梦里，我去一个朋友的诊所看他，但在梦里我并不清楚那个朋友是谁。当我走出电梯来到他所在的那层楼时，我看到温德尔正要离开那个诊所。我猜测着他是不是去那儿找他的督导小组开会的，又或者是刚结束他自己的心理治疗。这太不可思议了，温德尔的治疗师？这些治疗师中谁是温德尔的治疗师呢？是我的那个朋友吗？不管是不是，明显温德尔都不太在意。他往外走的时候，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你好。”我也一边往里走，一边跟他打招呼：“你好。”我很想知道这些梦都代表了什么含义。作为一名治疗师，却无法解析自己的梦境，让我感到很尴尬。于是我向温德尔求助，他也不知道这些梦的意义，但我们一起进行了分析研究。2名治疗师一起解析其中1名治疗师的梦境。我们探讨了我在梦境中的感受，探讨了我现在的感受，对继续前行的路感到既不安又兴奋。我们也讨论了要和一个人变得亲近是多么不容易，亲近之后要说再见又是多么不容易。好吧，此刻我在温德尔的办公室里说道：“一次暂停。”我们还剩下1分钟时间，我尝试把这1分钟留在心里，当作纪念。温德尔翘着大长腿坐着，
他今天穿着一件很有型的衬衫和一条卡其裤，还有时髦的蓝色系带鞋，里面是方格花纹的袜子。他的脸上带着好奇和关爱，注意着当下的每一刻。他的胡子有些花白，放着纸巾盒的桌子在我们中间。屋里还有柜子、书架和书桌，书桌上永远都只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其他什么都没有。温德尔拍了2下大腿，然后站起来，但他并没有对我说下次再见。再见。再见。温德尔说着，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放开他的手之后，我转身走出候诊室，那里摆放着时髦的椅子、黑白的摄影作品，还有嗡嗡作响的白噪音器。我穿过走廊来到大厦的出口。当我正走向正门出口的时候，有一位女士正要从街上往里走，她一只手拿着手机贴在耳边，另一只手正要把门拉开。她对着电话说：“我得挂了，1个小时之后再打给你，行吗？”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她沿着走廊往前走去。我很肯定她打开的是温德尔诊所的门。我想象着他们会聊些什么，想着他们会不会在办公室里跳起舞来。我又想到了我和温德尔的对话，想象着暂停的状态会如何延续下去。一走到大楼外面，我就加快了步伐，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我还要回到诊所去接待来访者，像我一样的人们，我们都在竭尽全力不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街角的信号灯就要变红了，我快跑了2步，想要赶上绿灯过街，但就在这时，我突然留意到了皮肤上的温度，于是在路边停下了脚步，侧过脸，迎着太阳，让自己沉浸在阳光里，抬起眼，注视着世界。我意识到，其实我还有大把的时间。This little town's not so far away. Got no real school 'cause it's poor. It's getting closer to your front door. This little town, USA. 鸣谢。我总是会在治疗的初期询问来访者，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背后的理由我大概解释过10000次了，但还是要再说第10001次。我们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成长的。事实上，要写成一部书，同样少不了借助身边人的力量。在此，我要向以下人士表达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的来访者们，他们是我投身理想的原动力，他们一直都是我敬仰的对象。他们每个星期都比奥运选手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能和他们共度一段时光是我此生的福分。但愿我在书中没有曲解他们的故事，希望书中的那些篇幅能为他们的生活留作纪念。他们教给我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温德尔，谢谢你看到了我的涅萨玛，尤其是在我自己都看不清的时候。能找到你做我的治疗师，我感到无比幸运，但这样说也远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心理治疗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也是一门需要经过多年磨练的手艺。我很幸运能跟从最好的师傅学习这门手艺。This little town, USA.